长，你都遇见飞行了，还让我们相信科学？这位网友，你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学吗？他居然当着直播间的观众一巴掌就把800条野猪网友，网友们纷纷调侃别整。朋友，你就是在修仙吧？修仙？修什么仙？大家要相信科学。等检测到宿主身份乃是道士，符合要求，是否绑定直播传导系统？我的天，难道我就是天选主角吗？我要成为欧皇了！系统绑定。恭喜宿主绑定直播传导系统。只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道教，并且喜欢上道教，就能够获得传导积分。依靠着积分，就能够通过系统抽奖获得奖励。不愧是沙雕视频主角必备金手指，这系统果然强大。恭喜宿主获得直播道具专属礼包。恭喜宿主获得凌波微步、大力丸、动物亲和力直播道具专属礼包，包含智能手机1台、黑科技无人机1台、手机支架1个。学习凌波微步。恭喜宿主凌波微步达到精通级别，若想达到圆满级别，还需勤加努力。动物亲和力融合当中。试完凌波微步后，林寒意念一动，一颗黑不溜秋的丹药出现在手中。大力丸服用可强化宿主体质。林寒直接丢进口中。哇，感觉整个人都变帅了！世间竟有这般帅气的男人！系统给我开启直播。已经为你开启直播，房间号为6666666大顺3清关道长。检测到人气为0，系统为你进行新手特权引流。经过系统引流，很快便有观众涌入进来。哇，我的天，这是什么地方？这也太美了吧！这个画质比电影还要强上几百倍。直播间的人数竟然一下子增加到200多。我的个乖乖，这也太帅了吧！完蛋了，沉沦在道士哥哥的美貌之下。大家好，我叫做林寒，我是一名道士，这山里面3清关的关主。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希望我的直播内容大家能够喜欢。不对呀，这个道长看起来才20多岁，怎么可能当道观的关主？该不会整个道观就他一个人吧？实不相瞒，整个道观就我和我师傅2个人，不过我师傅1个月前就飞伤了。刚刚说错了，是仙逝了。道长节哀。大家不用担心，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我乃是修道之人，又岂能看不透这一点？道长，这简直就是钓鱼佬的天堂。话不多说，我已经收拾钓鱼竿，订好机票，准备出发了。楼上的别冲动，你没看道长桶里面一条鱼都没有吗？道长也会空军呀。系统，我被别人嘲笑了，给我来个狠货。恭喜宿主成功积累1000传导积分。给我来个青铜抽奖。叮咚，消耗1000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垂钓术终极。嘿，老子正在钓鱼，你就送我一个垂钓术？系统，我有理由怀疑你是故意的。大家不要急，我要开始认真钓鱼了。钓鱼人永不空军。道长不要再挣扎了，钓不上鱼不丢人的。道长这么帅，不用钓，人家自己会上钩。楼上的妹子，请你不要那么饥渴。随后林寒通过垂钓术拼命的上鱼，直到钓上一条黑鱼。这条黑鱼好不容易长这么大，还是放它回去好好生活吧。而且这条黑鱼钓上来之后我也吃不了。道长，为什么黑鱼不能吃呀？很补的哦。我们道士是可以喝酒吃肉的，但是有4不吃：不食牛，迎其善；不食乌鱼，迎其笑；不食鸿雁，迎其真；不食狗，迎其忠。这4种品质是我们道家乃至华夏精神的内核，所以我们祖师就定下了这4不吃的规矩。现在很多道士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难得看到如此年轻的真道士，一点心意送给道长。大家不用刷礼物，只要看我的直播觉得开心就行。作为一个修道之人，对这种钱财之物并不看重。林寒将黑鱼放生后往道观走去。道长，你会仙术吗？给我们表演一下呗。这个世界没有法术，请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说着，林寒看到前面有个高5米的石壁，林寒直接施展凌波微步跳了上去。我尼玛，我是不是眼花了？我刚才看见他飞上去了。卧槽，楼上的你没有眼花，我也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轻功呀！原来人真的会飞，太离谱了！原来电视剧里面演的都是真的。道长，道长，我要学这个。道长还让我们相信科学，结果自己直接飞了起来。抖抖直播平台的总监沈雪盯着屏幕画面愣神不已。这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特效，还有吊威亚的痕迹，他竟然就这样飞了上去，这样科学吗？像这种大师，要是被别的平台抢了过去，可是一大损失，先刷一波存在感才行。学武分飞送给主播超级火箭城2，厉害呀！没记错的话，这位可是抖抖平台的总监。看来道长马上就要被平台签约了。有一说一，道长在哪我就在哪。楼上说的对，好不容易遇到这种有真道行的道士，肯定要好好关注。代表抖抖平台欢迎道长的入驻。欢迎各位，一下子这么多人在线，积分肯定够了。系统给我来青铜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初级灵气水 X5、金苍药、精品鱼干、黑土地。林寒拿出一瓶灵气水，一饮而尽。这瓶水如果去卖给那些上了年纪的富豪，恐怕出价几千万都有人买，还剩下1万多传导积分。系统直接来一发白银抽奖。叮咚，消耗1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厨艺。各位观众走完这片树林之后，再走一段路就能到我的道观了。道长，等等，有奇怪的声音，好像是在旁边树木里面传来的。
这叫声我在动物园听过，是熊猫？不会吧，不会吧，这个地方有熊猫。道长，那赶紧带我们去看看熊猫吧。道长过去会不会有危险？熊猫是熊不是猫呀。大家不用担心，野生熊猫虽然没有动物园里的熊猫那般温顺，不过一般来说也不会攻击人类的。林涵操控直播间往前飞过去。卧槽，怎么还有一头熊？这两个熊是在掐架。我看到熊猫身上有伤痕了，而且一直在流血。不好，道长不要过去，前面有一头黑熊，在野外遇到黑瞎子，可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道长快跑！没事，我过去看一下，看能不能救一下我们的国宝。一个人类在一头狗熊面前救一头熊猫，确定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送死？道长你别闹，这是开不得玩笑，那可是狗熊呀，那不是狗。道长你别冲动。林涵看到黑熊还想继续攻击受了重伤的熊猫，直接丢了过去一块石头过去，这一下直接把黑熊给打懵了，转头看向林涵。你这头黑瞎子，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吗？碰一下都要牢底坐穿，你竟然敢把它伤成这样，我看你是不是想吃枪子？我已经报警署了，希望还来得及。这深山老林的，等他们来的时候，道长尸体都凉了，我还是打救护车吧，多1秒抢救时间就多1分希望。大家不要报警署啊！等下警察同志说我虐待野生动物，那就麻烦了。都这个时候了，道长你还有心情开玩笑？道长不会被吓傻了吧？道长不是会轻功吗？赶紧飞啊！这时候黑熊愤怒地朝着他走过来，林涵一个闪身来到狗熊背后，朝着黑熊的屁股猛地用力一甩。好家伙，道场666，差点忘了，我们道场是会轻功的呀。难怪说道长那么淡定，原来是胸有成竹，我是真的服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见刚刚被他踹倒的黑熊这时候又站了起来，巨大的体型犹如一座小山丘一般。道长求求你了，赶紧用轻功逃命吧。是啊，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主播，千万不能出意外呀。大家不要慌，遇到这种不服气的小熊，那就打到他服气为止。只见黑熊的血盆大口将要咬到林涵时，林涵后退一步，一拳打出，干净利落的砸在黑熊的鼻梁上。黑熊直接捂着鼻梁，痛苦的在原地打滚嚎叫起来。这还是人吗？有这样欺负熊的吗？黑熊的鼻子、眼睛以及裆部都是十分脆弱的地方，大家瞄准这些位置打就行。当然了，如果在野外遇到黑熊的话，大家还是要能躲就躲，能跑就跑，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贸然攻击，不然是非常危险的。道长，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碰这家伙一根毛呀。野外遇到这玩意儿，我直接找个风水比较好的位置躺下。卧槽，难道你们刚才没有发现吗？刚才道长那一闪居然出现残影了，这 TMD 多快呀！我怀疑道长这压根不是练武，根本就是在修仙嘛。大家可能是小说和电视剧看多了，现实当中哪有什么修仙，都是无稽之谈，大家要相信科学。只见黑熊愤怒的朝林涵冲下去，林涵以为这只黑熊不死心，又想要攻击，结果吼完这一声之后，黑熊直接转头就跑。吼完就想跑，你想的真美。林涵脚步一动，施展凌波微步，出现在黑熊的前方。黑熊看到跑不了，两个硕大的熊掌放在脑袋上，然后整只熊趴了下来。这是抱头认输了！我的天，这些黑熊成精了吧？这个动作我真是要被笑死！道长，小心这只黑熊精偷你袈裟！林涵利用动物亲和能力，他进行交流。以后碰到这种黑白色的动物，给我绕路走，明白不？只见黑熊听到了林涵的话之后，居然在疯狂的点头，然后用熊掌指了指另一边躺着的熊猫，然后疯狂摆手，表示再也不敢了。赶紧走吧，以后记得做头好熊。这怕不是真的是一头黑熊精？太离谱了吧！道长居然能够和动物说话。熊猫宝宝好可怜呀，道长能不能想办法救它？大家别急，我过去看看，应该问题不大。看到林涵逐渐靠近，熊猫警惕的嚎叫了一声，在林涵脚里蹭了蹭。不要害怕，我来替你处理伤口。熊猫听完点了点头。我严重怀疑道长是传说当中的驯兽师，熊猫都可以听懂他的话。林涵掏出系统抽奖获得的金疮药，蹲下喂给了熊猫，他伤势瞬间就好了。道长的你这个是仙丹吗？吃一颗是不是就能长生不老的那种？送给主播航空母舰 X2。道长，敢问这个药的药方能否出售给我同堂？我愿意出价1000万购买。好家伙，道长这才刚刚拿出药来，就被你们同堂给盯上药方了。我行医几10年了，从未见过如此神效的外伤药。非常抱歉，这种金疮药都是我师傅做的，我也不知道药方，他临走前也只给我留下了2瓶而已。那真是太可惜了。那不知道道长能否出售1瓶给我？我愿意100万购买。道长，我愿意出250万购买这一瓶金疮药，请务必卖给我。请入木堂送给主播超级火箭 X10。你们木堂来凑什么热闹？难不成是想拿到这种药方，然后搞垄断？呵呵，说我搞垄断，搞得你们同堂都是好人不赚钱一样。两人瞬间在直播叫价，金疮药瞬间叫到500万1瓶。你们2个人停一下，我这里还有1瓶金疮药，可以分成2份送给你们，让你们去研究，我不要钱，只有一个要求。看到林涵免费送，两人异口同声。道长你请说。那就是如果你们研究出药方，并且可以批量生产的话，不可以搞高价垄断，这种金疮药售价不能超过成本的3倍。
如果形成垄断的话，有时候一瓶5毛钱成本的药品，他们就敢卖几百块钱，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道长，我佩服你，五体投地的佩服。这才叫做大格局，道长才是真正的做到把金钱当作粪土。道长意思，以后我就是道长的小铁，不对小粉丝。这样的神仙主播，几百年都遇不到一个。两人思索一番回答。好的，没问题。你们2个一会私信发给我地址，把东西邮寄过去给你们。叮咚，恭喜宿主川岛积分达到5万。看来刚刚自己的行为，让直播间的3万多观众心生敬意，对道教产生好感，才会获得如此多的传道积分。果然人还是得多做好事呀，好人终有好报。系统来5发白银抽奖，消耗1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平安符。终极灵气水导抛升级，清心诀，金丝浮尘。看完奖励后，林寒拿出一瓶初级灵气水，喂给了熊猫。喂完后，林寒直接走，结果熊猫就在屁股后面跟着他。你如果愿意的话，就跟我走吧。这只熊猫看起来憨萌，我看就叫你憨憨吧。熊猫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一人一熊就来到道馆。我看人家寺庙的装修那都是金碧辉煌的，像道长这样的世外高人，道观居然这么破烂。斯事陋室，唯吾德馨。其实我对住的地方要求不高，山里面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外面，等我找个时间再重新修缮一下。只要道长出山，我家那栋1000平的别墅免费给道长住。道长，要不然你来我这里住吧。我虽然没有1000平的大别墅，但是我穿巴巴家家的黑丝。你是何方妖孽，竟敢破我家道长的道心？你不要为难道长，有什么事情尽管冲我来。天，系统给我升级一下道袍。道袍升级成功，升级为极品冰蚕丝所制。他又拿出终极灵气水，一饮而尽。是不是我产生错觉了？怎么感觉道长变帅了？啊哈，楼上你也这样觉得吗？该说不说，道长这个气质，这个颜值，要说第2的话，恐怕只有我才敢说第1。叮咚，恭喜宿主累积3万传道积分，可进行抽奖。系统给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沐浴、太极拳、简化版首领丹。接下来我要诵读经书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没有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自己感兴趣的直播。林寒便掏出一个木鱼放在地上。怎么还有木鱼？这不是和尚用的东西吗？对呀，木鱼不是佛家的东西吗？莫非道家也有？其实木鱼最早是道教开坛设法，朗读经文时所用的法器，后来佛家进入中原之后才借鉴使用。木鱼竟然是道家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每次在电视上面看到和尚都是捧着木鱼念经，没想到竟然是道教的东西。我就说我们本土的道教源远流长，你看外来的佛教都借鉴他们的木鱼。紧接着他开始诵读系统送的清心诀，木鱼的敲击声有规律的响起。原本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仿佛带有魔力一般，观众开始沉浸其中。某座医院病房内，女孩子望着手机屏幕，只感觉一整天的疲惫感都消失不见。该不会道长的念经声还有这种提神的效果吧？要是道长声音可以治疗姐姐就更好了。躺在病床的姐姐听到手机传来的声音，手指突然动了动。医生，我姐姐她动了。奇迹啊，医学奇迹！一个植物人如果能够苏醒，绝对算得上是医学奇迹。你们家属这几天多陪伴一下他，也许真的能够醒来。欧阳夏雪连忙拿起手机进入林寒直播间。听完道长的经声，我感觉浑身轻松了。看来今天搬砖腰还有点酸，听完之后腰部酸背不痛。好神奇呀！刚才不会做的题目，我现在居然会做了。我姐姐是植物人，听完之后动了。骗人是小狗。你们刚才谁录音了？能不能私聊发我一份？我录音了，一会我把这份录音发到章鱼音乐上去吧，大家搜一下道长就有了。刚刚看完片子，感觉有些疲倦，听完之后感觉精力满满，我觉得能再看一遍。好家伙，楼上要注意身体啊！好的，各位，我下播了，顺便把金疮药给那2家公司寄过去。从系统空间拿出简化版兽灵丹，憨憨看着眼前的丹药直流口水。林寒将丹药喂给他吃。憨憨要是变成灵兽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跟他的祖先一样变成蚩尤的坐骑？林寒不知此时他念经的声音已经登榜各大音乐榜首。明天要6级考试，听了道长的音频，书看一遍都记住了，肯定能够马到成功。到时候考上了我来还愿。真的特别神奇，我听完之后感觉脑袋特别的空灵，进入一种玄之又玄的意境，比冥想要好用太多了。道长那个念经声真的好棒啊！我听了一遍之后，感觉脑袋不疼，腰部酸，胃也不痛了，多年老毛病被治好了。一个明星家中，张白为了给新电影做宣传，今天特地花钱找水军上了热搜。花了这么多钱，要的是热搜第1，现在连前5都进不去，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办法呀，可是今天那个道长实在太猛了，关注度实在太高了。行了，我有办法了。拿起手机拍了个视频。人家拍电影太难了，就连小拇指都受伤了，却被一个道长花钱雇水军占领热搜的位置。我觉得波波是一个公平的平台，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占领热搜，实在是有些不光彩。希望他能好自为之，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他被骂上了热搜第1。我擦，这尼玛擦破点皮都好意思叫受伤，好家伙，叫不快点去医院，恐怕都愈合了。一看形势不对，
他立马打电话给水军公司。什么上热搜容易，撤热搜难，还要加钱，你们怎么不去抢？早上林寒一开播，直播间立刻10万人在线。道长，快点教我修仙，凡人修仙传，你是不是主角？我现在严重怀疑道长其实是修炼的几千年的老怪物，只不过因为修炼才显得这么年轻。道长，你终于接电话了，我是抖抖平台的总监沈雪，决定给您最高级别的 SSS 级定制合同，每年500万的年薪，再加上礼物82分成。条件听起来还不错，不过让我考虑一下吧。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等一会空闲了咱们再聊。刚挂完电话，又响了起来。道长你好，我是直播平台的副总雷科，在这里非常真诚的邀请您入驻我们直播平台，我们会给您一份级别最高的定制合同，年薪1000万，礼物82分成。不急不急，这件事情晚点再谈好吧，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挂完电话后，林寒发现小憨憨全身散发红光，以肉眼的速度瞬间整合。憨憨进化失败，奖励体型增大。直播间的人看到憨憨瞬间长大都惊呆，异口同声的说道：“道长，你家是不是有仙丹？教我们修仙吧。”你们看错了，他只是竹子吃多了，身体长得快而已。现在哪里有修仙？你们要相信科学。恭喜宿主获得30万传导积分。没想到昨天的念经和憨憨突然变大，竟然会收获这么的积分。系统给我直接来一发黄金抽奖。消耗10万传导积分，恭喜获得玄门武术山字篇。居然是玄门武术中最珍贵的山字篇。山术号称武术之首，山术可是真正的修道之术。玄门武术山字篇已修炼至入门境界，若想继续精进，还需努力。系统再来一发。消耗1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开通系统空间权限。你看隔壁的末日求生，这玩意别人都是标配的好吗？你还要我花一个黄金抽奖来获取，是不是有些坑爹了？宿主你串台了，好了，淡定，本系统再给你加多一个自由存取的功能吧，当给你的补偿了。算了，系统你这个坑货，来个白银10连抽吧。恭喜宿主获得了这么多，自己看吧。超级火箭 X10。其实本人对道教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只要道长跳槽来我们平台，我们一定用最大的资源一起携手弘扬咱们道教的优秀文化。超级火箭是我。这件事情就不用劳烦你们平台了，我们抖抖平台一定会给道长最好的资源。保管把他的号给我拉黑了，别让他进来。刚拉黑，雷科又创的小号进来跟学武一起飙火箭。好了，不用再刷礼物了，你们都有我的联系方式。这样吧，把你们待遇以及条件用短信发过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会立马给你们答复。沈总，其实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弄错方向了？我看像道长这样的修道之人，对钱财应该是没有那么看重的。你是说从别的方面下手？没错，像道长这样隐居深山的修士，最在乎的肯定是自由自在，所以我们可以放宽一些限制条件，这样一定能够道长动心。就这样办，等下要是道长签约，下个月给你涨工资。某个剧场内，张白，你昨晚到底干了什么？我们电影还没有上线，现在底下就一堆喷我们是烂片子，还说打死都不买票。导演，这件事情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为了宣传我们的新电影才会发那条视频的，你看我都受伤了。行了，我昨晚被蚊子叮的伤口都比你这个严重，你现在赶紧再拍一个视频，跟那个道长道歉。凭啥我给他道歉呀？难道他花钱上热搜就是对的吗？你懂个屁啊！那个道长的直播我去看了，人家那是真有本事的，你手指擦破点皮都好意思上热搜，你道不道歉？不道歉的话，以后全面封杀你。说完后转头就走。这时林寒也跟抖抖签完线上合同，最终签订为2000万年薪，礼物91分成。大家刚刚也都看到了，抖抖平台给我的待遇年薪都2000万了。我现在并不缺钱，大家看直播图个高兴就可以了，其实没必要刷礼物。道长你只管直播，礼物的事情就不用管了，我们肯定量力而行。说的没错，我一天搬砖300块钱，280块钱给道长刷礼物，20块钱可以买20个馒头，一天吃得饱饱的。非常荣幸道长能够选择我们平台，财务将会在今天付给您500万薪资，剩下的1500万会在每个月15号按时给您发放。到账500万元。道长这才直播1天的时间，就到账500万了。我搬砖1个月才赚3000块钱，果然是货比货的丢，人比人气死人。虽然这是道长凭本事赚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算一下。各位观众，其实我对钱的兴趣并不大。检测到宿主所在的道观过于破旧，特制发布任务。任务内容：修缮道观。任务奖励：是效果给予奖励。大家觉得我这个道观怎么样？好是好，不过我觉得有必要修缮一下，旁边那座墙都塌了，跟我老家几十年的危房差不多。哈哈哈，我也觉得应该修一下，不然的话，要是下起了大暴雨，房顶都可能塌。道长，我是设计师，不如把道观的设计交给我来，免费的不收钱。在下工地杠精，可以免费帮道长抬杠。船有我是铜锣湾的，专门收保护费。不急，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再找大家帮忙。宿主累计30万积分，是否抽奖？来个10连抽白银，
剩下2发黄金。恭喜宿主获得木匠大师、建筑大师，白银抽奖已自动放入系统空间。我有理由怀疑系统你就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消化我的积分。林寒提刀来到这一棵大树面前，坐等道长打脸，用一把小刀就想砍大树，兄弟们准备好，一会要好好嘲笑一下他。一看就是新人，没有看过道长直播，你们啥时候见过道长打脸过？莫非道长又要扮猪吃老虎？难不成他还能一刀砍断不成？妈耶，我看到了奇迹，这是怎么做到的？道长你是个怪物吧？卧槽，我是不是在做梦？这玩意儿是特效吧？其实这件事情的难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虽然这棵树看起来是挺粗的，但是只要控制好劈砍的角度，再加上本人从小习武，力气比较大，一刀就砍断，其实并不奇怪。道长，你管这叫习武？你这明明是在修仙！我怀疑道长就是传说中的渡劫期修士，只差一步就能够得道成仙。太离谱了，这件事完全不科学。在道长直播间讲科学，楼上的你还是太年轻。道长，你不要忽悠了，我练武10年都没有你这个效果，你修仙的别跟我们练武扯一起。此时病房内房间内还播放着林寒昨晚的念经声，这时响起声音：下雪，去，我想喝水。林寒站在树桩前，大家觉得这个树桩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这题我会，我觉得把这玩意儿挖空，刚好可以当个马桶。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雕成一个齐天大圣。我就知道道长肯定又要秀操作了。我觉得道长你可以省去那些繁琐的步骤，直接施展一下法术，完成一个精美的木雕是非常精细的工作。这把刀啥也雕不出来，你要是真能雕一个齐天大圣，我跪下叫你爸爸。认真雕刻林寒没一会便大汗淋漓，随手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瓶终极灵气水，直接饮下。卧槽，你们发现没有？刚才那瓶水是道长凭空变出来的。我看道长怎么赖账，这玩意儿科学可解释不了。像这种修仙的，会点仙术很正常，不要大惊小怪的。我已经录屏了，证据在我手。大意了，差点忘记还在直播了。哪有凭空出现的东西？只不过只是我施展的一个小小的障眼法，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魔术。你们果然全部都中计了。一件东西肯定不可能凭空出现，大家初中应该学过的呀。物质能量守恒定律，所以还是要相信科学。实不相瞒，作为10几年的魔术师爱好者，道长你这个我咋看不出来有半点手法的痕迹？道长你莫装了，你这就叫做欲盖弥彰，可惜被我一眼看破。承认吧，刚刚那就是法术。大家不要再纠结了，接下来继续为你们雕刻齐天大圣。随着林寒整个人的状态随着一变，只见锋利的匕首在树桩上面不断的胡作，动作丝滑顺畅，没有任何一丝阻碍。这时章鱼音乐办公室，老总，道场念经声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在其他平台下载量也暴增，赶紧想办法联系道长，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这个版权买下。只要把这个版权买下来，那以后和仇不能一统华夏音乐江山。这时林寒直播间跑了一群学生在还愿，感谢道长，昨天晚上听了你的念经声，今天英语6级已经通过。我也是，考了6年了，今年终于过了。哎呦，你们也全都是考完过来还愿的，感谢道长拯救我这个英语学渣于水火之中。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道长的铁杆舔狗。林寒也停下手中的刀。4、6级过的是好事，主要也是因为你们平时学习认真肯下功夫，才有这样的回报。大家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要多些努力，做善因得善果。莫以为听个念经的声音，人生就能一帆风顺，顺风顺水。感谢道长教诲，我悟了。从今天开始，老子戒赌，要重新做人，做善因才能得善果。人生道理莫过于此。此时叔叔门口，一个男子拿着手机录视频。道长说的对，有因必有果，不承担恶果，如何能了却恶因？与其整天躲躲藏藏，担惊受怕，还不如直接面对。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至少自己从来都是问心无愧。这时走过来一个女叔叔。您好，同志，您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我来自首，我干人了。原来是瞎。卧槽！林寒直播间刚刚雕刻好齐天大圣，手持金箍棒，身穿黄金锁子甲，脚踩藕丝步云履，头戴凤翅紫金冠。我的个乖乖，这个齐天大圣也太帅了吧！真的惟妙惟肖，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齐天大圣。虽然我不懂木雕，但我不是瞎子。道长雕刻的这个齐天大圣，绝对是我见过最完美的木雕。道长现在就算是说他会生孩子，我都不奇怪了，简直是全能的。道长，这一座木雕确实是精品，能不能忍痛割爱？我愿意出10万块钱购买。道长，在下愿意出20万购买，我是真的喜欢这一尊齐天大圣。各位卖我一个面子，这座木雕我是真的喜欢，我本来就是专门收集齐天大圣木雕的，我出价100万，大家不要再跟我抢了。你们这出价也太着急了吧？这座木雕我可没打算要卖。别呀，道长，这座木雕我是真的喜欢，实在不行你开个价吧，我把鸡汤1瓶的房子卖了也要买下来。看你这么喜欢，房子就不用卖了，算是成人之美吧。至于说多少钱，你自己看着给就行，心意到就好。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刚才怎么说来着？听说你要跪下叫爸爸。这只是作为主播超级火箭时。爸爸，能不能收我为徒？我感觉最近雕东西已经遇到瓶颈，一直没法进步。贫道还是单身，施主莫要乱叫爸爸。而且非常抱歉，贫道并没有任何收徒的打算。沈雪办公室内，他正在刷着视频。
发现一条视频，点赞超过50万，底下的评论直接上了10万。我叫做李峰，是一名退役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赶人犯。我要去前面的警署自首。我有一个女儿，小的时候被一伙人贩子拐走，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找到了这一伙人贩子，同时他们的出租屋内还藏着10几名被拐卖的小孩子。我女儿早就不知道被他们卖到哪里去了。我一怒之下把他们5个全部都杀了之后，打了110，让执法人员过来解救这些漂亮，然后我便开始了长达2年的逃亡生活。今天看了道长的直播，于是我决定自首。沈雪看完视频后点开评论区，叮咚，川岛积分累积60万，系统给我来6次黄金抽奖，抽奖获得这么多，为了不睡时间，请各位暂停观看。这蟠桃种子要是西王母的蟠桃，那不是赚了，吃了能长生不老，算是真的有。3000年一熟，老子都不知道轮回几次了。林寒在菜园的空地上用领土将种子埋下。这时候林寒的直播间内都在讨论李峰的事情。道长，你太神了，有人被你感悟了。我已经问过律师了，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应该是不会判太重的。刚刚我也刷到视频，据我了解，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刑期应该不会超过3年。超级火箭成2。诸位请放心，我们律所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情了，将会免费为其辩护，刑期一定不会超过3年，甚至1-2年就可以出来了。关个1-2年倒是没啥，如果他能够找到女儿的话，他们家肯定很幸福。那哥们不是发了照片吗？大家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周边有没有买来的可爱的动物。话说能不能请道长出手？道长那么厉害，找个小孩子不是挥挥手的事情吗？直播的铁粉竟然第一时间把希望寄托在林寒身上。大海捞针的事情我可不行，不过若是有那个女孩的衣物或者是毛发，频道倒是可以试一试。我就说以道长的仙法，找个人不是随随便便吗？只能够让女孩的家人找一找有没有之前穿戴过的衣物，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效果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不会吧，不会真的有人相信一件衣服1根头发能找到人吧？我看这个道士就是在蹭热度。不好意思，道长不需要蹭热度，道长就是热度。道长，我认识那个女孩的妈妈，她是我朋友的同事。我已经给你发了私信，上面是我的地址，你把东西快递过来给我就行。道长，我们要进山去找你吗？美美已经等不及了，准备连夜就出发。这会马上到晚上了，你们进山不安全，你们到离这最近的平安县城，我明天早上就出山去找你们。说完后，林寒就下播了。他不知有很多无良媒体也在很多平台发布了攻击林寒的文章。第2天，林寒又积累了20积分。系统给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送子龙凤丹，女性服用此丹药可孕育龙凤胎，男性切莫服用。阴神符，一次性用品，使用者可以进入阴神状态，持续2小时，可随时随地解除。好了，我们出发平安县。系统取出神行符，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张神行符，用过之后，神行符燃烧殆尽。这速度也太快了，如果配合上凌波微步全力奔跑的话，速度恐怕可以达到1半音速。这要是去参加奥运会，那不是稳拿冠军？林寒全力施展凌波微步，只见一道残影在山林之中穿梭。原本5个小时的路程，只花了2分半就赶到。来到酒店门口，就看到一群粉丝在等着。粉丝们很自觉的没有过去打扰。道长，我是李雅竹，但没想到道长本人竟然比直播间里面还要帅得多。道长，你真的能帮我找到女儿吗？你放心，我肯定会尽力而为的。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有准备吗？有。说完，拿出小孩的衣物递了过去。林寒接过手中的衣服，闻了闻啊，还好有气息。千里追踪树开。嘿嘿，找到你了，既然是施法，那肯定要做样子，不然别人真的说我在修仙。林寒掏出一张自己随便画的符，直接丢了出去，空中的平安符立刻烧了起来。果然厉害呀，那张符居然自己燃起来了，我觉得很有希望找到小女孩。道长不愧是道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不要担心，我已经知道他在哪里了。道长，你真的找到妞妞了吗？她在哪里？我已经大致算出她的位置，离我们100多公里，应该在隔壁的安溪市。叫辆车，我们一起去找。道长，我是平安大酒店的老板，也是你的忠实粉丝，就坐我的车去找吧，叫辆车也怪麻烦的。道长，我开的 GT 速度特别快，坐我的车吧。你 GT 座位都不够，凑什么热闹呀？我开的50宏光，道长不如坐我的车。好了，大家不要吵，救人要紧，我坐老板的车就行。1小时后，林寒没有让其他粉丝跟过来，几人来到一个房子门口，旁边还有个小女孩在洗碗。孙寒没看到孩子的模样，立马冲过去抱着。妞妞真的是我的妞妞，这还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简直就是神仙手段！道长快教我修仙。这几年这女孩肯定过得很不好，你们看到她手上的淤青没有？而且还在洗碗。对不起，是妈妈来晚了。你是妈妈吗？为什么不要我了？对不起，是妈妈的错。你们是谁？你在干什么？快放开我女儿！这是我的女儿，要不是你们，她也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这时村妇女心虚连忙说道：胡说八道！你们赶紧滚，不然我让你们走不出我们村子。让我们把她带走，我们可以不跟你一般计较，不然的话，涉嫌拐卖漂亮，你已经犯法了，知道吗？你吓唬谁呢？你们赶紧滚，不然我要叫乡亲们帮忙了，到时候你们就不一定能够走出去了。果不其然，
这时候周围突然来了很多同村的人。外乡人赶紧滚！我们村不欢迎你们！气死我了！这些人太坏了，这光天化日之下的，还想要杀人不成？道长赶紧施展法术，把他们打残就好了，千万不要打死。道长，要不然花点钱看能不能息事宁人吧，不然的话恐怕有点麻烦。妞妞是我的孩子，你们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们，只要让我带妞妞离开。把人带走，想都别想！老娘养了他那么多年，你说带走就带。他走了，谁留下来给我干活？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妞妞带走。局势莫慌，不会有事的。再过2分钟，我请的天兵天将就要到了。大家莫慌，咱们道长可是修仙的，对付这群土鸡瓦狗，那不就是挥挥手的事情吗？就是道长可是连熊都可以拍飞的男人，各位淡定。就在村民准备动手时，后面响起警声。你看我的天兵天将到了吧？原来道长你早就算到会有执法队的人过来，难怪那么淡定。那名彪悍女子眼看情势不妙，连忙哭喊道：“你们终于来了呀！快来主持公道！这几个外乡人要来偷我家漂亮，大白天的明目张胆呀！快把他们抓回去！”有什么话到警署说吧。你涉嫌拐卖漂亮，现在被逮捕了。叮咚！恭喜宿主累计120万传到积分。看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居然获得这么多积分。各位网友看到事情解决后，直播间的礼物都没有停止。大家不要再送礼物了。这件事对于频道来说，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道长，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乐意刷礼物。小爷有钱不行呀，我们刷礼物的就是这么赚，难道拽犯法吗？这么不科学的事情，在道长的眼里，原来只是举手之劳。其实我们道场是提倡科学修仙的。林寒确实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关闭了直播间的打赏功能。我靠，不是吧，道长，你玩真的呀？道长真没必要，我们送礼物都只是一片心意而已。说的没错，那些扭腰扭屁股的擦边球都有人送几百万礼物，道长你收点礼物不过分的，道长真没必要，我们送礼物都只是一片心意而已。解决事情后，林寒坐天海车去帽子叔叔那边做笔录。童子姐，给我来个白金抽奖。消耗1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金光神咒。金光神咒已修炼至入门境界，若想精进，还请宿主多加修炼。再来2发黄金抽奖。消耗200万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寻龙诀、神行符。有点坑爹啊！又是这种一次性用品，这个寻龙诀我又不找目的拿来干嘛？道长，其实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不知道。居士客气了，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就行。若能帮得上忙，频道自然会尽力相帮。道长是这样的，我和妻子结婚已经10多年，只是至今未有子女，我们都去医院检查过，双方都很正常呀。可是努力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林寒递了今天早上抽中龙凤丸过去，1颗牛黄解毒丸，去上火的，别问太多。回去之后让你夫人服下就可以了，一切尽在不言中。道长赠药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该如何报答？对道长这样的高人来说，如果给钱岂不是在侮辱他？可是我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呀。对了，道长，你不是准备修缮一下道观吗？刚好我认识一些施工队，要不然这件事情就让我来帮你吧。居士有心了，不过这件事情频道一个人能解决。再说了，频道的道观在深山老林里面，道路都不通，哪有什么施工队愿意过来的？道长，这个你放心，只要你同意，只要不在太空上都给你安排。如果你有心帮忙的话，倒是可以帮我购买一些建筑材料。这个简单，一定得道长买最顶级的材料，道长还得给我个地址，我叫人把东西运进去。那倒用不着那么麻烦，你找个仓库放着这些材料，我自然有办法。你们说道长会不会有一个空间戒指，可以装下一大堆东西的那种？随后林寒做完笔录，对彪悍女子也审讯完成。队长一行出门刚好碰到林寒。队长，你们这么着急干嘛？是又有任务吗？刚才审讯又发现一个拐卖团伙，现在准备出警，是否需要频道帮忙？不用，道长你先进里面等着，等会请你吃庆功宴。都别动，举起手来。房间内一个人影都没有，怎么回事？人呢？从这个房间痕迹来看，应该是刚走2天。2天，人都跑到天边去了，这还抓个锤子？现在有了线索，居然还丢了。队长，要不然请道长出手。也只能这样了。刚跟道长说完，不用他出手，这不是妥妥的打脸吗？不过现在也顾不得面子了，抓住他们才是重点。如果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会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刘冰打电话给林寒，喂，道长，出事了。随后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林寒。局势莫急，频道这就过去。道长，坐我的车过去吧，我的车速度比较快。不用了，你们且在这里等着，频道去就会。我操，道长人去哪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突然消失了？道长果然牛掰，这肯定是某种隐身的仙术。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抓罪犯那不是手到擒来。林寒贴上隐身符加神行符，不到2分半就来到现场。贴隐身符主要是怕别人看到以为有神仙。大家别着急，频道有办法找到他们。林寒突然出现，把执法队的人吓了一大跳。道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莫非道长还会闪现不成？好吧，他真的会闪现，好像也不奇怪。哎，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道长，这里面都是一些垃圾，你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线索肯定有的，就是你们不会注意细节。林寒从地上捡起一根的头发，
用黄纸将头发包住，只见黄色的符纸不自然，顷刻之间便变为飞灰。频道已找到他们的位置，在哪？莫慌，频道去就回。说完，林寒走出房间。等执法队的人反应过来之后，林寒早已经不见踪影。一个已经废弃的破旧厂房楼下，道长，你终于开播了，你知不知道？我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大家理解一下，刚才道士哥哥在警署里面，肯定是不方便直播的。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其实李峰之前在安南市杀了那几个人贩子，并非是拐卖妞妞的真凶，拐卖妞妞的其实是另一个人贩子团伙，在安溪市已经逍遥法外很久了。卧槽，那岂不是说那英雄报仇报错了？哪有什么报仇报错？就算他们不是拐卖妞妞的人，但也破坏了其他人的家庭，一样很可恶。说得对，只要是人贩子都该死，就是可惜真凶还逍遥法外，真是气死人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逍遥一时，但是逍遥不了一世。频道现在已经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这个人贩子团伙就躲在前面的仓库里面，大家别急，频道这就让他们伏法。道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要不然还是让执法队的人来吧，我怕他们手里面有武器。林寒站在破旧仓库的大门外，里面的人听着，你们的已经被包围了，现在放下手里的武器，双手抱头，一个个走出来。卧槽，道长，你这是一个人包围一个犯罪团伙？道长，咱们好歹搞个作战方案吧，这样看起来专业一点。相信道长的本事，对方几个人贩子肯定是手到擒来。现在怎么办？才来这里2天，怎么会被执法队盯上的？他们肯定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外面可能有几十条枪。赶紧双手抱头出来，要不然子弹。别开枪，我们这就出来。紧接着，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只见7个人双手抱头从里面走出来。我的乖乖，这些人那么蠢的吗？道长牛逼呀，实在是太秀了。老大，执法队的人在哪？我哪知道，说不定就在附近蹲着。小心一点，不要被爆头了。哈哈哈，笑死我了！这几个人贩子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没想到道长还有当影帝的天赋。臭道士，执法队的人在哪里？哪来的执法队？就频道一个人而已。那刚才是谁喊的？让我们爆头出来！这里就频道一个人，自然是频道喊的。一群人震惊。什么？臭道士，你这么敢耍我？靠！给我干死他！两人手里面直接拿着2把猎枪，枪口直接对准着林寒。既然如此，频道也不客气了。只见林寒不慌不忙，径直朝他们走过去。道长，求求你稳一点吧，我真的看着胆战心惊。道长，你不要再秀了。臭道士，我看你是活腻了。树子，你敢谩骂我臭频道，坏我道心，本会就有你好受的。这1枚硬币，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 TM 以为自己是燕双鹰了？去死吧！林寒轻松一闪，子弹从他旁边飞过。频道说话算话，这1块钱硬币是你的了。只见那一颗硬币犹如子弹一样直接嵌入大腿当中。卧槽，道长牛逼，真的连子弹都能躲得过去。道长教我躲子弹的先法。我擦，硬币威力都那么大，还说不是休闲。好了，频道不跟你们玩了，该结束了。2分钟后，道长，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放过我一马。频道若是放过你们，那谁来放过那些被你们拐卖的孩子？道长，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您慈悲为怀，不是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你还挺有文化的，可惜你搞错对象了。频道是个道士，不信佛的。说完，来到他身边，伸出手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拍，一掌下去把他另一只胳膊也卸掉。为了被你们拐卖过的小可爱，频道就断你们一双胳膊，不要挣扎，很快的。救命！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千万不能做违法乱纪、丧尽天良的事情。看这些贩子，终究还是遭到报应了。那肯定是，人家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孩子。还有道长，求求你了，把打赏功能开一下吧，不刷礼物真的好难受啊，浑身都不舒服。那好，我把打赏功能打开，不过在我的直播间内禁止未成年人和学生打赏。林寒开启直播间的打赏，满屏鬼都在。对于收到的礼物收入，频道决定拿出1半，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建学校。很快，帽子叔叔就来到现场。感谢道长帮忙。道长，你怎么跑得这么快？我们开警车都追不上你。频道的脚步确实要比平常人快上一些，刚才下手没个轻重，应该问题不大吧？不大，这几个人贩子围攻道长你一个人，道长你反击很正常，这属于正当防卫。这时，直播间传来消息。作为主播超级火箭 X10，道长，我已经赶到安溪市了，能不能见您一面，聊一下金荒药的事情？作为主播航空母舰 X10，道长，我也来了，马上就快要到了。一下子忘记，等会就给你们寄过去。希望我们约定的事情你们不会忘记。我们一定做到。哎也是。叮咚，宿主获得110万积分，直接来一发白金抽奖。消耗1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叮咚。获得玄门武术名字篇，已修行至入门境界。若想精进，还请宿主多加努力。玄门武术现在已经获得其中2篇，系统再来一发黄金抽奖。消耗1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返魂香。
这个相当于从阎王爷手里面抢人。看完奖励之后，林寒将金疮药交给同堂和木堂后4人来到街上，走了没几步之后，一个小女孩从街角跑出来，刚好。哎呀，叔叔不好意思，哇，叔叔你长得好帅。小朋友，以后走路要小心一点。好的，叔叔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小姨还是单身。小女孩想了想，又抓了抓脑袋。不行不行，叔叔你长得这么帅，我家小姨配不上你。却发现这个小女孩命堂有些晦暗。这是血光之兆，这么可爱的小女孩，贫道保定了。小朋友，叔叔送你点东西吧。只见林寒拿出一个平安符，把它戴在小女孩的脖子上。王海一看不由得有些羡慕。像道长这样的世外高人拿出来的指定都是好东西，这个平安符肯定真的保平安。听叔叔的话，这个一定不能摘下来。小女孩点了点头，然后就走了。我怎么感觉道长送她平安符恐怕别有用意？道长的平安符肯定非常有效，我也想求一个。道长，卖不卖平安符？多少钱都买。虽然玄门武术山字篇就记载有符道修行之术，但现在还处于入门境界，画出来的平安符估计效果不大，不像系统抽奖获得的平安符，那是真正可以保命的东西。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画一些平安符，到时候免费送给大家。道长，到时候能不能也送我一个？当然没问题，到时候都给你们安排上。道长，不好了！2小时前有辆客车失控沉入河底，数十名旅客无一人生还。可能是客车司机疲劳驾驶，当时很多人都看到这辆车撞入河里，可惜来不及营救。听说医生来的时候，已经全部都没心跳了。好像是在平安县地界。咦，道长不就是在平安县吗？要是道长当时在场就好了，说不定以道长的能力还可以救上几个人。道长是很厉害，但是也不要神化道长呀。现在还不到2个小时，说不定可以试试那件东西，毕竟几十条人命呢。王海，你在平安县人脉比较广，打电话问一下这些人在哪里。王海掏出电话，跟对方沟通几分钟，立马确定了位置。已经确定位置，道长他们现在还在医院。好，立马送我去医院。道长，你此番前去，可是要为他们超度。正是如此，总不能说我要跟阎王爷抢人吧？佩服，道长真是慈悲为怀。医院，林寒让王海动用关系将家属赶出去，林寒则在一旁打坐念着经文，旁边插着回魂香。道长，我咋感觉有些凉凉的感觉？王莽，你怕不怕？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我又没受我害，卧槽鬼啊！有人诈尸了！卧槽，妈妈我怕湿了，别吓我，我胆小，我尿了，我真的尿了。瞎叫什么呀？看清楚点，那是个人，不是鬼，地上有影子。可是他们不是嘎了吗？为什么又坐了起来？道长，怎么回事啊？难道是道长你用法术把他们全都复活了？复活这种东西也太不科学了吧！早就说过了，不要在道长的直播间提科学。现在这种情况，用科学怎么解释？这件事打死都不能认，不然就解释不清楚了。这件事和贫道没有关系。刚才贫道真的是在超度，谁知道超度一半，他们就爬起来了。这难道是传说当中的尸变？道长，你有没有准备黑驴蹄子还有黑狗血？还是让贫道来给你们一个科学的解释吧。贫道曾经在一本古籍上面看到过这样一种记载，就是当人在溺水的时候，人体会自动开启自我保护机制，陷入一种假死状态。在我们医学上面，确实有一种假死的状态，这件事情是挺科学的。不是吧？你们这群傻白甜还真信啊！这件事一看就和道长脱不了关系。贫道也有些乏了，还是回酒店休息吧。3人此刻还心有余悸。道长，能不能跟你买一个平安符？我出100万。还有我，道长，你要是不给我个平安符，我今晚指定睡不着啊！林寒随手掏出自己写3张平安符，送给了他们3个。第2天，林寒将王海准备好的建筑材料装到系统空间，就回到道观。老板，仓库招贼了呀，东西全被搬空了。老王头，你是不是没睡醒？上千吨的材料，哪个贼能一晚上搬空？老板真的被搬空了，我都扇自己好几个耳光了，疼得要死，没有做梦。等等，莫非是道长？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千万不要报警，你回去睡觉吧，没你的事了。各位朋友，今天就带你们来山里直播1天吧。道长，感觉你的憨憨又长大了一些，变得更威武了。这时旁边传来声音：道长有金钱豹，快跑！道长可是修仙的，会怕这种小卡拉米吗？这个豹子是1级保护动物，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也许是一种祥瑞。今天在这里见到金钱豹的各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都会财运亨通。真的吗，道长？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反正我信了，我已经把头像和名字都改成金钱豹了。当然是假的，不过是贫道给大家开的一个小小玩笑。话刚说完，道长，我是沈雪呀，现在有好多品牌都想要找你代言，开出的价格都很高，普遍都在几百上千万。我把这些代言都给您发过去，道长您自己做决定吧。这金钱豹真的准呀！你看道长刚才才遇到，现在就有代言送钱上门。贫道不过是开的玩笑话，各位要相信科学，切莫迷信。我擦，真的财运来了！刚才主管打电话告诉我，拖了3个月的部门奖金发下来了。哇哇哇！刚才我也接到，我下个月薪水涨了。好家伙，我这就换上金钱豹头像。道长，跟你说件事情，
新博那边的曹总想要邀请你过去开通个人博，并且还愿意出1000万。道长，今天我们平台不参与分成，全都归您。既然对方诚心邀请的话，那等频道找个时间去开通一下，你们平台该分多少钱就分多少钱。这时，一个阿婆正往林寒方向走过来，正是林寒山下的村女。一人一熊来到他身边。阿婆别怕，他不会伤人的。阿婆，你一个人进山很危险的，是有什么事情吗？你可是老神仙的弟子？对呀，小时候师傅还带我见过您呢。我来找你师傅的，老神仙可在道观当中？我师傅在1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现在道观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老神仙不在，我那孙儿没救了。老奶奶叫道长师傅神仙，该不是道士师傅飞升了吧？他师傅又是何等恐怖人物？道长师傅这么厉害都羽化了，果然这世界不存在长生不老之法。老师傅不在了，这不还有我们道长吗？我们道长可是修仙的。阿婆，您孙儿是怎么了吗？师傅也教了我一点本事，也许我能帮你。我孙儿就是中邪了，一直昏迷不醒，还说胡话。阿婆，你先不用担心，我跟你回去看看。阿婆，你坐到憨憨背上，我带你下山。不一会，两人就来到家门口，还有几人在等着。你年纪那么大了，乱跑什么呀？这是山里念老神仙的徒弟，我把他请来，振儿的病有救了。妈，都这个节骨眼上，你能不能不要瞎搞？两位施主，不如就让贫道看一下令郎的病情。就连医院的医生都没办法，你看有什么用？就是医生都没有办法，所以贫道才有些许办法。这时旁边村长认出林寒，真的是道长，要是连道长都没有办法解决，估计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解决。看到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村官信誓旦旦的这样说。中年男子仿佛看到了希望。这位道长，那你快随我进来看一下。进到房间，只见男生嘴里还说着梦话。嘿嘿嘿，这些都是我的，代表正义消灭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跟贫道详细讲一讲。就在上周，学校突然出现一个学生昏迷，在随后的几天，陆续的有男生昏迷，已经有上100个男生都这样了，症状都是一样。现在县二中都已经休课了。我早就听说了，县二中下面原来是乱葬岗，诡异的很。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林寒掏出一张黄色符咒，丢在半空中，立刻便燃烧起来。随后林寒细念咒语，速速散去。只见躺在床上的男生额头上冒出一缕黑烟，迅速散去。我刚才没看错吧？从他额头上飘出来一缕黑烟，好家伙，难道真的是中邪？这也太不科学了。我已经录屏了，刚才这黑烟我们几百万人亲眼所见，看道长这下怎么赖账？黑烟被拍散之后，男生睁开眼，振儿，你怎么样了？我就是感觉睡了一觉，然后做了很多奇怪的梦，看样子应该已经没事了，就是身体还有些虚弱，调养一些日子，恢复下身体状态就好了。神仙啊，感谢道长救了我们家孩子，不然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这种事情既然被贫道碰到了，贫道自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老神仙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呀！道长，这个问题是不是学校建在乱葬岗造成的？这个倒是没什么，很多学校乃至部队都是建在乱葬岗上面的，和乱葬岗无关，咱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叫声：“道长，道长，救救我！”林寒来到外面，只见2个中年男子和2个执法人员。施主这么急，找贫道可有什么事情？道长，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学校！道长，一定要救救学生们！道长，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位施主，不要着急，慢慢说。道长，我们学校的事你也听说过了，现在不只是学生，有几个男老师同样昏迷不醒。各位莫慌，等今天晚上贫道去学校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从男生刚才昏迷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沾染了某种邪秽之物，否则不会如此。道长，那是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不急，等我先带观众朋友们抽个奖先。叮咚，恭喜宿主获得260万积分。系统来2次白金抽奖。消耗200万川岛积分，恭喜宿主获得金创药药方。还好这个药方都是常见药材，这个珍贵的药方还是交给国家。恭喜宿主获得渡魂经已逐渐至精通境界，勤加练习可达到圆满境界。剩下直接来6次黄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这么多，请自行观看。梁晨来到车上，道长，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什么？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还是要相信科学。真的假的？道长，你该不会是想忽悠我吧？那刚刚你在直播间捻燃符纸怎么解释？像刚刚这样奇怪的现象，只是科学现在还不够发达，一时间难以解释的。而碰巧我们道教的一些传承，可以医治这些情况。总而言之，我们道教知识也是有科学的部分。难道他就看不出来，道长纯粹就是在忽悠吗？忽悠道长上线，各种强行科学，欺骗一个单纯的美女，良心在哪里？道德在哪里？联系方式又在哪里？叶离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不对呀，道长，你这说的跟没说一样。众人来到校内。道长，要不然我还是多叫几个人手过来吧，我怕一会应付不了啊。道长等等，我跟你一起进去，我还真就不信了，还真能有恐怖的东西不成？我也要进去，我是校长，
责无旁贷。道长，你不用担心，我身上阳气重，就算真的有恐怖的东西，也不敢近我的身。其实女恐怖最喜欢吸的就是阳气重的男人。道长，你别开玩笑啊！怂了怂了，他开始怂了。我怎么感觉我床头有人？来个人和我一起上厕所。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几条绳索从背后飞来，直接叶离三人捆住。什么人？哎呦，没想到你这个道士还真有点本事，居然连我的捆先生都拿你没办法。道长，快把这只女恐怖就地正法！卧槽，原来女恐怖长得这么好看，倩女幽魂承不起我。你才是女恐怖，你全家都是女鬼。我叫做穆琪琪，是来帮你们抓恐怖的。你到底是来抓人还是抓恐怖？他们几个进去也是添乱，让他们老实待在这里不好吗？好像也是。莫非这个好看的小姐姐也是修仙的？不过这妹子长得好漂亮，道长帮我问问联系方式。你旁边刚出现的背影是什么情况？这是我师兄陆小佳，他说高手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用后脑勺对着别人。师妹，这话你怎么能当着别人面说出来？你们就当我啥都没说哈，你们啥都没听见哈。你叫做林寒对吧？这里有我们神调局就够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贫道就在旁边看着，或许有帮忙的地方也说不定。那随便你。这时候陆小佳才转过头来，阁下一个外国人中文竟然说得这么好。什么玩意？老子特么是华夏人，中文当然说得好，这是练功晒黑的。不好意思啊，属实是贫道眼拙了。没关系，你不是第一个认错的。林寒关闭直播间，三人一起来到操场中间，魂魄不断的涌现，很快聚拢成一个漂浮的人形。红裙女子手中立马甩出一条绳索，便将这个魂魄拍散。怎么样，本小姐厉不厉害？厉害，你看她后面。只见成百上千的魂魄漂浮了起来。小道长，别怕，都是低级的小可爱，看本姑娘怎么收拾他们。魂魄瞬间凝聚成几个小可爱。我擦，这么多！师兄你不要装逼了，赶紧过来帮忙。让你平时勤加练功你不听，连几个乙级小可爱都对付不了。师兄他们鬼太多了，我绳索不够用啊。看来本座终究不得不亲自出手，这货未免也太壮了。卧槽，刚刚是不是眼花了？看到有东西飘过去了。我不仅看到有东西飘过去，而却还是一个穿着古代的，真的有鬼，这太他妈妈恐怖了吧？不知道道长能不能顶得住？你开什么玩笑？道长是何许人也？不要说这些小鬼，怕是阎王爷见了他都得打招呼。背对着众古代人的陆小佳，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升，仿佛犹如熊熊烈焰一般。离他最近的古代人瞬间变成灰飞。烈阳神功。直播间内大家注意到校园内传出的火光，里面不会是起火了吧？不是来抓古代人的吗？怎么还点起火来了？刚才那一男一女是什么身份？我好像听他们说什么神调局。我倒是曾经听说过，据说是比国安局还要高一等级的存在，十分的神秘。我看比起道长来，还是要差一些。林小佳再次被鼓声，唱起歌来。无敌真寂寞，无敌真寂寞。这人抓古代人可能不是职业的，但可真是一个职业装逼犯。师兄你真厉害，小道士你不用害怕，有我们两个在，你肯定没事的。那贫道就多谢了。可是贫道感觉，真正让学生陷入昏迷的古代人，似乎并非是这些。你们这种庸人，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在林寒刚想接话的时候，突然间地面一阵颤抖。我怎么感觉像是地震了？在电视剧里面的，一般大 boss 登场的时候，地面上都会颤抖。这该不会是古代人造成的动静吧？这玩意要是动静这么大，那实力有多强？师妹莫慌，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见操场中间，浓烈的阴气夹杂着邪气，最终汇聚在一起。师兄，我觉得问题有点大。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敢来打扰本座的清修，还灭了我这么多的手下，那就一起留下来吧。看这个古代人身上的气息，不过就是千年修为罢了。师兄，你能对付得了他？陆小佳摇摇头。师妹，你先跑，师兄来给你断后。穆琪琪拔腿就准备开溜，看到林寒淡定站着。小道士，你是不是吓傻了？还愣在这里干嘛？赶紧跑呀！不用跑，贫道觉得可以以理服人，没必要打打杀杀。本来以为我师兄就已经脑子有大病了，没想到你这个看起来正常的小道士，病得更重。陆小佳和古代人交手不到3招，身上的熊熊火焰就已经被打散了一半。看到陆小佳坚持不住了，穆琪琪握紧拳头。小道长，赶紧跑，能不能活命看你造化了。捆仙绳朝着古代人的方向甩了出去，不自量力，身形一动，挥出一掌。师妹，你要是再不跑，咱俩真的就得都挂在这里了。不怕，师傅给我的保命宝贝我还没用呢。什么？老头子还给你保命的法宝？为什么我啥都没有？这个死老头子真偏心。古代人朝着两人飞过来，穆琪琪刚想掏出的宝贝，林寒一个闪身来到他们两个身前。小道士，你干嘛？赶紧回来！林寒施展金光神咒，直接将古代人撞飞。臭道士，你到底是什么人？贫道此番前来，只是想帮你入轮回，重头做人，免受这世间之苦。好大的口气，想要送我入轮回，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小道士，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贫道似乎从来没说过自己很弱，这一对师兄妹，至少在刚刚那么危急的情况之下，两人还能挡在前面，提醒我逃命，这一点，这就算是难得可贵了。怎么可能？这个金光居然比我的烈阳神功还要装逼，还要炫酷！
古代人感觉到林寒身上浮现的金光，对他有很强的压制作用。你们走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来打扰我清修。说得好，我们要以和为贵。走走走，我们马上就走。小道士，抓古代人什么的以后再说，先把命保住最重要。贫道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这就想要把我打发了？小道士，你别冲动，这古代人很强的。臭道士，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你敢骂我臭道士，想坏我当心，看来是逼着贫道使出杀手锏啊！林寒不断的甩出自己画符纸和一把桃木剑，朝着古代人劈砍而去。臭道士，你不要欺人太甚。贫道只不过是想帮你入轮回罢了，让你免受这世间之苦。还有你敢骂我臭道士，想坏我当心，看来是逼着贫道使出杀手锏啊！林寒拿出系统给的雷击符，甩出在半空之中，瞬间燃烧殆尽。呵，就这，你是来搞笑的吧？刀虫小技。古代人刚说完，天空瞬间要造雷霆之力本来就克制鬼物，还小看我。什么情况？我刚刚看到一道闪电劈下，然后就听到一道痛苦的嚎叫声。我知道了，肯定是道长召唤雷电，把古代人给劈死了。卧槽，道长那么牛逼的吗？道长可是修仙的，召唤雷电有什么好稀奇的？林寒甩出第2张雷击符。卧槽，还有，这他妈是什么手段？这也太酷了，风头全都被抢了。师兄，这道士也太强了吧！只见古代人此刻匍匐在空中，身上的气息十分的激烈。在如此恐怖的雷霆攻势之下，这个古代人竟然还未灰飞烟灭，千年修为确实不是闹着玩的。臭道士，你这是什么手段？贫道本来也不打算多管闲事，只可惜你为祸一方，留你不得。说完之后，林寒伸出手掌，渡魂经。这个道长是无数网友心中的神仙，被称为当代科学修仙第一人。但是无良的2道贩子来到他道观，他却要以茶水相待，只因他们手上有个包裹会时不时发出动物的叫声。更有修为千年的古代人，却被他一手量子科学修仙制服。随后他抬手，就有人要送他100万豪车和一套大别墅，只因为贫道念你并未伤人性命，此刻送你入轮回，重新投胎做人。在渡魂经的威力，古代人身体逐渐消失。这时候，一道淡金色的光芒突然涌入林寒体内。哦，这是功德，传说功德之力可以帮助修炼，更能提高气运。道长，你这是什么功法？也太强了吧！你难道是天级高手？天级高手？这是个什么玩意？贫道只是修习了一些简单的道门术法而已。你管召唤雷电叫做简单术法？这位道友，你刚才所用的可是道门的五雷正法。刚才应该是天气原因，那2道闪电和贫道并无关系啊。道长，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果然还是道门的东西比较炫酷，我觉得这玩意儿一点逼格都没有。没什么事，那贫道就先告辞了。等等，道友，不知可否有兴趣加入我们神调局？对，而且我们神调局待遇也非常好，你看我1个月都能够月薪10万，还包5险1金，还送京都2环1套大别墅。贫道平时自由散漫惯了，不喜欢加入什么组织。对了，那些昏迷的学生，我们可有办法救治？道友放心，这件事情本座自会处理。今日和2位有缘，送你们1瓶金疮药，剩下1瓶麻烦转交给你们的领导，顺便告诉他贫道有这个药的药方。小道长，这药有什么特别吗？治疗外伤特别好。穆琪琪立马将金疮药倒在伤口，伤口瞬间恢复。这个效果堪称逆天。陆小佳立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脸严肃地说道：“道长放心，我一定把这药还有话带给我们领导。”3人来到校门口，里面的妖魔鬼怪已经被本座清理干净，你们大可以放心了。太好了，感谢这位大侠。师兄，明明都是道长的功劳，你怎么能厚着脸皮这样讲？贫道其实也没出什么力，要不是你那2道从天而降的惊雷，我们恐怕都不一定能走得出来。此话一出，校长3人看向林寒的眼神更加不一般。原来是道长召唤来的，可是凡人怎么可能召唤雷电？莫非道长真是仙人不成？道长真乃在是仙人？贫道早就说过了，这件事情和贫道并无关系。刚才那2道落雷，不过只是天气原因罢了。我早就说过了，刚才那2道雷肯定是道场召唤过来的。连雷电都能召唤，那道场岂不是天下无敌了？什么天下无敌？我看就算是天上来的，那也不一定是道长的对手。要是能拜道长为师就好了，我也想修仙。各位哪有那么多修仙者，只是碰巧遇到雷电而已，所以大家要相信科学。第2天，林寒回到道馆，直播都在讨论李峰。道长，你知道李峰被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虽然是2年有期徒刑，不过只要在里面好好表现的话，1年出来也不是不可能呀。贫道早就说过，好人会有好报，大家平时还是要多做善事。林寒突然看向外面，似乎是有客人来了，随后用意念操控直播间来到外面。前面有个道观，老大，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在这山里面待了快1个月 ，TMD 吃干粮都快吃吐了，我们过去看看。 4人朝着林寒的道观走去。卧槽，这些家伙是什么人？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啊！他们身上都带着猎枪，该不会是山里的偷猎者吧？那他们来这里岂不是自投罗网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喜事一件接一件遇到道长，他们栽了。来者即是客，就让贫道好好招待他们一下吧。道长这一笑，我就知道接下来有好戏看了。道长小心一点啊，
如果真的是偷猎者，他们手段很残忍的。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道观前。我好老大，我听说住在深山里的道士都很邪门，厉害的紧要，不然我们别过去了。在这荒郊野岭的，又没有条子，连手机都没信号，一个臭道士有什么好怕的？这些人的长相都把坏人写在脸上了，我还是有点担忧道长的安危。你们这些人啊，就是杞人忧天，与其担心道长的安全，还不如想想今天中午该吃啥。道长等会轻一点哈，别把他们打死了，打到半死就行。各位居士，这山里面的路途崎岖，想必早已身心俱疲，不如在贫道的道观里面喝杯热茶。道士，你住在这个荒郊野岭的，难道半点不害怕？贫道平时行善积德，自有道祖保佑。呵，牛鼻子老道，什么道祖佛祖的，都不如我手里面这玩意儿管用。一伙人跟着林寒走进道观当中，发现有个人背的麻袋，还会动弹，时不时发出小动物的声音。臭道士，你这道观也太破了吧，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哪来那么多讲究？随便找个地方坐不就行了？道长，麻烦你帮我们弄一些茶水解渴了，如果有吃的话也拿一点。直播间的粉丝看到这一幕，肺都气炸了。还想吃饭？等会道长就送你们进去吃了牢饭。哈哈哈，听说监狱里面的3菜1汤伙食还不错呢。这样的吗？搞得我也想进去白吃白住一段时间了。还想白吃白住？做梦吧你！在监狱里面是要踩缝纫机的，不然就等着挨收拾吧。叮咚，是否开启直播隐身功能，便于更好的直播传导？开启隐身功能，消耗20万传导积分，激活直播间隐身功能。这玩意儿要花掉20万传导积分，你这简直就是在勉强啊！大家不用担心，已经派出行动小队，这时候正在赶往的途中。我觉得你们还是别来了，省这一会道长还得保护你们。就不要给道长添乱了，我相信道长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收拾了。要不然大家当做啥都没看到，直接让道长把他们埋在山里当肥料吧，刚好能废物利用一下。刚才我看直播了，如果没认错的话，这个偷猎团伙的老大应该是刘大刀，他是个 A 级通缉犯。根据资料说，曾经是一名外国部队的特种兵，在可可西里猎杀过上百头藏羚羊，并且在一次追捕当中还杀死了2个执法人员。那道长岂不是有危险？这些可全是杀人不眨眼的主。道长虽然神通广大，但手里面没有火器，万一一个不小心，那可就糟糕了。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刘大刀虽然凶恶，但未必就是道长的对手。此时道馆当中，林寒给他们每人准备一壶茶，茶水在眼前。既然是道长请客，那就麻烦道长先喝一杯。既然如此，那贫道先干了。看到林寒喝了茶，刘大刀几人立马痛快地喝了起来。这情况不太对呀，怎么感觉道长对他们这么客气？就是，直接把他们收拾了。大家莫慌，不要着急，都说先礼后兵，道长现在对他们有多客气，后面就有多残忍。这时一个人上完厕所跑回来，老大，你猜我看到啥了？3人如临大敌，迅速站起身。你看到什么了？难道是条子来了？不是，我看到对面竹林里有一只大熊猫，非常大非常大。我他喵的，我特么还以为条子来了。几人来到道观旁边的竹林，乖乖，这么大！老大，这玩意儿这么大，那得值多少钱呀？这么大只的熊猫根本就没办法弄出去，这玩意儿太大了，而且太招摇，也不好找买家。也对，反正我们这一次的收获也够我们吃大半辈子了。看来带子的动物恐怕不简单，绝对是非常珍贵的野生动物。那倒是，恐怕是猜到我们的身份，要不要？这还用问吗？老规矩。好嘞。瘦猴正准备回去把林寒咔嚓，后面突然传来地面老大救我！一人已经被熊放倒在地上，熊朝他们轰叫。我操，这是什么情况？这头熊他喵疯了吧？我们一起拿枪把他解决掉，不然我们都要被弄死在这。我操，这些人不讲武德，居然掏家伙了！这下可不妙，憨憨虽然厉害，但肯定挡不住子弹呀。道长，你快点出手啊！你再不出手，憨憨就要被打成马蜂窝了。电倒在他们面前，有话可以好好说，没必要动刀动枪的。臭道士，把你的脚从我兄弟脸上挪开！哦，不好意思啊，贫道刚刚没注意。什么没注意？我看道长肯定是故意的。道长真坏，不过我好喜欢，先给这个偷猎团伙点上一手凉凉。老大，这个道士好像是凭空出现的，我是不是眼花了？怕什么？只是他用的障眼法而已。道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只熊猫是贫道养的，可能是碰到生人，一时间过于热情了，这才想要跟你们来一个亲密接触。神他妈亲密接触，这玩意儿来一个亲密接触，骨头都得断掉好几根。这位道长，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把那受伤的兄弟交给我，我们这就离开。老大，就这样放过他，我就不信这道士能挡得住我的枪。闭嘴！他一个人面对我们2条香蕉，还如此淡定，肯定不简单。好说好说，贫道一向好说话，只要你们把刚刚的茶水钱结一下，就可以离开了。刘大刀掏出一块黄金丢了过去。我没有带现金，这块黄金就当是付给道长的茶水钱了。现在可以把人给我们带走了吧？刚才贫道给你们煮的茶水，用的茶叶乃是千年大红袍，我们道馆的传家之宝。之前有个大老板开价1000万，我都没买，现在都好给你们喝了，我也不会为难你们，给个1000万就了事了。哪个大老板那么傻叉，花1000万买你那破茶叶？千年大袍，连瞎话都这么不走心。我就说刚刚道长对他们越客气，后面就越惨。可惜我刚才不在，不然非给他们家一炮童子尿不可。我这一炮童子尿价值100万。道长如此说，看来是没得商量了，动手。
只见林寒轻描淡写的伸出右手，竟然凭空抓住了子弹。随后只见他松开手掌，只见掌心之中一颗子弹出现其中。贫道早就说过了，不要动刀动枪，对你们没好处。空手接子弹，这还是人吗？看到没有，空手接子弹，这就是我们道长的实力。按理来说这不科学，不过这是在道场直播间，去他喵的科学！什么科学啊？总有一些人啊，打着科学的幌子在修仙。道长，刚才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不就是1000万吗？我现在就去给你取钱。还要去取钱，那就是没钱喽。你这是在消遣贫道啊！林寒手掌一挥，刚才的子弹飞出，直接击穿刘大刀的大腿。林寒一个闪身，随后几个躺在地上。道长，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为何加害于我们？你残害了多少珍惜的野生动物？可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报应？我不过就是杀几只动物而已，你敢说道长你从来不杀生？藏羚羊老虎是生命，难道鸡鸭鹅猪羊狗就不是生命了？你敢说你没杀过人？刚才还准备要把贫道灭口，韩上下手轻重，给他们留口处。林寒解决完刘大刀，将刚刚的袋子解开后，发现里面有2个小老虎、骨头和一些树苗。华南虎头猿，2端，四肢粗大有力，尾巴较长。一山是300万年前第4纪冰川后残留下来的植物，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非常的稀少。2只小老虎看到骨头，竟然流下了眼泪。2个小家伙好可怜，这么小就失去了妈妈，肯定是知道发生了什么，否则不会掉眼泪。道长，我看不如就把这2只小家伙一起养了吧，长大了肯定是万兽之王。这也不是贫道想养就能养的呀，还是看看有关部门怎么说吧。林寒转头看向刘大刀，你们还真挺有本事的。华南虎都宣告灭绝了，还能被你们找到，还有这些银神树，也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在这山里面蹲了2个月，本来打算干完这一票赚够钱，老子就金盆洗手，万万没想到居然栽在你的手里。这可怪不得贫道啊，是你们先动的手，贫道只是正当防卫。道长，我看你不如放了我们，我瑞土银行还有几千万丑金的存款，我钱都给你，只求一条生路。好家伙，果然最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瑞土银行的账户密码念一遍，我记一下。大刀随后将秘密告诉林寒，我现在就蹲在瑞土银行门口，万万没想到道长竟然把直播间的声音关了。账号密码已经给你了，可以放我们走了吧？我没问题，但是他放不放你们走，贫道就不知道了。刘大刀转头看到这只犹如小山一般的熊猫，臭道士，你不讲信用！你知道上一个骂我臭道士的在哪吗？况且贫道一向都是一诺千金的。韩寒，我刚才有答应要放过他吗？憨憨连忙疯狂摇头。马德被耍了，臭道士，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巧，贫道最擅长的就是抓鬼。随后执法队将他们一行人抓走，由于2只老虎不愿意离开，留着在道观。2位还打算藏到什么时候？为何不现身一见？嘿，小伙子不错，竟然能发现老夫。这个老头身上的气息不简单，还是先以礼相待。不知道2位来贫道的道观，所谓何事？小伙子，你这个金疮药效果还真是不错，听说你有药方。 2位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神调局的贺老，是我拜托他带我来找你的。我叫做夏东来，是华夏国药的董事长。听说小兄弟有这种神药的药方，不知道药材用的可复杂。这个药材都极其常见，制作方法简单，完全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就是不知道你们拿到药方之后要怎么做。我们会列为国家1级保密药方，降低药效之后以亲民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卖，而原版本的话将会提供给部队以及其他特殊部门。道长，这个药方可否交给我们华夏国药？先给你2000万，以后利润3/7分成。贫道可不是为了钱，这张就是药方，你们拿去用吧。接过药方后，2人一起观看。创造这个药方的人真乃大才，虽然都是极其常见的药物，通过严格的比例制作之后，竟有如此神奇的效果。既然2位已经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便离开吧，贫道就不留你们吃饭了。小家伙，我再多嘴一句，你是不是觉醒了雷电异能？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雷电异能？好家伙，莫非这世上真有超能力者？那有没有奥特曼？我半夜起床的时候摸被子会发光，莫非我也是异能者？那玩意儿是静电，你个憨憨！这时林寒关闭直播间声音。道长你不讲武德，关键时刻你又关声音，等着瞧吧，等下道长出来又要说让我们相信科学了。啊，道长这个套路早已经被我们摸得一清二楚。贫道只不过是从小在山里面跟随师傅，简简单单的学了一些东西而已。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确实和贫道无关，那2道闪电应该只是天气原因罢了。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你相信科学，不过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修为，想必你师傅也是一个世外高人，不知尊师的道号。我师傅他道号不提也罢，有什么事直接说吧。不知道小道长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神调局？在这里你能够得到的修炼资源，绝非其他地方可比。不用了，贫道自由自在惯了，实在不想受到什么约束。不过贫道有一个疑惑，天级是什么意思？异能者是按照天地甲乙的境界划分。那天级之上是什么？这个很难解释，以后你就知道了。这老头不实在，还跟我卖关子。2人走后，林寒打开系统抽奖。小号1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小号1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寻宝术，恭喜宿主获得玄门武术祥字篇，以自动修炼至登堂境界。若想精进，还请齐家修炼。看完系统奖励后，林寒看到2只老虎在打架。贫道觉得有必要给他们取个名字，不如就叫做常威和来福，一个愿挨一个愿打。不愧是道士哥哥，真有文化呀，太喜欢了。楼上的，你不能因为道长长得帅，你就搁这硬吹呀。蓝星客直播间内正在卖着道长同款道袍，只见直播当中的女主播有些无奈的说道：“没了，大家一定要理智消费，这件道袍现在真的卖不了，真的没货了。”
道长同款鞋子什么时候上架？我要买10双。你说鞋子现在预售都还没开始呢。兄弟们，这就是道长代言的品牌，大家尽管狠狠买。蓝星客我看行，他们家鞋子200块钱，我穿3年的还没坏，品质绝对有保障。我是要来买道长同款道袍的，赶紧上链接。我也是，我眼馋道长那件道袍很久了。不会吧，不会真有人以为穿上道袍就跟道长一样帅了吧？你管我帅不帅，老子买来珍藏。鞋子跟道袍一上预售，瞬间被抢光，当天晚上销售量就上千万。卧槽，你们这些人动作也太快了吧！这才多久就全被抢光了？赶紧把你们的羽绒服挂出来，我先买1件穿。离谱！现在大夏天的，你要买羽绒服？这时林寒直播间内，沈雪发来消息：道长，基金会基本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这段时间第1所小学就可以动工，只不过基金会还需要人来管理，不知道道长您的想法？贫道不过这是初中学历，像管理基金会这种事情，我看不如就沈总你来负责这个基金会吧。你作为鲨鱼的内部人员，资金调度啥的也比较方便。道长，既然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就先暂时管理这个基金会，等有合适的人选，再让别人来管理吧。那贫道就在这歇过了。这时候直播间的镜头锁定在憨憨身上，只见憨憨在一旁守着一堆柴。果然呀，2只小老虎来了，憨憨就失宠了。震惊！某华夏国宝竟然沦为保姆，这可是咱们华夏的国宝大熊猫，道长竟然叫他去砍柴，最关键的是他居然听话了。你们没看到憨憨最近胖了很多吗？这就是缺乏运动的结果。贫道这是在帮助他减肥啊。憨憨面对着镜头，然后伸熊掌朝着镜头竖起中指。你们看到了没？他在朝我们竖中指，这只熊猫真的成精了。这也太嚣张了吧！就算是国宝大熊猫，我也要揍他一顿。你们想象力可真丰富，憨憨不过随便比划了一下，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你们就是太浮躁。接下来给你们念一下清心咒。此时一个美女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最喜欢看这些了，现在觉得特没劲。算了，我还是去道长直播间吧。晴天宝宝，我也要走了。自从看了道长的直播之后，在下已经看破红尘，没有了世俗的欲望。今天还特地穿了性感的妆，结果你们这些人居然说我没劲，跑去看一个道士念经。第2天，贫道在道观当中从小跟随师傅学了一些相术，现在闲来无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道长快看看我，小时候有个老先生说我长大以后必定黄袍加身，每顿大鱼大肉。楼上的，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现在肯定是黄袍加身在送外卖。直播间人实在太多了，贫道只能随机挑选了。林寒随机连上一个。道长你好，我就试一试，没想到真的连上了。这位居士你好，不妨报一下名字还有出生日期。女生随后告诉林寒信息。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姑娘你应该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你3岁的时候有一个升喜节，是你母亲替你挡了。随后又告诉女生一些其他事情，又要 MS 看了几个人，直到连上一个在国内某个核电站的副站长。贫道看到你有血光之灾，应当和你的工作有关。不会吧？难道是核电站要爆炸了？贫道可没有说你们的核电站会出问题。你最近是不是有离开国内的准备？道长你怎么知道？下周我要去出差，考察岛国的福岛核电站。莫非道长你说的是？贫道什么都没说，只是你自己说的哈。贫道言尽于此，居士你自己看着办吧。道长你既然这样说了，那我肯定打喜都不去，我还让上面取消这次活动。这时小日子看到林寒直播的信息，巴嘎亚路，这个华夏人大胆地坏，居然说我们岛国的核电站要爆炸，简直可笑！满嘴跑火车的江湖骗子，我倒要看看我们国家的核电站什么时候爆炸。可我听说这个华夏人很有本事，是华夏的仙人。什么仙人？我看他就是江湖骗子。要是日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事故，我将剖腹自尽。林寒来到门口，看到旁边草丛有个动物的身影，林寒来到他身边。这种动物，你们在动物园恐怕还真没见过。我的天，好可爱呀！这是什么猫咪？也太好看了吧！还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动物。这种动物叫做兔狲，这其实一种小型的猫科动物。看它这个样子，应该是太久没进食了，或者可能患有弓形虫病。道长，你快点给它准备点吃的，别把我们家小兔狲给饿坏了。林寒取出简化版的兽灵丹混合灵气水，喂给它喝。只见喝完水的兔狲脸上痛苦的表情瞬间消失，突然间变得生龙活虎。卧槽，这是什么情况？这只兔狲怎么突然间从病秧子变成壮汉了？不会吧，不会吧！有人真以为道长给他喝的是普通的水吧？卧槽，道长牛逼！我看以后谁敢说多喝热水没用，我一巴掌拍死他。只见兔狲的从旁边拖出一个刚洗的鸡。你这个兔狲，这是贫道养来下蛋的母鸡啊！将鸡放在地上，伸出爪子指了指林寒，又指了指地上的鸡。这是要送给贫道的，抓贫道的鸡送给贫道。你可真会做梦，贫道不吃这个，看你这个样子应该饿坏了，赶紧吃了吧，以后不准来偷贫道养的鸡，懂了没有？道长，你这是对兔狲弹琴，没有半点卵用的。他要是能听懂，我把手机给砸了。直播间内的粉丝还以为林寒是故意在搞笑，为了直播效果。然而下一秒，兔狲竟然点头了。我发现道长遇到的动物都特么不太对劲，能听得懂人话。道长要是能够去动物园工作，那就好了。道长驯兽师的身份又一次不经意的暴露了。林寒回到道馆门口，却发现小动物在后面跟着。你跟着我是打算留在我这里？兔狲立马点了点头。留在贫道这里倒也不是不行，不过贫道这里只提供住宿，不提供伙食，你可不能打我那几只鸡的主意。不过贫道的道观里应该藏了不少老鼠，你可以抓来吃。兔狲立马点了点头。老虎和熊猫都有名字，道长，快给我们的小兔狲起个名字吧。既然如此，便叫他孙10秒吧。小兔狲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传来系统的声音：叮咚，恭喜宿主累计300万传到积分。系统来个2次白金抽奖，
再来10次黄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功法千人千面，千人千面已修炼至入门境界，若想继续精进，恭喜宿主获得镇魔尺，黄金抽奖已放入系统空间，请自行查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道观的家传剑，名叫镇魔剑，且让频道来试试它的威力。此刻蓄力一击，在这个没有灵气的世界，别人获得仙法都是各种装，眼前这个男人获得仙法，却要把门关起来练习给自己看。直到有次直播练习剑法，意外释放电时候劈成2段。要知道前几天他还要人们相信科学，这科学嘛，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能力。道长，你不要再装了，你就是在修仙。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原理啊？哈哈，大家还是太单纯了呀，居然信以为真。其实那颗石头本来就是分开的，为的就是现在这样的直播效果。果然大家都被骗了，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此时一个老闵的房子中，这个男人正是昨天连麦林涵看向的粉丝之一，刚连上就被林涵看穿他的身份，随后就立马挂断连麦，现在又边录视频边折磨2个华国人。李道长能看穿我身份又怎样？你们的同胞都还在我手上，你们能拿我怎么办？视频结尾他竖起中指，这一条视频很快便在网上疯传。你来这边做你的生意，我干我们的活，井水不犯河水多好，你他妈非要多管闲事，想来我手上救人，你得到什么好处了？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迟早会遭报应的。你跟我说报应，老子做了这么多坏事，不也活得好好的？你倒是做了很多好事，可怎么还是落我手里了？你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他出于善心帮助那些被拐到老面的华夏同胞，他无怨无悔，可他也终究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想死呀。李赛高这伙人是真的敢杀人，放过你倒也不是不行，只要把你救出来的那些人的藏身地点告诉我，我就放了你。我不能把他们藏身的地点告诉你，以你们的手段，他们落到你们手里就没命了。你现在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些人？你这次坏了我们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让你死的。要知道你可浑身是宝呀，每一个器官都很值钱。你别吓唬我，我嘎了能上天堂，你们这些人只能下18层地狱。第二天林涵刚打开直播间，道长你终于出来了，能不能把那个李赛高给宰了？我实在看着就来气。听说北部非常乱，孙悟空去了都得被打掉2个门牙，咱们家道长不知道能不能够顶得住。开玩笑，我们道长可是人形核弹，直接把李赛高炸成灰。各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发生什么事了？随后众人告诉林涵真相。你们先不用担心，频道早就说过这个李赛高印堂发黑，有血光之灾，不出3天，他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报应。看来道长要亲自出手了，太好了，这李赛高就算命再硬，这一次也在劫难逃了。好了各位，今天直播就到这吧，频道这2天有点事情就请2天假。林涵关掉直播，打电话给叶丽。对，道长，没想到道长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呀。你们警署这边对李赛高应该有调查吧？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查，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是亨特集团的人，从事薄荷诈甚至是器官买卖等黑色产业，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了。能不能把你们收集到的资料发给我？我有点用处。按理来说这样是不符合规定的，不过既然是道长你要的，那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就发给你。道长，你是不是要去缅甸把他给灭了，为民除害呀？频道哪有那个本事，不过就是随便问问罢了。好了，就这样，频道先挂了。林涵看着发过来的信息，足足有20几页。坏事做了这么多，频道说你有血光之灾，你偏偏就不信，还非得让频道走一趟。这时外面传来阴风，林涵眼前出现一个阴影。不是说建国之后不许成精了，怎么还有动物飞来飞去？看来是遇到黄鼠狼讨风了。黄鼠狼当修行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便会向人讨风。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如果你说它像人，只刻黄鼠狼便可化为人形，口吐人言，看起来和常人无异。如果你说它像仙，不仅可化为人形，修为还能更进一步，而回答者同样也会受到因果的反噬。如果是普通人，恐怕不会落得一个好下场。我看你像个蛋儿，像仙，得到以后记得多行善事。这时候他很快便幻化为一个人类的身影。多谢道长成全，倒不是忘恩负义之徒，你倒是聪明，知道要找频道来讨风。若是找了寻常百姓，就算是讨风成功，对方也必遭因果反噬，你倒是没有害人之心。道长功德深厚，自然不会怕这一点因果。道长大恩大德，黄皮无以为报，以后但凡有用得上的地方，在下必定尽力而为。频道也不要求你做什么，平时的时候多行善事，就是仗着本事胡作非为的话，频道定要你灰飞烟灭。万万不敢，道长有事尽管吩咐，必定不敢怠慢。刚好频道有些事情要做，你就跟我走一趟吧。都听道长的。你有没有名字？道长叫我黄皮就好。你倒也算是机缘深厚，都说建国以后不许成精，你还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化为人形，属实不简单。就连黄鼠狼都能够化为人形，若是以后憨憨，该不会也行吧？道长，建国到现在才多少年呀？这么短的时间里，是没有什么妖怪能够修炼成功的。好了，跟频道走一趟，处理些事情。林涵施展神行符，瞬间消失在原地。卧槽，道长果然是位仙人，赶路速度竟如此恐。随后两人来到老缅一家钵钵厂，林涵摇身一变。道长，你还会这种法术？难道你不能变化样貌？我们化为人形，样貌也并非我们能主宰，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法随意更改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道长带你去赢点小钱。不到半小时，林涵就赚了1亿5千万，钵钵厂人懒着不给钱。看你们这个症状是不想赔钱了，在我的场地面出老千，还想要钱？给你钱，你也得有命拿才行。今天不留下一双手在这里，你走不出去。赶紧把我赢的钱给我，我来捞面还有事情要处理，没时间跟你们浪费时间。道长，有没有把握带我全身而退呀？小场面，问题不大。对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3分钟，一群人被放倒。刚才我赢的钱，你打不打算给？给，现在就给。林涵收到钱后，刚想往外走，道长救命！林涵立马施展金光神咒，将子弹挡在面前，子弹立马反弹过去。3人来到外面，
黄小姐，我这边有事情要跟你聊一下。此人是刚刚给林寒吓住的人。我就说以我的容貌和身材，怎么可能会有男人不动心？胡先生，我们是去旅馆还是到我家？其实不带也可以的，人家可以吃药。黄小姐，你误会了，我胡汉三可不是那种人。黄龙星是你哥哥对不对？提到这个名字，他脸上立马出现警惕之色。你们找我哥有什么事？你们和我哥哥有仇？昨晚叶离发给他的资料当中，当地最有势力的军阀有2个派系，一个是以察猜将军为首，另一个便是以黄龙星为首。黄龙星手下的生意要正当多。我并非来找你哥哥的麻烦，反而是想送他一件天大的美事。随后一行人来到一处房子，不知道这位胡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一次是想和黄先生合作。怎么个合作法？你和察猜虽然同属于瓦帮军，但彼此之间并不融洽，都想要除掉对方，彻底掌控瓦帮这个地界。如果察猜死了，你有没有把握接手他的地盘和势力？察猜在瓦帮的实力比我都要强上许多，难不成你想说你要除掉他？我听玲玲说了，你们2个确实很有本事，只不过察猜身边也有高手保护，你们未必是对手。察猜身边的高手比我要厉害得多，已经达到准的阶，而且这个人的功法极为诡异，手底下还有3具傀儡，那3具傀儡的实力不比一般的玄阶高手差。别再说那么多废话，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把察猜以及他身边的高手除掉，你能不能吃下他的地盘还有势力？当然可以，不知道你有什么条件？等你掌控了整个瓦帮军以后，我要你把那些被骗过来的华夏人全都放回去。这个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并且在你的势力范围下，不准从事电骗还有毒品生意。你要配合华夏方面的执法人员，把这些诈骗分子连根拔起。我明白了，你们是华夏政府派来的高手，难怪如此厉害。我不是，我明白，你们都需要保密的。你明白个锤子！这家伙可真会脑补，把你这边掌握的察猜将军的资料都给我，还有那个李才高，把他们的资料都给我。这2天我把他料理了。胡先生，李赛高又是何许人也？他应该是亨特集团的文工团团长。那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无关紧要，我这就派人把他给料理了，给他点教训，然后派人把他扭送到华夏的执法机构。察猜将军这2天你们就会接到他的噩耗，到时候瓦帮大乱，就要看黄先生能不能够镇得住场子了。一定没问题，只要察猜将军死了，我瞬间就能掌控整个瓦帮。林寒收到信息后就来到察猜山庄门口，有7、8个带枪的警卫，山庄里面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道长，是不是直接冲进去把人给干掉？你先冲，我随后就到。道长，你可不能卖我呀！那我先冲了，这么多枪你要帮我，不然我可顶不住。你是不是傻？会不会动脑子？做事前先动动脑子。你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先去探探虚实。林寒掏出一张隐身符，就朝着空中一甩，瞬间燃烧起来。卧槽，道长你人呢？好好待着，频道去就回。太牛逼了，道长要是搞刺杀，怕是大罗金仙也顶不住啊！林寒来到房子，看到里面有只见2个女孩手脚都被绑着，嘴上贴着封条。林寒发现旁边有2个大的保险箱，直接揣进系统空间内，没有看到察猜。林寒就直接出来。道长怎么样了？那个察猜将军死了没有？他不在里面，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等下动手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就行，等下你就负责保护好里面那2个女孩。林寒将刚刚2个女孩子的事情跟他说了。真是畜生！我虽然不是人，但这个察猜是真 TM 狗。此刻黄龙星拿香蕉指着李赛高，你是什么人？我可是察猜将军的人，你们想怎么样？老子找的就是你，把他拖下去，割掉一个腰子，记住不要打麻药。不要，我没有得罪你们，为什么要害我？老大，地下室有2个华夏人受伤比较严重，仓库后还有10几个华夏人，先给那些受伤的人处理一下，另外这些人控制起来，等候胡先生发落。胡先生，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呀！山庄门外，道长，他今天是不是不会回来了？要不然咱俩先去吃顿饭吧。自从黄皮化为人形之后，饮食习惯也变得跟人类一样，当然他依旧不食五谷，主要以肉类为主。不急，这不就来了？只见一辆豪华车驶入山庄，林寒2张隐身符抛在空中，瞬间燃烧起来，2人进入隐身状态。一会你就保护好那2个女孩就够了，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到别墅内，林寒看着察猜将军身旁的人，身上的气息充满了诡异邪气。看来此人应当就是黄龙星所说的察猜将军身边的高人。将军，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李先生多虑了，这山庄的警卫都是我的心腹，如此程度的安保力量，绝对万无一失。他刚说完，林寒首先来到他面前，将他提起。哎呦呦，想不到你们警觉性还挺高。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人还是鬼？我是谁？你可以到阴曹地府问问阎王爷。说完，他手用力一拧，一道咔嚓的声音，察猜将军一时间没了动作，死的不能再死，将察猜将军的尸体随手丢在地。你是什么人？只见他手中突然拿出一个铃铛，开始摇晃起来。3个傀儡瞬间出现在他面前。我这3具傀儡生前都是玄阶高手，死后用独门的秘法炼制而成，防御和力量早已远超一般的玄阶高手，都不需要我出手，他们就能把你耗死。林寒取出镇魔剑，一剑挥出，3个傀儡瞬间化为灰飞。阴冷男子连吐3口血。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这是一位的阶高手？阁下且慢，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我和察猜将军不过只是利益合作关系，现在他已经死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只会越想越气，不会海阔天空。万一晚上我因为这件事情睡不着，只会觉得你坏我德行，到时候我懒得再跑一趟，下辈子还是做个好人吧。一道剑气飞出，男子瞬间化为飞灰。话说道长，你该不会是活了几百年的老神仙吧？何出此言？修炼是需要时间的嘛。道长你这么年轻，这个修为有点不科学。贫道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别把我说老了。还有你都修炼变成人，还需要科学吗？好了，不多说，将他们带着一起离开。带着2个女孩子顺利离开山庄，林寒将他们2个解开。帅哥，难道你是神仙吗？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要相信科学，我是祖国派来营救你们的。刚才用的是高科技的手段，走吧，我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会安排把你们送回国内。对了，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我们两个是来旅游的，我们两个在街上购物，突然有个华夏人过来跟我们搭话，把我们骗到角落里面，突然几个壮汉出来把我们塞上面包车了。林寒将两人交给黄龙星后，来到别墅。接下来佤邦会比较混乱，可就要看黄先生的手段了。黄先生要是不信，可以派人去他的山庄探查一番。现在山庄里面应该乱成一锅粥了。我自然是相信胡先生的，只要察才将军一死，其他人不足为虑，我明天就能掌控整个佤邦。接下来怎么做就是你的事情了，只要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就行。胡先生放心，在下自然不敢忘，就连察才将军都能够轻而易举的搞定。如果要对付我的话，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要是敢反悔的话，恐怕下场不会比察才将军好到哪里去。刚才那两个女孩是过来这边旅游的，被亨特集团的人绑架，你安排人手把他们送回华夏去。没问题的，胡先生。还有这个李赛高，你要怎么处理？只见李赛高正面色苍白的躺在上面，被子上面还被血染红。你们怎么把他腰子给割了？胡先生不是说要给他一个教训吗？这家伙还参与器官买卖，我索性就让人把他腰子割了，以牙还牙嘛。李赛高确实是罪有应得，以他的罪行到时候宣判，肯定也是一个花生米跑不了的。胡先生，后面那些华夏人您打算怎么处理？我看要不就把他们身上能用的东西都给拿来废物利用得了，把他们移送到华夏的执法机关吧。要是参与黑色产业的执法机关会处理，没有参与的会有人安排他们回家。都听胡先生的。除了亨特集团之外，佤邦从事诈骗的估计还不少，就劳烦黄先生细心点，不要有漏网之鱼。黄龙那是肯定，胡先生尽管放心，好不容易熬到察才死了，我可不想等下让胡先生不开心，把自己也给咔嚓了。这一次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这是瑞土银行的黑卡，里面有2个亿美元，希望你好好管理佤邦，特别是这边做正经生意的华夏人，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说完，林寒使用变形符带着黄皮。第二天早上，林寒开启直播。道长，你怎么这么快就开播了？我还以为你去缅甸收拾李赛高了。我怀疑道长昨天肯定是去了缅甸，说不定李赛高已经被嘎腰子了。楼上你想的真多，从云顶山脉到佤邦那个地方，就算坐高铁都得10多个小时，道长根本没这个时间。各位想多了，贫道昨天只不过是身体不舒服，休息了1天而已。啥？修仙的人也会身体不舒服？你们看新闻了没有？听说佤邦的李赛高被人嘎腰子了。还是道长牛逼啊，说他有血光之灾，现在果然有了。说实话，我怎么老是感觉佤邦发生的事情和道长肯定有关。与此同时，有个模糊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正是林寒在赌坊定住子弹的视频，还有胡汉三解救人质的采访。你们知道吗？解救2姐妹的人，一个叫胡汉三，其中还有一个叫黄皮。这个胡汉三是何许人也？牛逼啊！那他岂不是比道长还要厉害？一个人干掉了1个军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这2天过来道观借宿的小伙子，大家可以称呼他为黄皮。你们难道没发现他就是视频里面胡汉三身边跟着的那个吗？你们难道没发现他就是视频里面胡汉三身边跟着的那个吗？好像还真是。你们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其实道长就是胡汉三，道长可是修仙的，换张脸有什么好奇怪？黄皮，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去过缅甸啊？没有，我没去过缅甸佤邦，也不认识什么胡汉三。大家都听到了，这件事情确实和我们无关，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此时某核电站，王北海拿着手机刷视频，这时跳出来一个新闻：岛国福岛地区于今晚7点发生7级地震，专家表示危害在可控范围内，无需过多担心。卧槽，难道道长的预测要成真了？有人是不是要剖腹自尽了？王北海立刻进入林寒直播间。道长，你算的可真准呀！福岛真的地震了，明天他们的核电站是不是该炸了？频道可没有说他们的核电站会炸呀。不过现在既然发生了地震，核电站又在地震的位置上，还是希望岛国人民能够提高下警惕。毕竟核电站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影响的不仅是岛国，而是整个世界。实锤了，听道长这个意思，这个核电站肯定要出问题。这要是真的出问题了，那我们岂不是见证历史了？这个道士又在招摇撞骗，发生地震又咋了？我们核电站大大的安全。这个道长我了解过，很神奇的，感觉核电站那边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呀。大哥，你怎么帮助华夏人说话？你是日间吧？到了晚上，小日子海边突发海啸，几10米的海啸打向城市，救命！海啸袭击后，此时林寒直播间有一说一，频道可从来没有说过人家的核电站一定会炸，就算炸了，也和频道没有半点关系。道长你太牛逼了，小鬼子的核电站真的炸了，道长你是怎么算出来的？牛逼啊，道长，能不能给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林灵志在一起？难不成华夏古老的橡树也可以窥探未来？这未免也太不科学了吧！大家不要瞎猜了，更何况胡频道从未说过岛国的核电站会爆炸，一切都是你们自己联想出来的而已。好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连麦哈。很快就连上1人。这位居士你好。道长，我就随便一试，没想到真的能够连上您。肯定是居士平时行善积德，关键时刻自然运气好。通过相术观察刘强，像他这种面相的人，往往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心。道长，我叫做刘强，乃是川省人，现在在岛国东京谋生。如果频道没猜错的话，刘先生的祖上应该是保家卫国的英雄。道长果然神通广大，道长说的不错，我爷爷就是打小鬼子的团长。道长这也太神了吧，这都能够看得出来。道长毕竟是修仙的，各位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咱们也是在道场直播间见过大世面的人。道长，我今天晚上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一直下不了决心，你觉得我该不该做呢？只要你觉得正确的事情，那你就去做吧。
像那种供奉着战争罪犯的地方，一把火烧掉，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事情。道长，那我会不会出事呀？林寒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贫道算了一下，你明天的飞机只要按时回国，不会有事的。知道怎么做了，谢谢道长。贫道很是佩服居士，如果有时间的话，回国可以找贫道喝茶。一定，我肯定带着上好的大红袍给道长你送过去。道长，他到底要去干嘛呀？道长还邀请他喝茶，这待遇未免也太好了吧？对呀，我都好奇这哥们是不是要去火烧靖国神策了。哈哈哈，笑死楼上的你想象力可真丰富。他要真敢这样做，我直接给他磕2个。他要做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告诉你们，你们明天看新闻自然就知道。夜色降临，岛国东京，刘强提着2桶汽油出门，很快便来到靖国神策旁边，发现没有保安。看来天意如此。10几分钟之后，他慢悠悠地从现场离开。而就在此刻，靖国神策一片火光传来而起。第二天华夏国全国放起烟花庆祝。第二天，林寒在山里面采集药材。这时候，直播间内一片沸腾，都在讨论靖国神策被火烧的事情。道长，你听说了没？岛国的靖国神策被一把火给烧了，真是大快人心。哈哈哈，楼上的你好笨呀！道长昨天就知道了，昨天那位老哥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谁知道那位老哥住哪里？我高低要给他磕2个。大家不要多想了，这件事情贫道真不知情。不过靖国神策被火烧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正所谓善恶自有天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现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报应罢了。林寒抬头看了一下太阳，刘强先生现在应该回国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此话一出，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卧槽，道长都这样说了，看来8九不离10了。这哥们是真的牛逼，浑身是胆。不愧是英雄的后代，做了我一直想做又不敢的事。此时在林寒前方不远处，长5、6米的白蛇赫然挡住了的去路。卧槽，好长一条蛇，这里有10几米了吧？怎么浑身白色？难道是得了白化病？这玩意儿成精了吧？怎么会长这么大？有没有20厘米的老哥出来说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种类的蛇啊？我知道你此为何意，无非就是想要跟贫道讨封。他和黄皮一样，为的就是要讨封。而且林寒本身功德深厚，比起普通人来说，跟他讨封获得的好处要更多。不仅仅是黄鼠狼，大部分的动物精怪修炼到瓶颈的时候，都需要向人类讨封。道长，我在此山之中已修行近200年，一直以来行善积德，未曾作恶，请道长成全。这条白蛇想要的恐怕也并非仅仅只是修成人形，而是化蛟成龙。卧槽，原来这条白蛇真的修炼成精了，道长还是露馅了。我看这下怎么用科学忽悠我们。乖乖，这条白蛇会不会变成像白素贞那样的漂亮妹子？卧槽，我馋了。贫道可以给你封证，但若你以后敢做恶事，休怪贫道不客气。只见白蛇，我必定不敢胡作非为，道长尽管放心。得到白蛇的回复，林寒这才开口：入江成蛟，入海成龙，他日必得正果。一道金光传入白蛇体。感谢道长，道长紧随我来。科普小亮大佬出来说下，这究竟是什么蛇嘛？能够找到这个体型的只有蟒蛇，但是这条蛇身上没有任何蟒蛇的特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物种。小亮老师，你想多了，这条蛇分明就是修炼成精了，说不定化形之后就变成白素贞了。哪有什么成精？这条白蛇应该只是基因突变才会长这么大。至于说为何通体雪白，可能是因为白化病。道长，你现在编瞎话越来越不走心了。刚才我们明明听到你说什么给这条白蛇封证，还让他不要胡作非为。道长，你装不了吧？刚才我已经录屏了，证据在我手。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刚才我其实是在故弄玄虚，为的只是直播效果吗？白蛇带林寒来到一棵草前面，这一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草，只见其上面长着6片叶子。有心了，贫道在此谢过。若不是有你带路，这株人参的位置如此隐蔽，还真不好找。和道长助我修行的恩情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贫道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我他妈是不是看错了？6片叶子，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6叶参王？看来大家都发现了，6品叶野山参，就算是贫道也是第一次见。这一株野山参最少也是100年起步。去年在嘉市的拍卖行拍卖的那棵长白山100年人参，可是拍出了400万的天价。道长眼前这棵野山参，最少也值几百万。这一株6品叶野山参，最少也得200年打底，比嘉市的拍卖的那棵野山参还要珍贵。此时，一个专吃野山参的土豪跑出来报价。道长，这一株野山参我愿意开价1500万，不知道道长能否忍痛割爱？此时，其他人也跟着喊起价来。这株野山参贫道有用处，多少钱都是不会卖的。各位居士不用再喊价了，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野山参知识。野山参10年长一副叶，等到野山参生长到100年的时候，才会出现第5片完整的副叶，然后再过100年才会长出第6片副叶。100年的野山参就已经拍出了400万的天价，那200年的又得值多少钱呀？我的个乖乖，难怪刚才那位老哥开价1000多万，原来是真的值这个价钱呀！林寒将山参挖了出来，却发现居然长了8个参头，一共8个参头，再加上原来的200年，这一株野山参的年份刚好在1000年左右。这株野山参从北宋年间一直生长到现在。这是想起礼物的声音。道长，在下诚心求要，这一株野山参，我愿意开价2个亿。我他喵的多少？2个亿？后面是多少个零来着？
我现在就拿锄头进山，这不比中大乐透头奖的概率高多了？这根本不会是拿道长开涮吧？2个亿，这直播间里真的有人拿得出来吗？在下并非开玩笑，家中有长辈身体抱恙，这一株野山参对在下意义非凡。如果是道长愿意，2个亿现在就能给您转过去。抱歉，这株野山参对贫道有大用，是不会出售的。在道长直播间，我还真是长见识了。在下月薪2500，这玩意儿能让我舔一下不？林寒看向白蛇笑道：“这一株千年野山参很是珍贵，对贫道很有用处。这株千年野山参如果是你吞服的话，对你的修行也有好处。确定要送给贫道吗？”此等天才地宝，我直接吞服的话实在是有些浪费，在道长手里才能发挥全部效果。林寒掏出3颗简化版寿灵丹，这3颗丹要送给你，对你修行应该有莫大好处。道长也给我1颗吧，我想要修仙。这个白蛇赚大发了，一株野山参换仙丹，血赚不亏呀。你就留在山中修行，若是这山中的采药人面临危险，你就施以援手。林寒采完山参回到道观当中，却发现传道积分已经累计了1200万。系统给我来一个至尊级抽奖。叮咚，消耗10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不死鸟体质，拥有堪比不死鸟的生命力和恢复力。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该体质也会逐步变强。这个不死鸟体质堪称打不死的小强，让贫道来试一下。拿出镇魔剑，朝着手臂一刀划下。这样的伤口，没有10天半个月的修养绝对难以恢复。只见这个伤口以肉眼所见的速度迅速愈合。不死鸟体质果然厉害，系统再来2发白金抽奖。消耗100万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燃血诀，燃烧生命力以获得强大的力量，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建议在危急时刻使用。这个2个技能加在一起不就是一个 bug？ 不死鸟体质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大量的体力和生命，配合上这个燃血诀，那岂不是无敌了？消耗1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雷击符，已存放到系统空间。这时候教授刚发完科普蛇视频，就接到小亮的电话。侯教授，你这个视频发出去，很多网友都在吐槽啊，都觉得您这个解释实在是有点牵强，不太合理。小亮啊，我不这样解释的话，要怎么解释呀？难道当着你几百万粉丝的面，承认这条白蛇成精了？这好像也不行。教授，你刚才的意思是动物真的能修炼成精？我和蛇还这么多年的交道，不过依旧有很多现象科学都解释不了，对这种东西保持敬畏吧。小亮挂完电话后，发现网上流行着一段火烧晋国神策的视频。我叫做刘强，我爷爷是78团的团长。这些岛国人不知悔改，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把侵略美化成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至今还供奉着这些战争罪犯。我身后就是臭名昭著的晋国神策，我现在要一把火把它烧了。这位老哥冲动了呀，为什么还把这件事情发在网上？岛国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道长说这位刘强老哥已经回到华夏境内了，肯定不会有事的，但我是真的佩服他，有胆量有气魄。此时岛国互联网炸了，我就说肯定是华夏人干的，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家伙。巴卡亚洛必须把这个人大卸八块。晋国神策本就不应该存在，难道你们还想要战争？闭嘴吧，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日奸被华夏人洗了呢。华夏官方的反应也很是迅速，表示刘强已经被警署找到，将会严肃处理，对他进行10日拘留。刘先生，你就够狠的呀，居然一把火把他们的晋国神策给烧了。没办法，谁叫这些家伙死不悔改。对了，我这个得判几年啊？啥？几年？不用担心，我一会请你吃个宵夜，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不是要拘留吗？拘留？开玩笑的，逗小龟子玩的，不过是说给岛国人听听的。你1天都不用拘留，走走走，带你吃宵夜去。我们局长说了，海参鲍鱼管够。夜宵的。卧槽，这不是刘强大哥吗？火烧晋国神策的英雄。什么英雄啊？不过就是一时气不过，放了把火而已。大哥，你以后就是我亲哥。他们都说刘强大哥你被拘留了，这照片能不能发到网上？随便发，那边最多嘴上抗议几句，他们还能干啥？若不是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官方那边还真想给刘强颁一个奖呢。此时林寒道观内，黄皮素来。道长，怎么了？交给你一个任务，去上面这个地址保护一个人，还有这几张符纸一起拿着。用不着吧，保护一个普通人还用得着这玩意儿？好歹也是拥有300年修为的精怪。带着吧，以防万一。小鬼子想要对付刘强可能会来阴的，带着多一种手段。林寒觉得小鬼子咽不下这口气，说不定会在背地里面搞些小动作，所以派黄皮去保护他，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这3张符给你，要是刘强出什么事的话，你就不用来见我了。道长放心，只要有我黄皮在，就算是天王老子来的，也伤不了他分毫。此刻，岛国厕所，此等奇耻大辱，岂能够忍受？务必将他的人头带来。遵命，剑圣大人。说完，2人就消失在原地。此时林寒直播间，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庆祝神策被烧的事情。道长，你知道怎么庆祝神策？我们又能开心，小龟子又能生气吗？给我们个建议呗。这个容频道想一想。林寒思考后睁开眼，有了，我感觉要在他们使馆面前放鞭炮放烟花，肯定很有意思。道长这个主意好，杀人诛心，那不得把他们给气死。没想到道长浓眉大眼的，竟然这么腹黑。还犹豫什么？兄弟们赶紧行动起来呀！
贫道就是开个玩笑，大家可不要当真哈。在城市里面放烟花爆竹，那可是要被拘留的。几天之后出来，依旧是好汉一条。大家快打听打听，小日子的使馆都在哪个位置？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使馆，我已经拿着鞭炮准备出门了。短短1个小时之内，便组织了10多个群，每个群里面都有将近上千个群员，在群里面分享各种情报，购买烟花爆竹的渠道，还有使馆的位置。大家悠着点呀，放烟花爆竹就行了，可不要搞出流血事件来。道长放心，我们都有分寸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庆祝罢了，肯定不会动手的。此刻的使馆内，难道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中午我出去吃饭，还在街上看到那个刘强了，大摇大摆的，身边还有人保护，还说拘留，根本就是在搪塞我们的，我们要抗议！突然之间，外面传来一阵喜庆的声音，一群人抱着音响，还响起烟花的声音。巴卡亚路，这些华夏人欺人太甚！使馆的几个人顿时热血翻涌，几个人只感觉现在是被骑到头上拉屎，还要跟他们的戒指，伤害极强，侮辱性极大，跟他们拼了！龟子男子怒气冲冲，一副准备拼命的样子。发现后面几个人都没动作，不仅如此，还纷纷往后退了一步。巴卡亚路，你们这群懦夫！山龟君你先上，我们随后就来。给金叔打电话吧，这些人扰乱治安，还燃放爆竹烟花，肯定会被抓起来。对，让华夏人来对付华夏人。突然有人拿起话筒大喊：岛国的朋友们，出来一起庆祝吧，一起嗨吧！给执法队打电话后，山龟满意的挂断了电话。等下一定要让这些人全部都拘留，爸爸，最好一个个都判个10年8年。2小时后，爸爸，这些人怎么还不来？山龟又拿起电话打了一番，结果接听电话的执法人员又一次表示马上就到。又1小时后，依旧没有动静。我们都庆祝3个小时了，里面的人竟然还一点动作都没有，我看他们是属王八的，特别能忍。我看估计是不会出来的，要不然冲进去直接敲他们一顿。那肯定不行，道长不是说过了，要以和为贵，不能总是动手。到了晚上的时候，人都散场后，警署的执法队人员才慢悠悠的赶来。你们怎么现在才到？我可是下午打的电话，路上堵车了。八哥，就3、4公里的距离，堵车能堵1下午，我看你们是故意的。执法队人员掏出手铐，你跟谁八嘎呢？故意恶意辱骂执法人员，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没骂你。说完，他脑光一闪，看向旁边的同事，一巴掌甩在他脑袋上。让你买个菜，你从中午买到晚上。八哥，这时执法队掏出香蕉对准他们，你们2个打架斗殴，跟我们走一趟吧。第2天，龙虎山道亭之上。师傅，最近拜入我们龙虎山的弟子越来越多了，比往年要多出好几倍呢。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道门的存在感都非常的低，就算是龙虎山这样的道教圣地，每年也都为招收不到弟子而烦恼。好，那这是好事呀，难得有那么多的弟子愿意入我道门。看来我闭关这段时间，你们把龙虎山经营的不错嘛。其实和我们龙虎山无关，主要是最近咱们道门出了一个网红。随后跟他说了林寒的事，不知可以邀请这位道友来我们龙虎山一叙。他师傅可当真了不得呀，能够教出这样的弟子，真是让老道惭愧。比老道强多了。师傅，你用不着惭愧，你看你也教出了我呀。老天师瞥了他一眼，我才闭关几个月，你怎么脸皮变得这么厚了？就你这惨不忍睹的资质，人到中年还刚刚突破天阶，就你也好意思和这位道友相比？师傅，你这话说的，几个师兄弟明明就我和老二突破了天阶，这还不行啊？所以说你们几个都是一群朽木啊！林寒结束掉当晚的直播之后，又和黄皮联系上。道长，我现在寸步不离的跟在刘强身边，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我也让他躺着回去。道长，话说你能不能让这家伙回去？我在这边挺安全的，肯定不会有事。这哥们简直离谱，还真就是寸步不离，连我撒个尿他都要站在我后面，还说要跟我比一下大小。是让他保护你频道比较放心，我跟他说一下，让他注意一下。那你可得好好跟他说一下，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不搞吃鸡肉的。黄皮，你这是干啥呢？道长，不是你让我寸步不离的保护他们，我这是按照你的指示行事呀。那谁让你跟他比大小了？我这不是看他有点不适应，开个玩笑，活跃下气氛嘛。保持适当的距离，别让人家误会。明白的，道长。林寒挂断电话后，又查看了一下系统的积分，直接抽奖，消耗100万穿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恐婚丹，滴血在此丹药上，服用此丹药者将对滴血者100%服从。消耗20万穿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纯金貔貅1对，纯金打造的貔貅摆件，摆放于合适位置，可改善风水，为主人招财进宝。黄金消耗10万穿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强化版6维地黄丸，滋阴养肾的不二佳品。而另一边，京都某个宾馆的附近，彦祖，你要相信我，我夏小燕这一辈子一定对你好的，只爱你一个人。那你发誓，我就跟你上去。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谎话，天打雷劈。只见他话音刚落，突然之间一道惊雷面前，我敢发誓，你还真敢劈呀！彦祖反应过来，气愤的一巴掌甩在夏小燕的脸上。呸，渣女！旁边有2个黑影闪过，正是黄皮正背着刘强一路狂奔。爸爸，有种别跑！兄弟，你挺住啊！用了神行符，马上就到家了。要不是刚刚那张雷击符干到了一个，估计我们2个都凉了。黄皮这时转头看向刘强，
却发现人早已晕过去。我他妈，兄弟你可挺住啊！你要是没了，道长肯定要收拾我。道长救命啊！听到声音，林寒黄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来暗杀，我用雷击符干掉一个之后，剩下一个我打不过，就连忙背着他跑了。你先前不是说大罗金先来了，你也要让他躺着回去吗？我这不是打嘴炮吗？我也没想到，竟然会有傻子派2个的阶高手来刺杀一个普通人。不用猜，也知道一定是岛国派过来的，还好派你过去保护刘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道长，你那个雷击符是真的好用，竟然将一个的阶高手给直接劈死了。那另外一个呢？另一个实力更强，跟个狗皮膏药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估摸着他可能快追上来了。那我们就等着他来吧。好了，有道长在，就算是大罗金先来了，那也得躺着回去。黄皮刚说完，一个人影就出现在面前。这时刘强也醒了过来。你可真是个狗皮膏药，竟然还能追到这里来，狗鼻子可真灵。八卦，我无意与你们为敌。这个男人杀了我们的神策，必须要付出代价。我只想带他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是我烧的怎么样？你们要是再敢重建的话，老子还要再烧一遍。八嘎雅路，你们2个赶快让开，不然休怪我不客气。刘居士是我们道观请来的客人，想要动他的话，还得先过贫道这一关。那这样说是没得商量了，杀鸡给给。商量个屁！就你这个小鸡仔，爷一根手指就能把你碾碎。你找死！死啦死啦的，杀鸡给给。道长救我！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是黄鼠狼。道长，我怎么感觉你这话像在骂人？小鬼子拔出刀，好神奇！一道龙卷风飞来，林寒立马施展金光神咒，将龙卷风挡在面前。要是只有这点本领，那可奈何不了贫道。杀鸡给给，是你逼我，这一招是燃烧我生命，提高我3倍攻击力，你们受洗吧！噬魂斩，一刀剑气飞来，瞬间击穿林寒金光神咒，只在林寒的手掌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道长，你没事吧？不碍事，贫道是故意撤掉防御的。只见他手上的伤口，这时候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这妖道不对劲，得赶紧溜。龟子刚闪身，林寒打出一掌，瞬间将他打现身。3人来到鬼子身前，道长，他该不会被你打死了吧？我就说嘛，道长你肯定是修仙的，还整天让我们相信科学。刘强刚刚亲眼所见，还是被惊到了。今晚发生的事情简直超乎他的认知。洗不了，贫道下手还是比较轻重的。道长，为什么不弄死他，直接把他丢到山里喂狼不就行了？咱也没空给他挖坑埋。这家伙贼眉鼠眼的家伙，心可真够狠的呀！这时龟子醒了过来，说谁派你来的？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今天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给我一个痛快的。那就别怪贫道给你上点科技与狠货了。林寒掏出抽奖获得的控魂丹，黄皮，喂他吃下去。道长，这难道是什么剧毒无比的丹药？是不是吃下去之后就能让人生不如死？别问太多，给他喂下去就行了。为了控魂丹之后，龟子在地上痛苦的挣扎。果然是毒药，我待会得好好洗一下手，别等下手上留下点残留的丹药残渣，那我可就废了。黄皮刚说完，龟子立马跪在面前。主人，请吩咐。道长，他这是失心疯了。主人这个称呼听起来怪怪的，叫我道长就行。明白了，道长。这个家伙应该是被道长控制了。果然道长的手段非同凡响。我以前听说过一些控制人的手段，什么30脑神丹之类的，但是像道长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道长牛逼。他只是幡然醒悟而已，意识到自己做了太多坏事，现在悔恨无比，被我道门感化了而已。道长，我们都懂的，要相信科学。是谁派你来的？伊藤神社的藤川剑圣。这个藤川剑圣是什么实力？天界中境。把你们岛国修炼者的情况说一下。岛国的修炼者来自3大神社，分别是伊藤神社、千叶神社、流川神社。这3大神社在岛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而之前被一把火烧掉的禁果神册同样在岛国地位非常崇高。只不过禁果神册只是用来供奉那些战争罪犯而已。你们这次行动失败了，你们那个所谓的剑圣还会不会再派人来对付刘强？如果那个剑圣一直不死心要对付刘强的话，那么只能跑一趟岛国，先弄死他再说。只要我跟他说华夏这边派了天界高手保护刘强，那么就算藤川剑圣不甘心也没办法，因为岛国的天界高手本来就不多，而且藤川剑圣也没有资格命令他们行事。林寒看着刘强一脸担心的样子，这些家伙玩阴的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不过有了今晚的事情，他们应该不敢了。为了以防万一，这段时间还是让黄皮跟着你。道长，保护他可是一个危险的活呀！你看今晚要不是我跑得快的话，恐怕我得和这位兄弟一起凉凉了。别抱怨了，我多给你点保命的东西。好了，特别是那种雷击符，道长你要多给我2张，实在是太好用。到时候给你安排上。还有你明天休养好伤势以后就回岛国，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是雷击符，用我教你的咒语可以召唤雷霆攻击。你找个机会看能不能把那个藤川剑圣给解决掉。可惜系统抽奖没有抽到毒药，不然的话直接用毒药可就方便多了。林寒想了想之后，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包砒霜。这是砒霜，放的时候加大剂量，看能不能把它毒死。藤川剑圣实力强大，我肯定不是对手。不过若是搞偷袭暗杀的话，我想应该还是有机会的。不错，孺子可教也。除此之外，听说岛国最近又在搞神册的重建工作，你回去之后找个机会再放一把火，务必要烧干净了。要是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神册，你也一把火给烧了，明白了没？
必不负道长所托。刘强和黄皮两人对看了一眼，道长可真是够腹黑的呀，愿称他为最强老六。刘居士，走走走，上次说好要来贫道的道观喝茶，现在刚好机会来了。道长救命之恩，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可是后面还会有人来报复吗？刘居士不用担心，且在道观多住几天，贫道自会护你周全。多谢道长了。第二天，林寒开启直播，这哥们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卧槽，刘强，不对劲呀！刘强不是在京都吗？怎么会出现在道长的道观里？刘居士之前说要找贫道喝茶，昨天便动身了，专门赶过来贫道这边喝杯热茶。大家不必惊讶，毕竟京都离我这里也不算太远呀。是呀是呀，确实不算远，也就隔着半个华夏，坐高铁都要10来个小时。道长你竟然跟我说不远。大家不用猜了，肯定是道长御剑飞行把刘强带过来的。这是执法队办公室内，队长一拍桌子，卧槽，怎么可能？刘强昨晚还跟我在一起，见鬼了呀！林寒道观内，刘居士和贫道颇为有缘，偏送你一点东西吧。这个小盒子当中是颗清热解毒的丹药，刘居士服下之后对身体也大有好处。还有这个平安符，刘居士佩戴在身上也能够保佑自己平安。吸髓发骨丹，排出体内毒素。吸髓发骨丹连癌症都能够治疗，癌细胞也属于身体内一种有害的杂质。平安符可以驱邪避鬼，保平安。不行不行，无功不受禄，道长已经救了我了，怎么还能拿您的东西？强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强哥昨晚遇到危险，是道长救了他？我就说嘛，刘强怎么可能突然之间来到道长的道观？这不科学呀！看来一切都在道长的掌握当中。羡慕了，道长的丹药效果肯定不止比6味地黄丸好上1点半点。你知道个屁！道长的丹药吃了之后可是能百日飞升的。刘居士莫要再推脱，贫道送出去的东西岂有拿回来的道理？你要是再推脱的话，可就是不给贫道面子了。道长，那我就收下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刘强兄弟，道长的丹药那可真的是仙丹呀！你要是不要，我重金收购。楼上你在想屁吃？刘强大哥要钱的话，早就开直播了，礼物打赏收到手软。这山里面也没什么娱乐活动，要不然刘居士跟贫道一起去钓鱼如何？这个可以有，我以前最喜欢钓鱼了，只不过后来工作比较忙，也没什么时间钓鱼。随后一行人来到湖边，道长，以我多年钓鱼的经验来看，你这个位置挑得不好，怕是不会有鱼儿咬钩。无妨，贫道钓鱼一向是愿者上钩，不在乎能不能钓得到。半小时后，两人还是没有钓到鱼。钓鱼有啥好玩的呀？真没劲，真不知道你们人类脑子里想的是啥。你要是实在无聊，去山里面抓2只兔子或者山鸡，给道观改善生活。这个可以有，这个简单呀，这是我的强项。转身消失于众人的视野。又1个小时后，哈哈哈，没想到连道长也会空军。这样一想，我昨晚钓不到鱼，似乎不那么难受了。道长，实在不行，咱就动用法术吧，不要再挣扎了。既然如此小看贫道，看来贫道也得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啊！我去湖中间给你们钓一条大鱼。说完，林寒将身边的木棍丢到湖边。道长，你这是在做什么呀？这样会把鱼吓跑的。贫道想去那边看看。只见他话音刚落，林寒脚步轻轻一动，竟然稳稳地站在湖面之上。卧槽，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轻功水上漂？不愧是修仙的。卧槽，道长你还说不是修仙？这不是修仙是什么？这应当就是传说中的一苇渡江了吧？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理？太不科学了吧？科学？都说你是新来的吧，竟然在道场直播间谈科学。大家不用如此惊讶，贫道便是凭借着棍子的浮力才能站立于水面之上，这是非常科学的。只要压力不大于浮力，就不会沉入水中。这是初中物理的内容，大家还是得多看书学习下知识啊。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模仿和尝试，贫道毕竟是专门练过的，各位如果贸然尝试，很可能出现意外。道长，咱就是说，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把科学当作挡箭牌？科学表示很累。我现在就去试试，反正我会游泳，丝毫不慌。这一招我也想学。贫道感觉在这附近应该有一条大鱼。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平台上面，道长一苇渡江迅速火爆起来，皆登上抖大热榜第一，博热搜榜第一。只见湖面上，林寒所处的位置，湖面下一个巨大的黑影将他笼罩。卧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难道是鲸鱼？不会是水怪吧？尼斯湖水怪、百里湖水怪？各位别慌，小场面而已，不是什么水怪，不过是一条大鱼罢了。难怪说刚刚没有鱼儿咬钩，原来是被这一条大鱼给吓跑了。就在这时候，大鱼咬钩了。我他喵，道长真的钓到大鱼了，赶紧丢竿逃命吧！这条鱼体型这么大，除非搬来一台起重机，否则绝对拖不起来。而且道长现在就一根小木棍支撑着浮力，肯定会被拖入水底的。小亮老师呢？快来告诉我这玩意儿到底是啥？贫道倒想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得亏是从系统抽奖获得的钓鱼竿，否则不可能承受这般距离。林寒纵身一跃，腾空而上，手中的钓鱼竿猛地一拉。好家伙，这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我愿称它为铠甲勇士鱼。你看他身上那鳞片也太帅了。林寒此刻腾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直接将鱼放开。现在看你们谁敢说贫道钓不上鱼？道长，这不是重点呀，谁能告诉我那玩意儿究竟是啥？科普小亮这时出来，
大家不要艾特我了，我也不认识呀，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好家伙，连小亮老师都不认识，这玩意儿该不会是妖怪吧？在道场直播间，鬼已经见过了，妖怪也见过，真是不亏了。如果频道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鱼类，现在估计濒临灭绝。也正是因为数量稀少，所以一直未曾被人类发现。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点？那条鱼那么恐怖，被道长拉起来了，而且还是腾空。哦对呀，那道长的臂力得有多恐怖，不得轻松抬起一辆重卡车。道长，你还说你不是在修仙？大家心里清楚就好，不要揭穿道长了，给道长留一点面子。林寒刚想说些什么，突然之间底下传来一阵重击，武道士挺记仇。林寒再一次腾空而起。寻宝术提示：下面有巨大宝藏。道长，咱不要冒险，先回岸上再说。对，赶紧先回岸上，岸上比较安全。大家不要慌，贫道去湖里面游一下泳，去就回。这都半小时了，道长还没出来，不是吧？第一次关注道长，难道道长就要没了？楼上的能不能不要乌鸦嘴？我们道长可是修仙的，一定不会有事。道长什么都好，就是太浪了。而另一边，林寒来到湖底，只见这偌大的湖底竟有一艘100米多长的沉船。这沉船恐怕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见这艘船，一个个装着货物的箱子，有一些早已破坏，甚至有黄金掉出箱外。这可都是土土的古董啊！根据寻宝术提示的位置，很快便被他找到一个匣子，直接将匣子打开，一块方形玉玺，上面刻着8个古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有传国玉玺，这是真的天下！你们给我去打起那小龟子！好的，我们答应你，但是能不能先下来吃药？林寒拿起旁边的羊皮卷书，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简化汉字了。这些字体的结构可真是够复杂的。羊皮卷上面记载，修建在骊山的秦氏皇陵，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假墓，真正的皇陵在云顶山脉之中。而且秦始皇交给蒙毅一个秘密的任务，便是让蒙毅的后代世代看管真正的传国玉玺，而这一枚传国玉玺便是打开秦始皇陵的钥匙。真是没想到贫道只是钓个鱼，竟然还能发现此等惊天的秘密。林寒再次看向羊皮卷，其上面记载了，在每年第2个月圆之夜时，蒙毅的后人会聚集在一座大湖中进行祭祀仪式，还有赵鼎在神州大地遍寻多年，最终在云顶山脉深处发现一处世间罕见的风水宝地。秦始皇下葬之后，必须经过2000年的风水滋养，秦始皇便能得到长生不老之体。若是赵鼎真有这个本事，秦朝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就覆灭？真是封建迷信害喜人，凡事还是得讲科学呀。随后林寒将湖下的宝物收到系统空间后，就回到岸上，让大家久等了。没想到这百里湖竟然这么深，恐怕得有1000多米了。道长，你终于出来了，可担心死我们了。我就说道长不会有事的，刚才是谁乌鸦嘴，赶紧出来挨打。道长没事就好，可是在水里面憋气半小时，道长你莫非真是神仙不成？你们猜贫道在下面发现了什么？莫非里面还有什么大恐怖？难道是哥斯拉重现人间？其实倒也没什么，只不过是在湖底发现了一艘沉船，而且还不小，足足有上百米。这不科学呀！这湖里面怎么会有沉船？又不是在大海，道长还想唬我们？我们可是很聪明的。林寒从衣袖当中拿出一个小的瓷瓶，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应当是汝窑，而且看这个做工，应当是官窑出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这可是号称北宋5大名窑之一，还真是古董呀！那得值多少钱？上个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又有一个汝窑的花瓶拍了900多万，道长手里面这个紫器，怎么也得值个200-300万。啥玩意儿？道长下去摸个鱼都能白捡200-300万。道长快揣怀里，不要拿出来，有关部门会让你上交的，然后送你1张奖状和20块钱奖金。上个月我在一个工地老头那里买了一个花瓶，看起来比道长这个还要古老，那不得值好多钱了。看来直播间还真是卧虎藏龙啊！贫道手中这个瓷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确实是北宋的汝窑，只不过在水中泡得太久，品相不是特别好，值个200-300万应该顶天了。这也就意味着蒙毅的后人一直从秦朝延续到了北宋，所以蒙毅的后人当中必定还有幸存者，说不定还有很多活到了现代。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刚刚道长刚上来的时候，一副迅速烘干。道长，我要学这一招，以后就不用买吹风机了。我懂了，道长肯定是利用体内的真气，把身上的衣物都烘干了。大家想多了，大家看这个大太阳，不过就是因为太阳太大，我身上才能干得这么快。要是真按道长这样说的，船里面有很多的瓷器，那不是一船的古董。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我水性特别好，这一次终于要轮到我发财了。别忘了水里面还有一头大铁鱼，小心你们钱没捞到，把命搭进去了。各位还是不要动这种心思了。那艘沉船在湖底的位置，贫道估摸着得有1000米，就算是有专业的装备，专业的潜水运动员也下不去这么深的。道长，我回来了。只见黄皮提着山鸡回来。道长，咱们今天可以开荤了，你看这多肥呀，一会直接爆炒，肯定贼香。行，既然这一次是收获颇丰，
那我们便回去吧。此刻，海的另一边，岛国伊藤神社。那你小野秀死了，华夏这是疯了吗？为了一个普通人，竟然派出一个天界高手保护；为了对付一个普通人，你还派出了2个带接那老东西，真是够卑鄙的。还是道长光明磊落，若不是属下跑得快，恐怕早已身首异处。小野君还是没来得及跑掉。华夏简直欺人太甚，竟然敢杀我伊藤神社的人，当我们好欺负吗？小野君和我情同手足，如今他惨死异国他乡，我内心实在悲痛。还请剑圣大人亲自出手，前往华夏将那贼人斩首。让我前往华夏，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各个国家对于外来的天界高手戒备心非常强，若是没有得到批准就擅自入境，直接会被定义为挑衅，将会面对的那便是一大群天界高手的围攻。我若是出手，自然能够斩杀对方，但凡是以大局为重，难道小野君就这样白死了吗？他这可是为国捐躯，不能够白死呀！这个老东西胆子是真小，想让他去华夏送死，肯定是不可能的。去好好养伤吧，这件事便到此为止了。喂，老东西自己不敢去华夏，竟然派我们去送喜。这时候，林寒已经收到伊藤云鹤消息，对着刘强说道：“岛国那边不会派人对付你了，刘居士，你现在安全了。那就好。要是背地里一直被人盯着，那种感觉可真不好受。道长，那我可以在道观多住2天吗？”当然可以。道长，是不是可以开始动手了？就杀个鸡而已，有必要跟我请示吗？此刻，京都古生物研究院当中，而在会议的投屏上面正播放着一段小视频，正是林寒在湖上钓出那一条大鱼的画面。现今地球上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古老的生物？胡主任不对，小亮主任，你确定这个视频不是用电脑技术合成的吗？这个视频是道长直播的时候我录屏录下来的，当然不可能是电脑技术合成的。众所周知，直播是没办法 PS 的。那感情好呀！从这条鱼的外骨骼构造来看，最低也得是白垩纪时期生存的动物。为什么它能够躲得过生物大灭绝，活到现在？这对于我们研究古生物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建议现在就立马订机票，前往云顶山脉进行考察。别激动，云顶山脉那边确实很多动植物都格外的珍惜，甚至在前段时间，道长还挖出一株千年野山参，1000多年呀，哪里还出现过6米长的白蛇？我都怀疑它是白素贞转世。那还等什么？赶紧现在就去实地考察！各位教授先别急，就是上面不同意我们去那边考察，说是暂时不会批准任何前往云顶山脉的考察项目。为什么不能去？难道那边有鬼不成？可能还真有，道长在的地方有鬼有怪很正常。小亮主任，你可是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这时角落一个女生说：“我看你怕不是被哪个道士给洗了脑壳呀？”她是整个京都大学古生物系唯一一个学生。此时林寒直播间，道长，经过这段时间的筹备，基金会第一批工程已经启动，各方面都已经安排妥了。第一步的计划便是在云顶山脉附近的20个山村开工建设学校，明天便可以正式开工。真是麻烦你了。做这种事情我也是很开心的。道长，你明天能不能挤出时间来？因为是第一天开工嘛，希望您能到现场参与剪彩活动，我也会过去。说起来还没和道长见过面呢。这样吗？那当然可以了，把时间地点告诉我，频道明日就过去。这个村子离道长你那边比较近，就是在上次中邪的大王村。如此甚好。对了，刘居士，你不是还没有工作吗？现在基金会那边开始各种公益项目，如果刘居士有兴趣的话，不妨留下来帮忙。这个可以有，道长，不过你得给我工资呀，我可要养家糊口的。那是肯定的，年薪500万起步，这个钱不从基金会出，从频道这里出。如今林寒手里面2张瑞士银行黑卡，里面怎么着也得几10个亿。道长，不可，这钱我可不敢拿。好家伙，500万年薪，道长，你那还缺人不？我端茶倒水都可以的。那就700万吧，不能够再低了。频道要交给你的工作可是相当重要而且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频道目前只信得过你。道长，你说的是什么工作？频道要你管理基金会的资金，核对好每一笔资金的去向。若是有人胆敢在基金会当中捞钱，你便告诉频道，频道自有解决的办法。他刚说完世上没有妖怪，下一秒就被水猴子拖入水中。更奇怪的是，他跟眼前的男人说了一句，就知道他老婆有没有怀孕。王老板也在啊，不知道尊夫人怎么样了。王海直接跪下。这是做什么？快点起来！你年纪比我还要大，这不是要折频道的阳寿吗？我今天高低要给你喝2个，道长，真是多亏了你送给我的丹药。昨天我带老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怀孕了。道长，你可真是我们全家的贵人。这关频道什么事？频道送给你的丹药不过只是清热解毒的药丸，尊夫人能够怀孕，这完全是科学上面的概率问题啊，也是你平时行善积德，好人有好报了。哈哈哈，我都懂，还是万分感谢道长。道长，话说我老婆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男孩女孩不都一个样？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不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女孩我也很喜欢呀，我就只是好奇问一下而已。频道猜测应当是男女双全。男女双全，那岂不是龙凤胎？谁说道长不会生孩子的？这比送子观音还要厉害呀！不愧是道长，就连生孩子都会，快点传下去，道长怀孕了。传下去，道长让人怀孕了。突然间有2个人走过来，道长，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我的孩子没了。怎么回事？有事慢慢说。道长，我是隔壁村村长，我们村子那个水库里面有水马子，这2天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拖进水里面了，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道长，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我他喵，难道真有水马子不成？快点艾特小亮老师出来！水马子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以前夏天到小溪里面游泳的时候，我就被他拖走过。大家不要艾特我了，这是在道长直播间，艾特我也没用啊，在道长直播间真的讲不了科学。村长，咱们先别急，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先跟我讲清楚。我们村前2天便有几个小孩去水库当中玩闹，他们几个只是在水库边上玩闹，根本就没有下去深处游泳。我当时就在现场，那2个后生看起来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拉住一样，硬生生的往水里面拽，否则以他们2个的水性，肯定不可能溺水的。这听起来还真有些诡异啊，看来非我们道长出手不可。直接上抽水机啊，把水库抽干，水马子肯定就得现出原形。那万一水库底下是一个落水鬼，那村民不是遭殃了？众所周知，人一般是打不过鬼的。你们可别吓唬我了，我今晚还得去上夜班，也把我吓坏了。道长，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贫道刚刚算了一下，时辰未到，各位稍等一会。这时走来一位记者。道长您好，居然时辰未到，能不能采访您一下？当然可以。道长，请问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成立慈善公益基金会，为孩子们建小学的？冰冰显然没有提出一些刁难人的问题。要知道，现在有些记者为了博眼球，会专门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让人难以招架。频道开直播本意是为了弘扬道教文化，粉丝们出于对道教文化的喜爱，打赏了很多的礼物，频道受之有愧，便准备用这笔钱为上学困难的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前期的投入是1半的礼物收益，后期还会慢慢的追加。道长这个回答很耐斯，不过刷礼物是我们自愿的，用不着受之有愧呀。这就是格局，别人有钱那都是买别墅买豪车，我就没见过咱们道长有过高消费。道长，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公益基金会似乎主要都集中在教育方面，其他方面的几乎没有涉及，能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吗？频道的基金会目前确实只涉及教育方面，因为频道觉得教育方面的帮助其实是最有性价比的。性价比，这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现在有1万块钱，如果给一个贫困家庭的话，也许能够帮助他们改善一阵子的生活质量。但若是这1万块钱，频道捐献给了一个成绩优异家庭困难的学生，也许便可以帮他顺利完成学业，等他有一定的能力，也许还可以像频道帮助他一样去帮助其他人，让这一份爱心可以传递下去。林涵说完，现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好了，各位，时间到了，村长带频道去那个水库看一下吧。道长，就是这里了。本来我们都打算把这个水库抽干了，不过这几个月都是干旱，要是把水库抽干了，庄稼可就要遭殃了。村长，你先别急，你们在岸上等我，频道去就回。说完之后，只见林涵直接跳入水库当中。各位莫慌，降妖除魔我们道长最擅长了，问题不大的。就是，这小小的水马子，对我们道长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抓鬼什么的，道长最擅长了，更何况是小小的水马子。此时林涵来到水中，好强一股邪气。紧接着林涵便感觉有人抓住了他的脚腕，正在把他往下拉。我他喵，还真有水马子！畜生，谁让你在这里害人性命的？只见林涵浑身散发出金光，怪物被吓了一大跳，连忙松开手，转身就往水底下跑。林涵转身跟着他来到水底，底下还有4具尸体。林涵直接一掌打出，怪物瞬间躺板板。林涵将他带出崖上。没想到这水下竟然真的有怪物，小亮老师呢？快点出来鉴定一下！我看以后谁敢说水马子是假的，现在可是亲眼见到了，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呀？看起来也太吓人了吧！屏幕外的小亮老师仔细地盯着屏幕，不由得咽了咽口水。眼前这个黑毛怪物究竟是什么鬼？不要说是见过了，想都不敢想，根本不像是地球生物该有的样子呀！说完，小亮直接进入林涵直播间。好吧，我承认这可能是真的水马子，我确实认不出来这究竟是什么生物。好家伙，竟然还有小亮老师不认识的生物，这肯定是水猴子无疑了。大家别急，先听听道长怎么说。就是这东西，把我孩子拖进水库里面，把我孩子还给我。道长，那2个小孩还有年轻后生呢？他们都在水库底下，尸体被水草缠绕住了。现在水库里面很安全，你找人把他们打捞起来，入土为安吧。道长，这究竟是什么呀？他旁边的摄影师还在拍，但王冰冰觉得这一段估计是播不出去了。毕竟水猴子这种东西，总让人感觉带点封建迷信色彩。这种东西频道也是第一次见，应当就是大家口中的水猴子了。不用害怕，它现在已经洗了。奇怪，就连系统动物百科全书当中，并未有这种生物的介绍。这时候，从人群当中挤进来2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来到林涵面前。道长，我是有关部门的，这个黑毛怪物能不能交给我们处理？道长，我是神秘调查局的，黑毛怪物能不能交给我们处理？那交给你们处理吧。这2个黑衣男的神神秘秘的，还在道长耳边说悄悄话，我看这2个可不像是好人啊。我怀疑他们是有关部门的人，他们可能想将水麻子的事情压下去。这黑毛怪物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交给你们反而是最好的解决办法。2人看见林涵同意，抬起水麻子就走。今天的事情已经结束，大家就散了吧，各回个家。还有频道也下播了。我他喵，道长怎么突然关直播了？我还没看过瘾呢。我怀疑道长接下来可能要干大事。水马子都抓了，还能有啥大事要干？还有小亮老师，这下肯定乐坏了吧？终于抓到水马子了。众人走后，只剩下4人在现场。沈经理频道在瑞士银行里面还有些存款，打算拿出来一部分交给基金会，往后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我打算交给刘强负责。沈总，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没问题，我正愁这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谁呢？交给刘强先生的话，自然没问题。以后基金会还要多麻烦沈总了，到时候你的年薪便和刘强一样吧。
这个支出也从基金会里面划出来。这时传来系统的声音。系统升级成功 ,2.0 版本为你服务，恭喜宿主累计600万传道积分。系统直接来个白金抽奖。叮咚，消耗1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慧眼识玉，拥有全面系统的顶尖玉石鉴定能力，获得各种玉石类知识。要是去玉石市场搞几个帝王绿，这泼天的富贵就砸到我头上。继续抽奖。叮咚，消耗1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碧海潮生曲，玉箫演奏，模仿大海潮浪之声，可内藏高度致命杀气，杀人于无形。恭喜宿主获得夺魂箫，用昆山之玉制作而成。恭喜宿主获得神通撒豆成兵，神通术法，撒放豆子变成军队。传说中撒豆成兵可以变纣为业，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呼风唤雨，这个是神仙手段啊！撒豆成兵所需要的豆子，宿主可通过系统兑换。要是利用这个豆子来修建道观旗，不是无题。这个要是送去厂里拧螺丝，1个月3000，10个不得30万，100个不得300万。这要是让资本家看到了，那不得乐坏了。系统给我来200颗普通的豆子。豆子已放入系统空间。关闭系统后，林寒盯着沈雪脖子看，沈雪注意到林寒的目光，小脸瞬间变红。道长，你在看什么呀？林寒这才反应过来，这样盯着女孩子看，确实有些不太礼貌。抱歉，贫道看你脖子上佩戴的玉石似乎别有玄机，能否借贫道一观？原来道长一直都在看我脖子上的玉坠，不知为何，他心里反而有一丝失落。难道老娘的身材还不如一块玉坠来的有吸引力？道长想看当然可以，不过这块玉坠不能离开我太久。说完之后，摘下这块玉坠，递给了林寒。沈总戴这个玉坠倒是相当的合适。玉坠拿在手心，林寒感觉到一片炽热。这是独山玉，华夏4大名玉之一，像这种最顶尖的料子可是非常少见呀。道长好眼力，沈雪嘴上这样说，但心底却有些失望。难道说就连道长都没发现这块玉坠其中的奥妙？只见林寒突然伸出手，握住了的沈雪手掌，顿时感觉到一股冰冷。道长，你这是？果然如此，沈总体内的寒气有些重呀。这一块玉坠应当是高人所赠吧？其中蕴含着至纯的阳气，便是为了中和你体内的阴寒之气。若是能够寻找到契合你体质的修炼功法，便可以对这阴寒之气加以利用，到时候不仅不会损伤你的身体，还大有用处。修炼功法，道长你是说我也能够修仙了？什么修仙不修仙的，要相信科学。我说的修炼功法，也只是帮你强身健体罢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不过贫道目前还没发现有功法契合你的体质。沈雪像是被浇了冷水一般，眼神当中的希望顿时变得无助，就连当代修仙第一人都没有办法，他又能去哪里寻找呢？沈总也不用过于担心，贫道看这块玉坠的样子，至少还能保你20年无忧。真的吗？若是还能再活20年，那时候我都是40几岁的老阿姨了，那时候怎么样也无所谓了。贫道会帮你留意有用的科学修炼方法，相信用不了多久，应该能找出解决你身体寒气的办法。其他人解决不了，不代表林寒不行，毕竟我可是拥有系统这个逆天外挂的。那就多谢道长。此刻，华夏生物研究所，这些邪物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这个月在各地已经抓到10多只了。若不是那位道长出手的话，这邪物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主要是这些邪物神出鬼没的，我们难以掌握它的行踪病身。若是人手不足，实在难以应付的话，还是请江湖门派也下场帮忙吧。毕竟大部分鬼邪之物，不要说是普通人，哪怕是修为低微的修炼者，都不是他的对手。道门这些年来虽然有衰微之象，但终究是在华夏大地上传承了上千年的道统，底蕴依旧存在。更何况还有那一位在龙虎山上闭关的老天师，还有网络上面也没必要对这种事情特地隐瞒了。那个视频流传便流传了吧，也是时候让公众知道一些什么了。第二天，林寒回到道观，从系统空间拿出一把豆子，挥洒出去，很快变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以后你就叫豆大，他叫豆二，就这样以此类推下去。我的米麦！整齐划一的声音吓醒了还在睡觉的黄皮。道长，这些身高1米9的壮汉是哪里来的？你可曾听说过撒豆成兵？撒豆成兵，这可是传说当中神仙才会的术法神通啊！黄皮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道长到底是有多强？这种神仙法术竟然也会？好了，你们去动工吧。图纸我传输到你们的意识，建筑材料就在门口堆着。豆兵走去施工后，林寒开启直播。道长出来挨打，今天竟然这么晚直播。频道有些事情耽搁了，主要是为了找施工队帮频道修建道观，所以耽搁了些时间。粉丝们这才注意到，后面一个个身高1米9的壮汉正在装修。我他喵，这是哪家的施工队？一个个看起来比牛还壮。半小时后，都已经半个小时了，而且这么热的天，他们不用休息的吗？好家伙，我光是看着就已经觉得有些累了。道长，你这施工队哪里找的？介绍给我，我明年要建别墅也请他们。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些人其实是道长用法术变出来的？我他喵，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变出一堆活人出来？不可能，这已经不是不科学了。我记得道家还真记载有不少传说中的法术，可以变出一些分身，比如说猴子把几根猴毛变出一大堆猴子猴孙，不敢想象，细思极恐。大家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频道不过只是花大价钱请了一个高质量施工队而已，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怎么可能有变出一大堆活人的法术？那是不存在的，也是不科学的。大家若是平常经常锻炼的话，练出一点肌肉出来，去工地也能像他们这样干活。小弟明天就要进工地搬砖了，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不要喝工地里面别人丢的冰红茶，半夜有人叫你去看那些怎么打也打不好的桩，关系再好也别去。小伙子，你还是别来工地了。听说过活人桩没有？大家要相信科学哈，什么活人打桩，那都是封建迷信而已，大家不要相信。在古代，那便是一些工程当中怎么打也打不好的桩，需要用活人来献祭。在现代，大家就需要相信科学了。这时憨憨背着10几袋水泥袋从直播间路过，太惨了吧！国宝大熊猫竟然沦落到工地搬砖，是道德的沦丧，还是雄性的缺失？史上第一只搬砖的熊，憨憨诞生了，道长都把憨憨养成精了。大家用不着大惊小怪，其实熊类生物的智慧是很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卧铁上尉的故事？那是一只棕熊，在2战时期服役于炮兵连，在打仗的时候还会扛炮弹呢。哈哈哈，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我当时还以为是瞎编的，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我听说那只叫做卧铁的棕熊还会抽烟喝酒，最喜欢的就是伏特加。我有个想法，培养一群熊来我工地搬砖，那肯定能赚不少吧。楼上的实习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自己会夹菜。好了，频道也要开始干活了。林寒来到一棵大树面前，拿出雕刻刀。好家伙，道长这是要动真格的呀！这次终于不用砍柴刀了，看起来专业多了。大家也太排挤频道了，我不过只是随便雕着玩的，业余爱好而已，和专业人士比不了。林寒很快全身心的沉浸于其中，他的速度很快，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止，每一步都好像是肌肉记忆一般，根本不需要思考。双龙戏珠，道场牛掰，可惜这棵木材一般，要是金丝楠木的话，这根柱子的价值恐怕得上亿。恐怖的不是道长的雕刻技术，恐怖的是后面的那群人，从早上干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道长，你到底给了他们多少工钱啊？这些人干起活来也太不要命了，我要是一天这样干下来，绝对的当场猝死。一直到了天黑了，太阳落下，这群施工队的人还在不停的施工，根本就没有停下的节奏。这些人该不会是道长请下来的天兵天将吧？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再见。直播间的粉丝一脸懵逼，怎么突然就下播了？直播间内只剩下一片黑屏了，气死我了！道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我建议大家明天不要来看他直播啊！我同意。楼上你这个憨逼，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结果道长一开播，你来的最快。恭喜宿主获得360万传道积分，直接白金抽奖，消耗1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中等妖元丹，其内蕴含磅礴的妖气，妖修服用之可增长修为，提升天赋上限。恭喜宿主获得3清祖师泥塑、上清祖师泥塑、玉清祖师泥塑、太清祖师泥塑，获得中等妖元丹。抽完奖后，林寒看向黄皮，刘强昨天给我发消息了，说他兜里面揣着几10个亿，很是不安，所以还是想让他去保护他。黄皮顿时苦着一张脸，跟着刘强到处跑，跟个宝宝似的。咱好歹也是300年的黄鼠狼，给一个普通人当保镖，看你这个表情，似乎不太乐意。既然是道长吩咐的，那我肯定会尽心竭力。林寒掏出抽奖获得的2颗妖元丹，这东西给你，应该对你有些帮助。道长，我感觉这2颗仙丹能够助长我的修为。黄皮吃下1颗妖元丹，立刻化作一股暖流遍及全身。道长，我感觉我已经摸到地阶的屏障了，多谢道长。黄皮感觉到修为的提升，迅速将另外1颗也吃了下去。道长，我突破的阶了。2张隐身符，还有2张雷击符，给你备用着。下山去找刘强吧。几天后，林寒一开播，3座道观出现在直播间面前。好家伙，我们这是亲眼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你告诉我这是3天建成的，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信。众所周知，在道长这里，一切不科学都是科学，一切不可能都是可能。道长这个新道观是真的不错呀，我们能不能去参观呀？就算收门票也行啊。可惜道长你非要建在深山老林里，不然这座道观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又一座风景名胜。大家不要着急，等频道空闲的时候，在这山间开辟一条小路，到时候大家想来参观的时候，随时都欢迎的。其实我觉得道长还是不要让我们去参观了，否则到时候肯定人挤人。如果有些人乱丢垃圾的话，还破坏环境生态。我们这个道观就算是基本完工了，接下来进行一下完工仪式。林寒将3炷香插在香炉之上，口念了几声咒语，摆放于宫殿之中的3尊泥塑绽放出一丝金光。原本普普通通的泥塑，此刻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突然之间，天空被渲染成一股紫色，整个天空都被紫霞弥漫。这是什么情况？剧本里可不是这样写的呀！我不过是简简单单走个过场而已，怎么还天降异象呢？卧槽，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紫气东来？好震撼的美景啊！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乖乖，道长修个道观都能够天降异象，难道是道祖显灵了？大家不要多想，这应该是局部极端天气变化，真和频道没有关系的。好一个局部极端天气变化，道长你看我们像憨逼吗？就是，你刚刚把道观修好，就出现天降异象，你敢说这是巧合？只见2只仙鹤伴随着天边的紫霞，缓缓落在了的房顶之上。频道说这是巧合，你们信吗？道长，你觉得我们会信吗？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这2只仙鹤可能就是道主的化身，大家还愣着干嘛呀？赶紧许愿呀！许愿！祝看我视频点赞评论考试科满分，买彩票都是中头等奖。
此刻，靠近云顶山脉的几个村庄，村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望着山脉深处紫色的霞光，不由得议论纷纷。老夫活了70多年了，从未见过如此场景，难道是山神显灵了？大家赶紧跪下祈福，神仙保佑我们的庄稼，已经很多天没有下过雨了，再不下雨，今年一年就白干了。男子刚说完，细细的雨滴慢慢落下。下雨了，下雨了，神仙真的显灵了，这是灵雨呀！大家赶紧把脸盆接起来。神仙显灵了，今年的庄稼终于可以大丰收了。祝愿流失出去的亲本种子水土不服，亲本种子只能在我华夏大地茁壮成长。龙虎山身穿道袍、发须发白的老天师端坐于山头之上，望着西南方向，露出疑惑的表情。师傅，这么着急叫我来，是有什么急事吗？西南方向可有什么异象发生？随后将凌寒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此子当真不简单呀！此乃我道门中兴之相，你亲自跑一趟，请这位小友来龙虎山一叙，贫道要为他册封真人，天降祥瑞，道门将兴啊！他只是修好就获得了御剑飞行的法术，还有外国人竟然来到道观拿走亲本种子。凌寒亲自御剑飞行找他们算账，但他没有想到修建道观引发的奇观竟然传到了外面。道观建成，天降祥瑞，仙鹤入仙境，在一些国外平台同样火了起来。我的上帝，这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华夏的神仙？这肯定是一种奇特的天气现象，大家不要被华夏的骗子蒙了心，让我们的专家出来科普吧。好梦幻的场景，华夏那一位道长是真的好神奇，我不管了，我一定要翻墙进去看直播，亲眼见证这梦幻的一幕。凌寒直播间内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万，无数的信仰之力朝着这边汇集而来，这些信仰之力被道观3尊泥塑吸收了。看来这3尊泥塑的作用便是收集信仰之力了，应该是和功德之力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气运，帮助修行，乃至逆天改命。叮咚，恭喜宿主完成修缮道观任务，任务完成度完美，是否领取奖励？这还用得着说？当然是领取。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御剑飞行神通术法，御剑飞行，逍遥世间，飞行速度将会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而提升。系统，你终于送个御剑飞行了，我做了20几级，盼天盼地系统。恭喜宿主获得百草丹方，记载数百种天才地宝丹方。恭喜宿主获得紫气化虚鼎，顶级炼丹炉，提高炼丹成功率，有一定概率可以赋予丹药紫气纹，紫气纹直接提升丹药50%药效。系统，你炼丹炉都送了，炼丹书不给我呀？以我的技术怎么炼丹？看来那一株千年野山参得在系统空间里面吃灰了。道长，你听说了吗？朱某某为了利益，竟然将我国禁止出口的杂交水稻亲本种子提供给外国间谍，道长怎么办呀？就是，这些人太可恶了，道长你可要想办法才行，不能让他流传出去。各位莫要担心，你们居然能看到新闻，就证明已经解决，不是什么大事。这些人这么嚣张，看来还是要惩戒一下这些外国佬。各位请欣赏一下紫霞。凌寒从系统空间取出镇魔剑，整个人腾飞而起。直播间内并没有发现凌寒消失，还在看着漫天的紫霞。一个高耸的山峰上，一个苦行僧望着天边的紫色云霞，微微出神。倒是有趣的景，贫僧也得去凑一下热闹才行。这感觉真是太棒了。机长，雷达显示附近好像有不明飞行物。别紧张，应该是飞鸟之类的，不用慌。还是机长你有经验。两人这时候抬头看向前方，让他们终身难忘的瞬间出现在他们眼前。卧槽！刚刚我看到有一个道士御剑飞行从这边飞过去了。凌寒利用隐身符来到一家外国机构，看到里面有几个人，立马施展法术，将几人方便的地方变成小米大小，随后将种子销毁。随后一人来到厕所，我的鸡鸡巴怎么变成那么小了？凌寒操控着飞剑回到道观门前，出现在镜头当中。你们许愿都许了一下午了。道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的愿望比较多，肯定要一个一个来。你们也太贪心了吧！我的目标不大，只要一个富婆就行了。频道感觉你们的愿望只要不是太脱离现实的话，应该可以实现。频道的愿望就简单了，就是希望看过我视频的人父母身体健康，心想好事成，就问你们接不接？凌寒话音刚落，突然窜出来3只白色的动物。卧槽，我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会有3头白犀牛？离了个大谱，咱们华夏境内有白犀牛吗？天降祥瑞，这头白犀牛肯定是被道观吸引过来的。白犀牛也是吉祥的象征。大家不用大惊小怪，咱们华夏地广物博的，有一些还没被发现的动物，其实很正常。白犀牛最喜欢的栖息地就是茂盛的森林，云顶山脉刚好就符合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华夏本来就有犀牛分布，有1-2头白犀牛也不奇怪，只不过可能之前一直没被发现而已。又是一个史诗大发现，在道场直播间，我真是每天都能发现惊喜啊！而且这头白犀牛和非洲分布的那些白犀牛看起来不太一样，有可能是一个未被发现的新品种，这绝对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发现。怎么这个云顶山脉啥动物都有啊？哪天要是突然冒出一只恐龙，我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不管，这头白犀牛肯定是天神的化身，我得赶紧再许一个愿望，不然就太亏了。啊，对，差点忘了，我也来许愿，希望明年我和道长能生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好家伙，楼上你可别把道长给吓坏了。
这玩意儿不是周非特产吗？怎么华夏也有啊？这件事情和频道也没什么关系，这头白犀牛应该只是碰巧路过，刚好就被我们现场直播了。白犀牛是吉祥的象征，大家有幸看到这一幕，说不定在接下来的几天会有好事发生。白犀牛这时候发出嗷嗷的叫声。道长，我们可以留在道观吗？当然可以。像白犀牛这种代表吉祥的动物，愿意到他的道观当中定居，当然不会拒绝。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这3头白犀牛是准备赖个道长这里不走了？好家伙，道长这个道观还真成动物园了呀！这绝对是大发现！我已经联系了生物研究院的几个泰山北斗，我们华夏终于也有白犀牛了。道长，你的道观能不能开放参观呀？我们真的好想去看看白犀牛。你们这些人还真是善变，憨憨这转眼之间就已经失宠了吗？晚上，林寒端坐于道观之内，如往常一般，正在诵念经文。别人都是对牛弹琴，道长这属于是对犀牛弹木鱼了。就在这时候，林寒突然停下手中动作。道长怎么突然不敲了？我正听得上瘾呢。大家稍安勿躁，贫道在这屋里待得有些烦闷，先出去散一下步。林寒这时候已经来到道观外，既然有客到访，为何不现身一见？你竟然能够发现我？这个僧人气息内敛，深沉如海，我半点都看不透。此人的修为必定极为高深，绝对是天阶，甚至是天阶之上的存在。不知大师此番前来所为何事？苦行僧没有回答，只是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想到这山中竟突然出现这样一座道观，设计的倒是极为巧妙。这2天才修缮完成，大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贫僧法号杜恶，在这山中隐居多年，今天突见天降祥瑞，便想着出来走一走。看来祥瑞应是因你而起。这件事情和贫道没有关系，都是巧合罢了。大师不妨进来喝杯热茶。那贫僧就打扰了。两人来到道观客厅内。好茶。这可是前几天系统抽奖获得的10斤茶叶，都是最顶尖的茶叶，世间难寻。要不是道观当中其他茶叶都已经用光了，我才舍不得用这东西出来招待你。这位小友，贫僧看你与我佛门有缘，不如加入我佛门，贫僧保证小友必能修成正果。这位渡恶大师还真有点意思，来道观里面挖他一个道士入佛门，挖墙脚挖到这个地步，也不怕晚上三清祖师找你聊天。大师莫要开这种玩笑。小友何出此言？出家人不打诳语，贫僧从不开玩笑。可我是一个道士，那又何妨？小友你与我佛门有缘，只要归于我佛门，必能有一番大的成就。大师，你不用再说了，我是不可能退到修佛的，我对佛门并不感兴趣，开什么玩笑？自己又不是被驴踢了脑袋。看到林寒态度如此坚决，渡恶大师细细念了几声咒语，佛音入耳，林寒顿时感觉一阵恍惚，拍死师，我以礼相待，你却用这种手段，这就是你们佛门的作风。抱歉。刚刚贫僧实在是动了爱财之心，所以才出此下策。小友你不入我佛门，实在是错过了一桩机缘啊！我信你个鬼！你个死秃驴！若不是怕你打烂我新建的道观，我早用雷击斧劈死你。小友你不必如此，若是真打起来，你必定不是我的对手。林寒取出镇魔剑，你可以试试，你虽强，但也不至于让我到害怕的地步。也罢，既然小友执意不肯入我佛门，那我也不强求了。今日喝你茶水，欠你一个人情。说完之后，只见他脚步轻轻一跨，瞬间闪身来到道观门口。缩地成尺，不能就这样让他走了，装完逼就走，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这时候林寒灵机一动，转身对着大殿当中的泥塑说道：祖师，这个和尚挖墙脚都挖到道观里来了，难道我们道家不要面子的吗？还请祖师出手，让他尝尝记性。一个佛门的人跑到道观里面挖墙脚，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了。更何况刚才那个洗秃驴还用了很下作的手段。怎么没点反应？难道这个泥塑真的只是个普通的泥塑而已？汇集了那么多信仰之力，连个和尚都教训不了。就在这时候，摆在大殿当中的泥塑突然一道金光闪过，苦行僧此刻走在道观外，突然间眉头紧皱，不由得望向天空，只见乌云晴朗的夜空，此刻乌云汇聚，不好！一道硕大的雷霆已经一声大爆炸，在原地直接炸出一个深坑。好家伙，不愧是祖师，出手果然不一般。就算是雷击斧造成的威力和这道雷电相比，那也是个弟弟。还不等林寒从惊讶当中回过神来，紧接着第二道雷霆降下，直到5道雷落完，该不会直接被劈成灰了吧？这就是装逼的下场。浮生无量天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平地起惊雷？难道是道长在修行？我的乖乖，这个威力也太恐怖了吧！不愧是堪比何大林道长，修仙的就是不一般。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会不会是自然现象？楼上的自然现象会是劈了几个雷，然后就立马转晴？大家快去看看，有重大新闻！什么重大新闻？能有我道长召唤雷霆好看？召唤雷霆算个屁啊！御剑飞行见过没有？御剑飞行啊！我刚刚看到那个视频，这也太炸裂了！我敢打赌，那个人肯定是道长没错。这段视频正是飞机上的人拍到的林寒御剑飞行。这玩意儿是特效合成的吧？这也太离谱了！怎么可能有人能飞那么高？不对，这怎么可能有人能御剑飞行？众所周知，视频是没办法 P 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难道你们看不出来那个人是道长吗？而且这个视频拍摄的位置刚好是在云顶山脉上空，你们觉得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吗？
好呀，现在证据确凿了，我看道长他怎么狡辩，不对是让我们相信科学。林寒在外面找不到苦行僧的身影，就连尸体都找不到。回到道观当中，刚才贫道出去散了一下步，没想到外面打雷了，让各位等着急了。道长，跪求收徒啊！我也想要学习御剑飞行，这也太帅了吧！原来御剑飞行真的存在，道长你不厚道啊，整天把本事藏着掖着，都不让我们看到。道长表示，大家要相信科学，然后转头御剑飞行飞向万里高空。万米高空御剑飞行，道长你太神了，比电视里演的还要夸张。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贫道怎么听不懂？随后林寒拿起手机，打开热榜第一才知道情况。我操，好逼真的特效啊！竟然让贫道看不出半点破绽，这一看就是用视频特效做的。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御剑飞行在万里高空？就算是道祖同意，牛顿他也不同意啊！林寒的表情拿捏的恰到好处，不过粉丝们被忽悠久了，早就产生免疫了，根本就不信。牛顿表示华夏不归他管，归他弟弟牛德管。道长你就别装了，这个人分明就是你，我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你骗不了我们。好家伙，道长你这个演技都可以拿奥斯卡影帝，小鲜肉看到你这演技的羞愧的恨不得一头撞死。道长你看新闻没有？谭某因为钱和感情的事情，让了一个21岁的年轻人就此离开世界。大家在爱别人的同时，也要更爱自己，再烦也别忘记微笑，再累也要爱自己。还有某些人作恶的行为，贫道觉得善恶到头总拥抱，谭某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跑不了。道长你赶紧承认你会御剑飞行吧，我也想学。这个视频模糊不清的，又能看得清楚是谁呢？反正不管他是谁，都不可能是贫道啊！依贫道所见，这视频肯定是剪辑合成的。今天已经不早了，看得出来大家已经有些乏了。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吧，大家早点休息。36计走为上策。此刻，锦城神秘调查局分部，这怎么可能？御剑飞行这么炫酷的技能，他怎么可能会？师兄你别伤心，犯不着和道长相比，你跟他根本不能比的。闭嘴！你就是在安慰我，还是在补刀？这也太牛逼了吧！按照往常的话，像这种视频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删掉的。不过现在上面貌似打算公开，不打算限制了。删，必须删，绝不能让他装这个逼。怎么这么久了，这个视频竟然没人管？按照往常的惯例，像这种不科学的视频，一旦引起关注，很快就会被删掉的呀。再不删掉的话，他科学的人设可就立不住了。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在国内火得一塌糊涂，现在还被人上传到了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太神奇了！御剑飞行竟然是真的，这就是华夏的道家修仙文化吗？实在是太酷了！我是亿万富翁，能不能把钱都送给他？我要拜他为师。楼上的就不要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了，道长可不缺钱，更不可能收你们这些老外为徒，你们还是乖乖的去学习魔法吧。学魔法学个屁，老子就要学修仙。楼上的，你个老外还是排队去吧，我们华夏人都还没排上呢，你就想插队？有钱了不起啊？道长，人家飞行员都出来证明了，你就不要再装了吧。你们就不要再费劲了。其实贫道也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道士，其实大家可以加入一些别的门派，比如龙虎山、武当山，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道教门派。你们又何必专门来我这个小小的三清关呢？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时传来系统的声音：宿主累积传道积分1100万，来一次至尊抽奖，消耗10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炎帝炼丹手札，其上记载炎帝炼丹术以及炼丹心得和总结。炎帝炼丹术已修炼至精通境界。林寒一恍惚，脑海中很快便多出了炎帝炼丹术的信息。这个炎帝乃是何许人也？不可能是斗破苍穹里的炎帝吧？如不出意外的话，应当便是华夏的老祖宗炎帝了。看来系统空间当中那株千年野山参终于可以发挥效用了。道长他在傻笑什么？难道是有好事发生？哇，道士哥哥傻笑的时候也好帅啊！我已经截屏保存下来了，准备做成表情包。这时外面传来声音：这道观不错呀，设计的真是巧妙。别人给他颁个修仙奖状，这个男人却要他长得3头6臂，不然就拔光他头发。更奇怪的是，这个男人仿佛却来到深山，找到一条青蛇和一条异白蛇。道长，上次吃了您给的丹药之后，我感觉修为精进了不少。那贫道便再送你一颗。说完，他直接拿出一颗妖元丹。无功不受禄，这颗丹药太珍贵了，道长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收下吧，来找你当然是有事要麻烦你了。说完又拿出一颗丹药，这是一颗开智丹，可以给你妹妹服用。贫道这一次来找你们，也是有事要找你们帮忙。道长神通广大，修为精深，我一个小妖能够帮得上什么忙？贫道刚才算了一下，最近可能要出一趟远门，可能要耗费一些时日，还需要请你帮贫道看一下道观，照顾一下道观当中的几只小动物。原来是此等小事，这种举手之劳而已。随后两蛇吃下丹药，大蛇突破地阶。姐姐，我可以说话了。黄鼠狼玄阶的时候就能够化作人形，为何你都已经突破地阶，却还不能够化形？道长，我们妖修化形，每一个的情况都不同的。一般来说，血脉比较强的妖修，往往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够化形。对了，贫道再交给你一个任务，我道观里面还有2头小老虎，之前一直都是喂养，现在也是时候训练他们自己捕食了，这件事能搞定不？没问题的，道长，我以前在这山中没少和恶虎打交道，还是有些经验的。
既然如此，贫道也就放心了。等我离开道观，我便叫你前来。回到道观后，林寒听到外面传来声音，这道观不错呀，设计的真是巧妙。等下就要看到道长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真人比直播里面还要帅。你说道长会不会第一眼就看上我，想要和我结为道侣？那我到底是接受呢，还是接受呢？我说师姐，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人家道长不可能看得上你的。臭小子，你说什么呢？道姑一巴掌拍在小道士的脑袋上，顿时肿了个包。小道士捂着脑袋，一脸的吃疼，但是又不敢反抗。等老子修道有成，看我怎么收拾你！林寒刚好走出道观，恰巧看到这一幕。道长，我平时不这样的，我平时很温柔的，你千万不要误会。完蛋了，完蛋了，这要是在道长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怎么办？道长，我跟你说呀，千万不能找道理，女人都是母老虎啊，只会影响修炼的速度。这两人未免也太自来熟了，难道是专门来拜访道门粉丝？你们两个不许胡闹！出门在外的，成何体统？道友无惊，我乃是龙虎山掌教张一鸣，这两位是我不成器的弟子，刚才有些失礼了。若不是他说是掌教，我都察觉不到他的修为。龙虎山可是道门正统、当之无愧的道教魁首，为何会来到我这个小小的深山道观当中？原来是张掌教，幸会幸会。道教四大名山分别是武当山、青城山、龙虎山以及齐云山，而龙虎山更是正一派和天师派的祖庭。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于此山炼丹，传说丹成而龙虎现，由此而得名龙虎山。如今在道门当中拥有超然地位的原因。什么玩意儿？这人该不会是骗子吧？冒充龙虎山掌教。楼上的，你觉得有哪个骗子敢骗道长？是嫌活得不够久吗？难不成这个龙虎山掌教是来跟道长学习修仙的？应该不至于吧？龙虎山可是很厉害的道教传承呀，应该很厉害才对。原来是张掌教，失礼失礼，快快请进。那就叨扰道友了。话说龙虎山一直说是道教祖庭，这位掌教是不是也是修仙的？他修不修仙咱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咱们家道长厉害。这时两个徒弟看到憨憨，嚯，是憨憨，道长，我能过去跟他合个影吗？当然，你们随意。道友，你这是在直播，能不能借你直播间说几句话？请便。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龙虎山当代掌教张一鸣。我们龙虎山可是道教祖庭，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更是白日飞升，得道成仙。大家若是对道教文化感兴趣的话，不妨到我们龙虎山一试，我们是相当欢迎的。反正道长不收徒，不如就到龙虎山试一试，当个道家弟子。我还想问一句，能不能学御剑飞行？对，我们就要学道长的御剑飞行，好歹也是一个掌教，御剑飞行总会吧？张掌教，他们说想要学御剑飞行。御剑飞行这玩意儿我也想学呀，关键谁会呀？在我们龙虎山的典籍当中也多有记载，可现在早已经失传了呀。想起网上那个流传的视频，张一鸣连忙问道：莫非道友你还会御剑飞行？怎么可能？一听就不科学，贫道怎么可能会？也对，御剑飞行连我们龙虎山都失传了，小友又怎么可能会呢？张掌教此番前来，肯定不只是为了观赏贫道的道观，必定是有其他事情吧？没错，道友，接下来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我此番前来是为了邀请道友前往龙虎山参加真人册封大典。哦，这确实算是一大喜事，不知是哪位前辈得此殊荣？就是道友你啊，否则我又何必听着跑这一趟呢？张掌教可莫要开玩笑，贫道的资历也不够啊。册封真人对于道家的修行者来说，绝对算得上是极其荣耀的一个光环。小友不必谦虚，这段时间你在各大平台弘扬我们道家文化，贡献巨大，再加上道友也有一身本事在身上，册封真人也是合情合理，道友莫要推脱。难怪师傅说我是道门中心之人，果然还是师傅老人家的眼光毒辣，那贫道就却之不恭了。对方都这样说了，林寒不是矫情之人，便直接应下。毕竟获得一个真人的头衔，肯定是百益无一害的。册封真人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懂得的老哥出来介绍一下？楼上的你可真是文盲，真人就相当于道门的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德高望重、道法深厚的道士才能够获得。我靠，20多岁的真人，不愧是道长。能够得到真人头衔的，那一般都得50、60岁了。像道长这么年轻就获得这个头衔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几个。几年的时间里，道门一直不断的在淡出人们的视野，知名度一路下滑。而佛门现在还有学历要求，如果你没有本科，现在是研究生，抱歉，你和佛门无缘。说实话，之前我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道教，还是因为看了道长的直播才感兴趣的。道家一向都讲究顺其自然，不过也不能一点宣传都不做呀，这样下去传承真的可能会断的。你看人家佛门发展的多好。我已经来到峨眉山脚下了，正准备上去拜师，也是受了道长影响，大家等我好消息。这位粉丝你先别急，峨眉山现在是佛教圣地，峨眉山一开始本来也是我们道门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普贤菩萨的道场，从这以后变成了佛门的4大名山。毕竟佛门进入中原之后，借鉴了太多道家的东西，木鱼施主主持这些东西一开始都是道家的。想不到道友懂得如此之多，真人册封仪式将在半个月后举行，我就在龙虎山恭候道友的大驾了。此刻华夏湾上，非凡道长，你看这条消息，去
岂有此理！好一个龙虎山，丝毫不把我蒋非凡放在眼里。3年前我就已突破天阶境界，那时就向龙虎山申请册封真人，3年来一次次被回绝，如今竟然册封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娃子为真人，真是可笑！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娃子是不是有3头6臂。非凡道长为何非要龙虎山册封真人？要我看，龙虎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在我们温省直接进行册封典礼，邀请各界人士，我们册封真人。你懂什么？龙虎山在道门当中的地位比较特殊，除了那个人册封的真人之外，其他的都不会被认可。我自己给自己封有什么用？不仅没用，还会被道门同行耻笑。林寒送走3人后，查看系统积分，系统来播抽奖。恭喜宿主获得霉运符，使用此符可指定某人倒霉1年。这也太狠了，倒霉1年。对于那些罪不至死的坏人，倒也可以使用一番。林寒前往册封大典，这时已经来到平安县城，远远的看到一个可爱女孩子，手中拿着冰糖葫芦。这个女孩好可爱呀，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对了，这不就是上次道长送她平安符那个女孩子吗？我想起来了，当时他还想把小姨介绍给道长。你们的记性倒是不错，贫道和这个小女孩倒还挺有缘分，竟然又遇到了。林寒这时候却是眉头一皱，只见一辆大车呼啸而来，他尖叫一声，下一秒整辆车从他身上碾压而过。卧槽，女生没事吧 ？Oh my god， 这个卡车司机在干嘛？喝了8+1了吧？应该是刹车失灵了，否则不会这样。那么可爱的女生，难道就……大家别急，贫道看这个小女孩乃是有福之人，未必会有事情。道长，你不用安慰我们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道长，你刚刚为什么不出手呀？是反应不过来吗？大家不要责怪道长，刚才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贫道没有安慰你们，不信你们自己看。只见他被车碾压而过之后，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当中，他爬起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卧槽，他好像没事。哎，道长，你赶紧去看看他，说不定他受了内伤。林寒来到他身边，挂在他脖子上的平安符，这时候已经变得有些发灰，抵消一次性命之灾。如今平安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女孩印堂之上的晦气消失殆尽了。姑娘，你哭什么呀？叔叔，我的糖葫芦脏了，妈妈说脏东西不能吃。周围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吃瓜群众，不少人刚才亲眼目睹他被车碾压而过，如今看到他竟然没事。司机这时候慌忙的跑过来，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不过刚才被吓了一跳，糖葫芦也就弄脏了。我不管，你要赔我的冰糖葫芦。赔，我肯定赔。看到姑娘没事，司机松了一口气，打电话联系交警吧，让他们来处理。道长，你是道长啊，刚才肯定是道长你出手救了这位小姑娘，道长真是太感谢你了。刚才这位小姑娘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这辈子都良心不安，说不定还得进去吃皇家饭。行了，这件事情和贫道无关，是这位小姑娘福大命大，以后你开车可得小心一点，万万不可大意。哥哥，你长得好帅呀！哥哥，我记得你，我们上次见过呀，你还送了我一个东西。说完，他把脖子上面挂的平安符拿了出来。咦，它怎么变成灰色了？之前明明是黄色的呀。现在可以不戴了，他的生息劫已经平稳度过，接下来顺风顺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灾祸。正所谓大难不息，必有后福。不要，哥哥你这么帅，送我的东西我一定要好好留着。哈哈哈，没想到这个姑娘竟然就如此颜控，看来是道长太有魅力了，老少通杀。你们说会不会是道长送给他的那张平安符救了姑娘一命？细思极恐，肯定是这样。姑娘自己都说了，平安符从黄色变成灰色。原来道长的平安符真的可以保命呀！道长，跪求一张平安符，我都已经在你直播间刷了上100万礼物了。霎时间，直播间内的粉丝全部都在讨要平安符，这可是可以保命的宝贝，谁看了不眼馋啊？那贫道便在直播间发一波福利吧，只要在直播间刷礼物超过100万的，都可以得到一张平安符。没有刷礼物的粉丝也不用着急，贫道会在直播间进行抽奖，运气好的人也可以得到平安符。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平安符的作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凡事还是要相信科学，超过100万的礼物全部投入到基金会。林寒刚说完，直播间内出现灵异，瞬间把整个直播间都弄得卡顿了。频道先暂时关闭打赏，等这2天统计出来之后再说。毕竟有钱人实在太多了，要是随便开几个小号，一个100万的刷。哈哈哈，还好我刚才动作快，一口气刷了500发超级火箭。不是吧，道长，以后刷礼物不能散了。道长英明，果然道长还是心疼我们这些穷人啊！刚才谁说道长贪财的？站出来挨打！频道的手机快要没电了，今天就先直播到这里。他的手机当然不可能没电，这款手机可是系统赠送的，量子电池，连续使用100年不充电，什么500瓦快充，在他面前渣渣都不剩。林寒来到某角落，直接御剑飞行。3小时后来到旅馆。客人是要住店吗？是的，不过我出门比较急，忘记带身份证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种小旅馆来说，有没有身份证不要紧。将房间钥匙交给林寒的时候，还塞给了一张小卡片。来到房间的林寒拿起卡片一看，深夜水晶外卖，至尊服务，躺着享受。这频道可是正经人啊！林寒将这张卡片折成飞机，直接飞了起来。
过了10几分钟之后，稳稳地落在了附近的井水上。林寒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紫气化虚鼎，拥有了炎帝炼丹术，可以自己尝试炼丹了。林寒将半根野山参和其他药材丢入丹炉，2个时辰后，手中多出2颗丹药，其中1颗还有紫火纹，直接拿起其中1颗丹药丢进口中，丹药入口即化，瞬间变成一股暖流，遍及全身。这效果可比灵气水来的凶猛多了。要消化这一股灵力，还需要一些时日。不知道我现在算是什么级别的修炼者？第2天，林寒来到唐江镇，道长，等你等的好苦啊！你怎么现在才开播？咦，这地方怎么有点眼熟？卧槽，这里怎么那么像我老家嘛？道长，你昨天还在平安县，今天就跨越大半个华夏，来到唐江镇了。道长肯定是御剑飞行了，这下看你怎么装。道长，你总不会说你一晚上徒步半个华夏吧？频道当然不可能一晚上便徒步这么长的距离。昨晚下了直播之后，频道便用飞剑软件叫了一辆顺风车，开了1晚上的时间，这才赶到这里的。道长，你别装了，你觉得我们会信？就是，这理由编的也太牵强了。道长，你现在瞎编都这么敷衍。好了，各位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频道带你们看江涨大潮，大家还是先观潮吧，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在这时候，正在岸边围观的旅客突然骚动起来，一个个都在大喊太好。只见江水的另一边有2个小小的人影进入到江边上面，拿着手机正在拍照。另外一边潮水已经汹涌，两人似乎还未曾发觉，真是不知者无畏。这是疯了吧？这么大的潮水，他们竟然敢去那个位置？年年都有人被卷走，年年还是有人不知死活啊！潮水的速度好快，这2人就算是博尔特附身，那也来不及了。只见旁边旅客当中有一人急得都快哭了，这时候他突然看向林寒，道长，你神通广大，能不能救一救我发小？这潮水如此汹涌，频道怎么就得了你发小？岸边随处都有禁止翻越护栏的警告牌，你朋友既然不遵守规则，那就得承担后果。对于道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因果。林寒甚至都懒得出手，都是成年人了，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道长，你就救救我发小吧，求求你了！我朋友虽然有些任性，但是本性不坏，不是个坏人。道长，你神通广大，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为了你朋友，你竟然可以做到这一步，频道如今被你这一跪，就是沾染了因果呀。话虽如此，林寒自己也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看见2人活生生被潮水卷走，还是有些于心不忍。算了，还是遵从本心吧。他能够有你这样的发小，也是他的造化。他双脚在江中踏浪而行，被别人拍视频发到网上，他却说：想必大家都了解冲浪原理吧？风将能量转移到浪当中，而水本身的重力又让风回归平浪静的状态，水粒子相互挤压，频道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上行走的，所以大家要相信科学。被他一说，男人直接跪下叫他神仙。道长果然是神仙，哪怕是游泳冠军，在如此汹涌的潮水面前，那也是白搭。我他喵！你们快看，我滴个乖乖，这莫非就是仙人渡江，踏浪而行？众人立马朝着江方向看去，一道挺拔的身影犹如谪仙一般，正悠悠地走在江面之上，犹如在平地行走一般。那绝对是道长，道长果然是神仙，踏浪而行。不少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还有不少机灵鬼直接开直播，标题写着道长踏江而行。可恶啊！道长独自去中，竟然丢下我们，可急死我了呀！我想亲眼看到御剑飞行救人，过分！这么刺激的场景，竟然不直播。只见林寒悠悠行走于江面之上，直接将刚刚被卷走的2人拖了上来。道长，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们2个肯定要死在这江水里面。去谢谢你发小吧，是他救了你一命，下次不要再那么肆意妄为了。不敢了，刚才早已被吓破了的，下次哪里还敢呀？等他们再次抬头的时候，林寒早已消失，来到一处无人的堤岸，重新开启直播，让各位久等了。频道刚才去上厕所了。这么瞎掰的理由，道长你现在是越说越顺口了，别装了，道长你刚才肯定去救人了。就直播一下御剑飞行吧，道长我求求你了，我将我的退休金都给你。是啊，满足一下我们看御剑飞行的愿望，我将我这个月私房钱都给你。没过多久，林寒踏江救人各种视角的视频便被发布到了网上。道长，我刚才就在江边，我可是亲眼所见，你就别装了好不好？还说去上厕所，这理由也太扯淡了，承认吧，道长你就是在修仙。摊牌了，频道不装了，频道刚才确实是去救人了。道长快点，我们要看御剑飞行，只要有御剑飞行，我立马刷200万。你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哪有什么御剑飞行啊？你们听我狡辩，大家要相信科学。刚才频道救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科学的。海风将能量转移到海浪当中，而海水本身的重力又试图让海面回到风平浪静的状态，水粒子相互挤压而形成能量传递。频道刚刚在江面上行走，原理也和这个大致相同。好家伙，这也行，关键听起来好像还真有几分科学道理。大家心里明白就好，就不要逼着道长承认了。算了，我文化比较低，就听道长瞎掰了。懂科学和不懂科学都沉默了。我是专门研究过潮水力的作用，道长说的这个好像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看吧，还是有粉丝都表示很科学。没有啊，我只是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在实践中肯定不行啊。虽然理论上可以，但是频道刚才的行为很是危险，也是为了救人才冒险的，大家千万不要模仿。道长，你就是给我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呀。你来说叫做冒险，对我们来说叫做送命。
好了，各位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上次跟哥说的平安符，除去送礼达到100万的，频道将会拿出20张平安符进行抽奖，时间就定在龙虎山册封当天，刚好凑凑喜气。随后林涵关闭直播，系统查看传到积分。恭喜宿主累积传到积分254万，系统来2次白金抽奖，剩下黄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求雨符，使用之后可使一个地区1年之内风调雨顺。恭喜宿主获得控魂丹，黄金抽奖。恭喜宿主获得4张平安符，恭喜宿主获得金克拉化肥100袋，营养深入地下土壤20米，改良土壤肥性，加快作物生长，增加作物营养。第二天，林涵御剑飞行来到南河省。道长，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形也不像昨天那里呀，莫非昨晚道长又御剑飞行了？贫道昨晚叫了一辆顺风车，这里是南河省。道长，咱能不能换个借口，找个有点新意的？道长现在能忽悠我们，都已经这么不走心了。我要是能学会道长的御剑飞行，我直接飞到火星去。你们说的越来越离谱了，御剑飞行也会受到重力作用，飞不出大气层的。不是说华夏不受牛顿管辖，怎么还会有重力？那这个意思是承认御剑飞行是真的了？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频道只是做了一个科学的假设而已。众所周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重力影响。要知道，目前世界各国哪怕科技再先进，也依旧无法做到反重力飞行。我记得南河种庄稼的挺多的，是我们境内主要产粮地之一，怎么现在看起来完全干旱了？这种场景我只在电视里面看到过，这是闹旱灾。根据频道了解到的信息，这里已经2年多没有下雨了，现在很多水源都已经枯竭。林涵来到一户农户门口，这位居士，频道是云游到此地的道士，能否讨一碗粥喝？当然可以，道长，快进来坐。道长，你稍等，白粥还要再煮一会。不着急，多谢居士了。好家伙，道长你又不是本地人，怎么还会当地的方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好家伙，道长不会是随机夺舍了一个路人的记忆吧？这个怎么可能？道士哥哥这么正义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频道刚才也是现学现卖，大家不要惊讶。10几分钟后，农妇一碗白粥出来，放在桌子上。道长，你先凑合着喝吧，等中午我去集市上买点菜和肉。不用这么麻烦，这样已经很丰盛了。大婶，我这一路走来，怎么发现很多庄稼地都荒废了，河床也干枯了？这边干旱很久了吗？这以前我们这边都是风调雨顺的，有人说是因为县城开发商倒楼盘的时候把龙王庙给拆了，这让我们安市2年来一点雨水都没有。拆了龙王庙应该没有这么邪乎吧？看来求雨符有作用了。如果是这个原因，那道场肯定可以解决呀。龙王见了我们道场，那都得磕2个响头。我看相关报道，专家说完全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才导致的干旱，听说这干旱还得再持续2年。这或许只是巧合，龙王什么的未免也太不科学。镇上找的高僧都已经说了，就是因为触怒了龙王才导致干旱的。高僧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得道高僧啊，隔壁村长找过来给我们求雨的。若是这个高僧真的可以求雨，那他的修为境界得达到极为恐怖的地步才行。有没有用不知道，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不过隔壁村有个女娃发烧了，那个高僧给了她1碗符水，喝下之后第2天就好了。看起来这位高僧很厉害，应该有办法。高僧说我们得罪了龙王，想要平息龙王的愤怒，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报酬不能低于100万。我们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就每家每户凑了点钱。林涵脸色微沉，几乎已经确定大神口中的高僧是一个骗子。无论是道门还是佛门，正派的高人往往都不会向穷人索取钱财。我怎么感觉大神口中这个高僧有点像个骗子？你看道长帮人从来不收钱财，还是道家好啊？佛门一向都是只帮有缘人。楼上你这样说有失偏颇，佛门也是一向提倡向善的，这个高僧是不是真的佛门中人还不好说呢？这100万已经被他拿了。是啊，而且他今天中午就会在隔壁村开坛做法，帮我们求雨。刚好频道也挺想见识一下高僧的本领，中午我也去凑一下热闹。道长不知道你会不会求雨？不行不行，小道长你太年轻了。不过小道长你要好好修行，将来一定能够有所作为的。要是知道了我们家道长的厉害，这位大婶不得下棋。求雨对我们道长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嘛，一点难度都没有。我听说自从那天紫气东来，天降异象之后，云顶山脉附近就雨水充沛。道长，这些村民看起来好可怜，要不然你就帮他们求一场雨吧。大婶，我看你面色，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都胃癌中期了，治疗要花很多钱，而且家里还有2个孩子在上学，浪费那么多钱也不一定能够治好，还不如留给孩子好好上学。大婶，其实也不用这么悲观，只要心态放好，胃癌是有自愈的可能性的。说完，林涵掏出一个药丸和一个药方。来了来了，经典桥段，不出意外的话，道长肯定又要说这是牛黄解毒丸。大婶，这颗丹药开水服用即可，这个药方
每天3副，3碗水熬成8份即可，连续服用1星期。道长，太感谢你了！要是真能把我的病治好，我一定给你烧香。烧香就用不着了，记得按时服药。多谢婶子的白粥了。道长之前说过一句话，种善因得善果。大婶平时肯定经常做善事，才能够刚好碰到道长。道长，你刚才给大婶开的什么药啊？能不能把药方透露一下，也能够多救一些病人？贫道对医术确实只是略通一点，大家不要多做脑补。我有网上传的那么厉害，一半都是靠你们脑补的。林寒很快就来到和尚求雨的现场，有个和尚边跳边念着咒语，整的还挺专业，只看一眼便知道这是一个骗子，身上没有半点修为不说，现在就连佛门的气息都感受不到一点。周围的村民都是满是期待的眼神，这2年来可以说是吃尽了干旱的苦头，期盼着能够赶紧下一场雨。眼前的高僧就是他们的希望。系统来一张土真符。吐真符，使用此张符便会情不自禁地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只会说真话，不会有半点假话。林寒一挥手，符纸瞬间飞到高僧背后，迅速贴了上去。高僧，结果怎么样？龙王息怒了没有？龙王，只有你们这些傻才信，老子随便做了几个唬人的动作，100万就到手了，这钱可真好赚。我操，我谈不地在说什么，怎么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听到这一番话，旁边的村长和周围的村民顿时脸色大变。高僧，你是不是在开玩笑的？开玩笑，老子从来不开玩笑。什么龙王震怒，不过就是糊弄一下你们而已，你们竟然还真的信了。我操，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过几天会下雨，明天我就拿着100万跑路，去天上人间点几个头牌潇洒一下再说。神们，他是个骗子，得吗？给我弄死这个洗骗子！周围村民的怒火终于压不住，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2小时后，你们别这样，我只是想骗一点钱而已，真的只是想骗一点钱而已，骗完我就走。我操，我这说的是什么鬼话？我是要开口求饶的，怎么一开口全都变了？骗完就走，你想的真美，不要让这个骗子跑了，让他把钱吐出来。又2小时，都闪开，让我来，我今天非要把他剁成肉末拿去喂狗不可。屠夫拿着香蕉出现，满脸的达气，地上的高僧直接尿了。你敢卡我吗？你敢卡我试一试？给你100个胆子，你也不敢。我他喵自己在说什么？我明明是要跪地求饶的。看来这张图真符还有自己的脾气，非要把这人往溪里坑。当然，这个骗子也是罪有应得。笑死我了！这个老秃驴到现在还敢嘴硬，这就是典型的嘴硬命不硬。一会看他怎么洗，哈哈哈！骗子罪有应得。奇怪，难道你们没发现奇怪的地方？哪有骗子承认自己是骗子的？他刚才的举动也太奇怪了。这还用说，肯定是道长施展的手段。道长太厉害了，真的什么奇奇怪怪的法术都会，太帅了。这可不关贫道的事情，我估计是他自己良心发现，不忍心再行骗，所以才说了实话。这话连鬼都不信。指望骗子良心发现，比母猪上树还不靠谱。老秃驴这时候门牙都掉了2颗，好在村民将屠夫拦住，要是弄出了人命，性质就不一样了。林寒这时从人群当中站出来，虽然对佛门没有好感，但以前这个秃驴未必就是真正的佛门中人。你是哪个寺庙的？法号是什么？我不是和尚，我只是秃头而已，在丙烯烯上面买了个袈裟。果然如此，现在这些骗子真是防不胜防，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能想得出来。村民们刚刚被骗，如今又看到一个穿着道袍的陌生人，一时间有些防备。你是什么人？该不会也是骗子吧？卧槽，道长你竟然来我们南疆县了！二大爷，这可是道长啊，他不是骗子，他是有真本事的。不要说是求雨，就算是抓条龙下来，那都不成问题。你这个后生仔，胡说八道什么？要是惹怒了龙王，我们又要遭殃了。像这种偏远山区的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尤其迷信。虽然骗子被揭穿，但是县里面开发队拆了龙王庙的事情，那可是真实存在的。都怕我有道长撑腰，道长，我可是你的粉丝呀！之前还给你刷了2根棒棒糖。这位道长真如你说的那般神奇。贫道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玄乎，只是普普通通一个道士而已。贫道的实力全靠你们脑补。道长，你这么厉害，肯定能够平息龙王的怒火吧？对呀，道长，你能不能帮我们求雨？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再不下雨的话，我们在这里真的待不下去了。干旱连水源都断了，而这些村民有大多数都是靠种地赚钱的，如今已经2年没有收入，再这样下去，他们恐怕真的得往别的地方逃难了，不然活不下去。贫道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保证一定能够成功。村长掏出银行卡，道长，这100万你先收下，要是求雨成功的话，我们再凑100万给你。贫道不收钱的，各位请放心，贫道一定尽力而为。不收钱，这怎么好意思？那谢谢了。村长，你格局小了，道长根本不缺钱的，而且道长他还捐了好几个亿给贫困山区的学生建小学呢。错并不是好几个亿，而是好几十个亿。看来是老朽小人之心了。小道长和这个老骗子不一样，乃是真正的高人呐。那这个假和尚怎么办？还是让警署的人过来处理。100万的诈骗金额，包吃包住肯定是躲不了的。林寒悄咪咪地把霉运符施法在他身上，随后警署将光头带走。道长，需不需要准备什么道具？不用了，你们在一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打扰贫道。
道长终于要出手了，我就说嘛，求雨这种小事情怎么可能难得到道长？当年诸葛亮能够借东风，如今我们道长能够借雨，一点都不奇怪。林寒掏出一张符纸，在空中轻轻一甩，整张符纸无火自燃。神仙若是寻常使用的话，也就能堪堪覆盖南疆县。要让求雨符作用于整个安市，也必须付出一点代价。不过这点代价和收获的功德之力相比，亦算不得什么。林寒一直打坐到第二天下午，缓缓睁开双眼。道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下雨？大家赶紧回家收衣服去吧，马上就要下雨了。大家赶紧回家收衣服去吧，马上就要下雨了。众人抬头望天，只见一个大大的太阳挂在头顶，烈日炎炎。这哪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莫非道长被太阳晒傻了？闭嘴！道长说要下雨就要下雨，咱们走着瞧。看来道长神通广大，也斗不过那个掌管雨水的龙王。此时天空立马乌云密布，暴雨顷刻而下。神仙啊，多谢神仙相助，感谢道长为我们做主。苦熬了2年，终于盼到雨水，村民格外的激动，一个个跪在地上以示感谢。大家快起来！你们要是再这样，贫道可就生气了。与此同时，功德之力正源源不断的涌入他的体内。这一次收获的功德之力，可比上一次除掉红云鬼来得更多。刚才谁在怀疑道长的？赶紧出来挨打！在道长直播间是真的讲不了科学。道长，我们这边倒是不缺雨，就是有点缺钱。道长，你能不能求一下，让天上下点钞票？求雨成功之后，礼物疯狂刷新，几乎占满整个屏幕。这一场雨一下就是2天，第3天，南疆县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道长牛掰，我就好奇，莫非真的是因为龙王的缘故，才导致的干旱？我猜想，道长肯定是元神出窍，把天上龙王请来，这才会下雨。我看人家小说里面都是这样写的。要不然，我们给道长修一座庙吧。这是不是不太合适？这有什么不太合适的？道长可是神仙般的人物，而且还给我们求来了雨水。晚上，林寒御剑飞行来到西江省的山头，系统查看传导积分。恭喜宿主累计传到积分1210万，来一次至尊抽奖吧，剩下直接白金抽奖。消耗10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不死神功顶级炼体功法，共分为4层：不死皮、不死筋、不死骨、不死血。修炼至大成境界，可滴血重生，以自动修炼到银皮。消耗2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烈火炼体膏，获得999万吨当量智能核弹1枚。若是把这个放到那个小鬼子的岛中心，估计这个都是灭国了吧。希望东瀛的3大神社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不要来招惹贫道。随后，林寒将炼体膏药涂满全身。片刻以后，烈火焚身的痛苦袭来，足足烧到第2天早上。这是不死皮最后一层境界，不死金皮。随后，林寒来到龙虎山道观门口，看到2个身穿道袍的小道士。2位道友好。唐蒙，你是道长，真的是你啊！道长，我是因为你才加入龙虎山的，可是他们根本不教我们奇门遁甲，还有御剑飞行啊！我都扫了半个月了。修道之路漫长，应从生活小事当中做起。扫地虽然简单，但也能磨练你们的心智。道长，我悟了，孺子可教也。你们好好扫地，不可懈怠。师弟，你先扫地，我赶紧去报告师傅，道长来了。我也想去拜入道门了，这样我和道长是不是就算是师兄弟了？楼上你想得美，道长明天就是道门真人了，那辈分可高了去了。入道门需心肠，若是大家只是玩票性质，对道门文化没有认同感，那还是别来了。这时一个石头砸到小道士头上。又是你们几个臭猴子，真当我好欺负不成？拿着扫把直接冲了过去，扫把很快便被猴子夺了去，还少年推倒在地。他妈的，猴希恩太甚！土豪还不快滚！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猴子，看到林寒瞬间慌了神，很快便四散逃开。这些猴子未免也太嚣张了。太正常了，现在这些景区的猴子一个比一个嚣张，专抢旅客的零食还有包包，你还拿他没办法。峨眉山的猴子那才是真的嚣张，之前好像有一个旅客被猴子推下山了，官府把猴王给枪毙了才不了了之。也不是所有猴子都跟这些一样，金丝猴就很温顺很漂亮，我特喜欢撸它们。道一个声音就把他们吓跑了，以后我要像道长你一样厉害。道长你来了，几天不见，道长你变帅了好多。清辉道友也是变得更加漂亮了。做的嘛，没想到这都能被你看出来，道长你可真细心。贫道就客气一下，你怎么还当真呢？这时龙虎山掌门走了出来，清慧成和体统，儿女情长只会影响修道的速度，让道友见笑了。道友你来的正好，已经向各门派发了邀请函，各派掌门应该陆续就到了。有心了。不过道友你的粉丝数量太多了，想要来参观的人数肯定非常多，为了维持现场的秩序，只能够开放3000个名额。没关系，粉丝们能够理解的。我不理解哈，我抢不到就不理解，气死我了！你们这些人手也太快了吧，不能够现场看到道长册封，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啊。
晚上各派掌门来到现场，真是少年英杰，如此年轻的道门真人，老道还是第一次见，竟然半点看不透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身上仿佛有着重重迷雾，我根本无法窥探他的修为。这个真人的头衔，贫道也是受之有愧，也是承蒙各位道门前辈看重。这一次册封真人，借助林寒的网络影响力，好好宣传一波，至少让大部分的国人都认识到一些道教文化。更何况道家一直是有一个竞争对手的，那便是佛门。佛道之争从未停止过，这是一个老道士走出来。这人气息深不见底，实力强大到可怕，绝对超越的天界的范畴。众人齐声高喊：见过老天师！感谢各位前来捧场，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担待。三清官林寒拜见老天师。小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奇怪，为何看不透他的修为？看不透才对劲。要是那么容易被看透，怎么能算得上是中兴之人？小友，真是让我有些惊讶。不如陪老朽到外面散散步。随后两人来到外面，林寒一脸疑惑：小友，可是有什么疑惑要问？老天师，您身上的气息犹如滔滔大海，绵绵不绝，此等修为，难道就是传说中天阶之上的境界？你师父能够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弟子，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要知道道门那可是极其讲究传承的。按他的想法，林寒的师父应当是一位隐士高人。我师父只是一个普通的修道之人，没有修为在身的。呵，你看我信吗？为什么实话实说总是没人信呢？众所周知，修行境界分为天地玄黄，然而天界并非修行路上的尽头上的境界，可称为天人之境。老朽不才，侥幸突破。天人之境可分9品，每一品阶的修炼都难如登天呐。那天人之境再往后，可否还有更加高深的境界？那自然是有的。你可知天人之境和天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请老天师解惑。天人之境便可以算得上超脱凡人，可以掌控一部分天地之间的力量为己所用。话音刚落，林寒便感受到老天师身上散发出一股滔天的气势，仿佛在这一方天地之间，他就是无敌的神。天人之境之上的境界，恐怕便是传说当中仙人的存在。这世间真有仙人吗？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的，不过如今天地灵气日益稀薄，这天地之间数百年来已经未曾见仙人踪迹。若是超越天人之境，可为仙人，也必定不可在世间长存，只剩飞升一路。飞升？那飞升去往何方？老道我又没有飞升，怎么知道飞升了要去哪呢？这说的好像也对。你修行的是什么法门？我竟然无法看透你的修为。修炼是系统给的功法，要是说出去就解释不清楚了，看来只能找个借口。此乃是我师父传授的独门秘法，恕我不能告知。小友不愿多说，老道也不追问了。小友觉得何为道？何为道？漫天星辰是道，一面清风是道，宇宙玄机是道，无极是道。好一个无极是道，和小友交谈甚是欢喜。明日便是真人册封大典，小友早些谢谢。果然高手都是喜欢瞬移。一辆私人游艇上，非凡道长，明天可就看你的表演了，把那个真人名额抢过来。我早就看那个林寒不爽了，整天在网上装，我看就是故弄玄虚。李公子放心，明天的册封大典上面，贫道必定让这个林寒下不来台。非凡道长可以有把握，我看这个林寒虽然喜欢装逼，但似乎还真有些本事在身上。非凡道长可不能轻敌，等下阴沟里面翻船，那可就不好了。呵呵，他或许确实有些本事，可终究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就算是他打娘胎里面修炼，最多也就是个地阶，天阶和地阶的差距，犹如萤火之光与皓月相比，不足畏惧。第二天，道观门口，道长哥哥，我就说你有一天肯定会扬名天下的，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原来是木居士，好久不见。道长哥哥，你还是叫我琪琪吧。什么木居士，难听细了。也行，你似乎修为有所精进。那是当然，这段时间我可是很刻苦的修行，我师父夸我天赋好，早晚都是天阶高手。这不就是上次和道长在校园里面抓古代人的那个女孩？他喵的，当时天黑没看清楚，现在觉得她也太漂亮了。你们这些人能不能淡定一点，像道士哥哥一样，不要见到妹子就迈不开腿。嗨，怎么都去关注我师妹了？我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吧？亏我摆 pose 摆了那么久。你这个准备犯。陆兄，好久不见。原来是林道长，你怎么知道我突破地阶了？本想低调的，没想到竟然还是被你发现了。道长，你不要惊讶，不过只是突破地阶而已，对别人来说或许很难，对我来说终究是不值一提。贫道该说什么好呢？话都被你说完了。道长，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这个师兄最近又犯病了，看你马上要册封真人，天天人前显圣，他心里嫉妒啊。陆兄的天赋和实力，贫道从未怀疑过，能够突破地阶，那也是再正常不过了。道长，你不愧是我的知己啊！终于有人能够协助我装的了，不像这个他那个师妹，笨笨的，整天只会捣乱。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个黑人哥们吗？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爱装的。琪琪跟我说，他们和小友你认识，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刚才我竟未发现此人的存在，此人的气息极为内敛，但修为绝对不低，必定乃是天阶。道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师父，也是我们神秘调查局的局长。竟然看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老夫名叫岳山，小友你喊我岳叔就行。岳山你也来了。杨道长，咱们可是许久未见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多，还得多多仰仗你们茅山派帮忙。你还好意思说？怎么什么事都让我们门派的弟子去干，搞得我们好像是你的大手一样。莫生气莫生气，这不是最近那些妖魔鬼怪频出，我们这边人手不够，正所谓能者多劳，你门下弟子个个实力强劲，多实战也能锤炼一下。
这1个月以来，我们门下弟子伤多个，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看在今天是册封大典的份上，先不跟你计较。杨道长这时看向凌寒，恭喜道友今日册封真人。掌门客气了，你们先请进，贫道等会就到。这时候陆小佳突然跳上房顶，依旧背对着众人，赶紧下来，你去人家楼顶干嘛？局长别慌，我只是上来看看风景而已。这小子跳这么高，该不会为了装的吧？其实有的高手都是戴着酷酷的面具，戴着面具的都是超级高手。对呀，戴个神秘面具，那逼格不就匆匆往上涨了？这么好的主意，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道长不愧是我的知己。局长，我还有些事情要做，先下山一趟，一会再上来。就不该带你们2个来这里捣乱。局长，是师兄自己的问题，可不关我的事啊。他下山去干什么？大概是下山去买面具了吧。造孽啊！怎么招了这个搞笑玩意？一行人进去后，凌寒留在大门迎接宾客，一道略有敌意的目光让凌寒感觉到有些不适。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来自湾省的蒋非凡道长，据说早就突破了天阶，天赋极好，而且他好像一直想要册封真人，老天师一直没有同意。提及修炼有关的事情，凌寒便会意念关掉直播间声音。道长这直播的机器是不是有点毛病？怎么突然一点声音都没了？道长你现在也是身家过亿的人，能不能换个好点的直播装备啊？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人，彻底让网友们炸开了锅。他也来了，道长赶紧拦住他，我要找他退钱，不能让他跑了，我可是被他坑了不少的钱呀。秦桧，不知道直播间说的这位是谁？这位藤麻花总妖不太好，经常来我们龙虎山治疗，所以关系颇好。小兄弟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成就，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滕总说笑了，怎么能跟滕总相比呢？道长，你所在的直播平台，我们集团也有股份，正巧我们找一个游戏代言人，不知道道长你有没有兴趣？算了吧，滕总，我是不会接任何游戏的代言的。那真是挺遗憾的。这时里面传来声音：各位，典礼马上开始，可以依次入席了。真人册封典礼开始，凌寒道长今日为我道家真人。凌寒不配为真人。现场的观众和直播间的粉丝瞬间炸开。My God， 这个人是谁？竟然说我们道长不配当真人！这小子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竟然敢砸我们道长的场子，这是不要命了。也可是有意见。话音刚落，蒋非凡就感觉一股沉重的压力顿时降临在身上，直接压得他喘不过气。没想到老天师强大到这个地步，仅是一个眼神就将逼我到这个地步。老天师威武，不过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来解决。这位道友，你说贫道不配为真人，是为何？看到凌寒说话，老天师这才撤去威压。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也配当真人？霍去病22岁封狼居胥，得封冠军侯；甘罗12岁当宰相，为何贫道就不能够当真人了？道门真人当然是能者居之，你可有这个本事？蒋非凡将自身天阶气势爆发而出，汹涌如潮水。就这，看你兽头小耳的也不过如此。这小子有点诡异，竟然在我的威压下竟然没有事。不过他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若是连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都解决不了，怎么对得起的我天阶？诸位莫慌，我看这位来自湾省的非凡道长印堂不够亮，今天怕是有血光之灾，竟然敢砸我们道长的场子，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我们家道长修仙的，单手锤爆他。这位道友，莫非是想要和贫道切磋一下道法？好家伙，自己上钩了。没错，道门真人自然不能被一个无能之辈得到。若你能赢得了贫道，贫道自然心服口服。既然如此，那你便动手吧。一个毛头小子看不起谁呢？等下要你跪地求饶。只见他身下瞬间消失于原地。北斗大神咒，这北斗大神咒和金光神咒同属道家8大神咒，威力无穷。不过我看你还未修炼道家，不洗金皮。就算你能破我的不洗金皮，我还有不洗鸟体质，看你怎跟我玩。那谁，我就站着你能让我动一步算你赢。哈哈哈，狂妄的小子，这一击下去，就算不洗也得残废。凶猛的一击。哎呦哎呦，我的手，这怎么可能？你小子身体是怎么做的？让你一招了，接下来可不能说贫道欺负你。凌寒将不洗神功运转到极致，燃血神功。凌寒身上的气势再一次攀升，直接实现来到蒋非凡面前。这怎么可能？没想到凌寒的横练武道竟然强悍到这种地步，一招直接把天阶高手放飞。蒋非凡正想开口求饶，想人说晚了。霎时之间，江非凡已经是肥头大耳了。这是什么情况？蒋非凡好歹也是天阶，怎么毫无还手之力？恐怖如斯，难不成凌寒道友已经是天阶中境的武道高手？若是提及硬碰硬的战斗，修炼横练功夫的武道高手，那当真是同境界无敌的存在。不好意思啊，道友，看你身板那么硬朗，我以为没事，有点不知轻重，你应该问题不大吧？你蒋非凡顿时气急攻心，直接晕了过去。让各位见笑了，不知道在场的还有哪位想跟贫道切磋一下？若是赢了贫道，那这个真人之位，贫道自然拱手相让。不是说这个湾省的非凡道长很牛的吗？就这。道长太帅了，直接把他按在地上锤，看得真过瘾。看来大家都没有意见，那这个真人的头衔，贫道就收下了。有时候还是要秀一下拳头的。随后走完典礼行程，凌寒道友今日为我道门真人。就在此刻，龙虎山深处竟然传来一道虎啸飞动，龙虎山上灵气瞬间浓郁数倍。道长牛啊！龙虎山莫非还住有神仙不成？刚才那是虎啸龙吟，看来道长这是得到神仙的认可了。
典礼结束后，老天师跟林寒来到大殿上，中间放着天师派第一任天师张道陵的神像。小友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或许刚刚的虎啸龙吟之声只是巧合，不可能，是不是巧合？老朽还是能分得出来的。想当年我突破天人之境，也只是引得龙虎山当中虎啸龙吟之声出现。老夫活了这么久，也是第一次听到。莫非龙虎山之中真有龙虎之神？老朽也不知。龙虎山虽大，但老朽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刚才的声响或可称之为神迹。老天师对神像伸出手，神像一道金光闪烁，种在老天师的手当中，多金光汇聚。乡友，我看你修炼的都是横练武道，在道法修行上反而有短板。这个道法乃我龙虎山不传之秘，乃是第一人天师张道陵祖师偶然在一座上古时期的古墓当中发现，流传至今，只有历代的天师才能够修炼。今天老朽将其赠予你。既然是天师府的不传之秘，贫道又怎么能接受？小友莫要再推脱，这本道法虽然给你们，但你能修成几层，还是要看你造化。老夫蹉跎一生，也不过才将此本道法参透不到3层。您都天人之境了，还只参悟到了不到3成，若是都参悟了，那不得直接飞升？检测到宿主获得新物品，修炼难度较大，可用积分兑换修炼进度。我擦，还有这种好事？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老天师。只可你自己修炼参悟，不可让别人看。明白，能够拿给自己，已经算是破例了。行了，你可以进来了。老天师说完，门口的结界破碎，岳山这才能走进大殿。你不是有事情要问元寒小友吗？赶紧问吧。小友，没想到你的横练武道竟然已到天阶，侥幸而已。刚才道友运的气息，可是岳飞创立的岳王拳透露的气息？正是，刚才并未施展全部的岳王拳气息，竟然会被认出来。莫非岳山局长和岳飞将军有所关联？不相瞒，岳山正是我家先祖啊！这道友不用惊讶，我家先祖当年遭受迫害之时，我们这一脉逃往河北老家，才得以保存。原来如此，道友，不知道你这套拳法是从何而来？是贫道在道馆当中翻阅古籍，无意之中看到的。当时书中记载，这套拳法确实是岳山将军创立的。那你所习得的岳王拳可完整？应当是完整的。我们家族当中，如今保存的只有第1卷，第2卷在逃亡途中早已遗失。而岳王拳最重要的便是第2卷。第2卷若是同时由4人配合打出岳王拳，威力可以大大的提升。道友，我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把第2卷的岳王拳交给我？岳局长这说的哪里话？本来就是你们岳家的传承，碰巧这套拳法贫道一直带在身上，这便是完整版的岳王拳。多谢道友，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若有用得到的地方，尽管开口。此时到关门口，师妹，难道典礼还没有开始吗？你谁啊？戴个面具就随便叫别人师妹？我是你师兄，我刚刚到山下买了个面具，这样可以保留高手的神秘感。师兄，道长的典礼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现在才来？这不是有些事情耽搁了吗？不急，本座亲自去找林道长道贺。这时众人走了出来，陆居士戴上这个面具之后，倒是颇有几分高手的风采。道友，你真乃我的知己，还要恭喜你成为道门真人。刚才本座有些事情要处理，未来的机关魔实在是可惜。就在这时，岳山的手机响了起来。接听手机过后，岳山脸色阴沉。局长，发生什么事情？福仙湖那边派过去的3个地阶高手，1个阵亡，2个身受重伤。科学修仙的道长成功晋升真人，他却说世上有电磁和电场，我只是感受到他们的场，然后利用科学的手段将它利用起来。刚说他就利用电磁场凝聚出一把飞剑，被局长看到却要送他大满贯礼包。这是我们神秘调查局的白银令牌，可以随意调用我们的阶高手，每个月可调动3次，而且道友将拥有我们神秘调查局克星长老的身份。我可不想加入任何机构。道友放心，克星长老并不需要服从我们的调配，而且作为克星长老也能够得到很多福利，包括在京都2环能够获得一套独栋别墅，加上每个月200万的薪酬。这个福利也太好了，相当于减钱，听起来十分完美，完全都找不到理由拒接。行，抚仙湖这件事情贫道管了，岳局长为何不亲自去解决这件事？京城那边有事情，实在是抽不出身来了。抚仙湖的事情就要麻烦道友了，我这2个不争气的徒弟就麻烦道友照顾一番了，带他们见见世面。我和2位居士乃是朋友，必定会的。陆小家如遭雷击，本座还需要他来照顾。局长，你莫要开这种玩笑。岳山反手就是一巴掌。好好听从凌寒道友的话，等你啥时候突破天阶了，再到我面前来装的。区1个地阶是没资格装的，爱动司等。师兄，你头上好大一个包啊！嘿，我要发个朋友圈。他喵的，你敢！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已经给你们订好机票。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林寒闭目养神后打开系统。叮咚，是否花费100万传道积分，获得顿悟1次气体源流？100万传道积分，这都可以进行1次白金抽奖了，这也太他妈贵了！来一次试试效果。消耗1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1次顿悟。霎时间，林寒进入一种空灵的境界。10分钟之后，我他喵，1次就10分钟，花了我100万传道积分。系统你也太坑了，系统你可真是个奸商，今天一定要学习到入门不可。按照老天师所说的，只要气体源流修行到入门境界，那么达到天阶可以说是轻轻松松。林寒又消耗了200万传道积分顿悟。恭喜宿主气体源流已修行至入门境界，修为增长到天阶境界。随后林寒3人来到一个指挥点，这一定是米国的阴谋，看我们华夏发展的太好了，就在这里搞事情。男
男子这才看到林寒一行人。你们就是上面派来的人？怎么才3个人？有本座前来，任何邪魔都不得猖狂。这风范，这气势，必定是高手无疑了。那看来还是要劳烦阁下出手了。敢问阁下大名？哈哈哈，这小子太上道了，难得有人愿意配合自己装的了。本座陆小家特从京都总部赶来，为的就是解决伏仙湖邪魔的事情。那感情好，由阁下出手，必定迎刃而解。一旁的地阶高手知道陆小家的底细，而是转头看向林寒。莫非道长乃是受了局长的委托，特地前来帮忙？最近林寒册封道门真人的事情，江湖上已经无人不知了。贫道正是前来帮忙的。现在道长已经是我们神秘调查局的客卿长老。明明这个戴面具的看起来更像高手，怎么感觉这个道士头衔更高？这次伏仙湖的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就能够应付，我们如今也只敢在岸边晃悠，湖底毕竟有更加恐怖的存在。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报告总部了，他们说会再派2个天阶高手过来。这些怪物晚上特别活跃，会出来活动，躲开。不如就趁这个时间，用我们的导弹直接火力覆盖，送他们归西。事情应该还没到那一步，等一会频道去探查一下情况再说。听着他们的讨论，林寒很快就了解到的伏仙湖邪魔都是从伏仙湖湖底的遗迹当中跑出来的。周围村民的死伤情况如何？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有300人不在了，100多人失踪。这时候，外面传来一个巨大的爆炸声。你们且在这里等等，频道去探查一下。道长，我们也一起去吧。而且我在这边已经好几天了，比较熟悉里面的情况。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本座？道友，我跟你一块进去。很快，3人离开了营地，慢慢朝伏仙湖的位置走去。就在此刻，前方有黑影闪烁，出现7、8只古代人。你们莫要出手！终于呀，老子突破的阶，终于等到装的机会了，让本座来收拾他们。陆小家丢出一个硕大的火球，居然没事，再吃我2个大火球。这哥们为了装备，还真是不计代价，直接就开大了。丢完第3个火球之后，陆小家完全没了刚才的气势，真是不经打。本座不过只是略微出手，就已经将他们打为灰烬，甚是无趣。如此弱小的对手，后面还是交给你们出手吧。他喵的，这招数怎么那么耗灵力？这才丢了3个火球，就感觉浑身被掏空了。打小怪还用大招，为了装的真是下了血本。看来接下来的行程还是得靠道长。陆兄，接下来还是好好休息吧，看你身体恢复的有些厉害，回去之后多吃点6味地黄丸补一补。可恶啊，这个小刘，等我突破天阶，看我怎么锤你。这时候前面传来狼吼声，一群狼正在和一个妖怪对峙。这只体型庞大的白狼王竟然有地阶的实力。我听当地的村民说，这附近有一座白狼山，村民都说白狼山上有一头巨大的白狼王，乃是神仙转世。白狼王的战斗力十分强悍，片刻就将这只怪物撕成粉碎。白狼王刚嘎完，又冒出一个地阶妖怪。陆兄，好不容易出现一只地阶的妖魔，是时候展现一下你的风采了。道长说的在理，还请陆兄出手料理了这个怪物。这家伙天天装的，看这次不打你的脸。刚刚开大招，消耗了那么多的灵气，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东西？我看这只东西未必是这只白狼王的对手，先不着急出手，先看看情况。看到陆小家这个嘴硬的样子，林寒2人一笑，还是让频道来试一试吧。只见林寒一步踏出，浮现八卦图形，在他身前浮现出一把剑，好酷好帅，道家的功法当真是无比帅气。且看频道这一招，剑瞬间破空而出，一剑秒杀，威力还不错。我操，一招秒杀的剑，这要是开大的话，那不得连天机一起秒道长，不愧是道门真人，实力恐怖如斯，在下佩服。俺也一样，不得不承认，刚才那一招是真的帅，也是真的厉害。此等实力，莫非他已经达到了天阶后境？这只邪魔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大，频道也不过只是运气好，刚好命中了他的要害，这才做到一击必杀。道长就是道长，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人家道长是有实力不装，这哥们是没实力还硬装的，到头来显得有点傻的。老刘，你看我干嘛？没有，就是感觉你最近变帅了。呸，我戴着面具呢。哦，那就是面具比较帅。这时候，白狼王回过神来，转身目光盯着林寒。感谢道长相助。不客气，就算频道刚刚不出手，你也能搞定。就算能打得过，也必定是受伤不轻，还是要感谢道长。听刚才刘子文所说，当地村民将这头白狼王称作是神仙转世，想必这头白狼没有作恶，甚至会做一些好事。你们这个族群实力倒是不弱，我看到还有几个黄阶的。不瞒道长，我们这一脉的祖上乃是28星宿当中的奎木狼，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到我们这里血脉稀薄了。奎木狼乃是上古截教弟子，说起来和道门还颇有渊源，乃是灵宝天尊通天教主门下弟子，28星宿之一。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怪物在前面那个大湖里冒出来的，杀了我族群当中不少狼崽子。我已经杀了2头地阶的怪物，我看那湖里面有大恐怖，我远非对手，也不敢贸然靠近。我们此番前来，为的就是解决这些怪物。频道正准备去湖边一探究竟，还要劳烦你帮忙一下，在这外围坚守。若是遇到对付不了的，你直接开溜就是了。没问题的，道长。本身我和这些黑毛怪物就有血海深仇，这些黑毛怪物似乎最喜欢人族的精血，还有就是有修为的妖族，那些没有半点修为的狼崽子反倒是安然无恙。我明白了，好在这些邪魔虽然实力恐怖，但是灵智并不高，否则若是扩散开来，当真要乱套了。告别了狼群，林寒带着2人来到湖边。道长，若论年纪的话，你比我还要小上好几岁，但你如今却已经是天阶当中数1数2的高手。我从小刻苦修炼，不敢有半个松懈，却直到1年前才突破的阶。若是没有系统的话，我现在估计也就是个普通人。刘居士莫要如此想，要知道修行乃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的领先未必就代表着后面的胜负。龙虎山的老天师修为盖世，听说他一开始也是天赋平庸，在30岁之后修为才快速进展的。刘子文顿时眼睛一亮，
道长，你说的是真的吗？自然是真的。各位，正所谓大器晚成，只要持之以恒，坚守到心，必能有一番成就。你们在岸上等我，频道下去探查一番。若你们遇到危险的话，点燃这张符纸。他们也想去湖里帮忙，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实力，还是算了。那道长千万小心了。其实可以等明天，总部排的2个天阶高手明天就到了，有他们相互照应的话，更加安全。没事，频道自有分寸。林寒一头扎进湖水当中，一个古代人看到水下来人，迅速朝着林寒打来。镇魔剑瞬间出现，拿出镇魔剑之后，刚刚奔袭而来的邪魔明显脚步一致，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一条鱼游到古代身边，被黑气沾染，瞬间尸骨无存，仿佛凭空消失一般。这黑气有很强的腐蚀性，哪怕是一般的天阶高手，被这种黑气沾染都会很麻烦。不过用这种招数想要来对付频道，还是差点意思。古代人感受到威胁，立刻召唤同伴，无数古代人出现在他身边，刚好都聚集过来，省得频道一个个去找。湖里肯定有大恐怖，不知道道长能不能应付得了。陆兄，你怎么还有心情动的呀？你是一点都不着急，你和道长不是老朋友了吗？我们在这里着急又有什么用？下去不仅帮不了什么忙，还可能拖了他后腿。这时候两人的手机同时接到一个电话，孤神林寒再一次浮现八卦图形，吃频道一剑。将古代人解决后，林寒来到一个池当中，只见这个池当中飞出一只地阶古代人。难怪说这些邪魔仿佛凭空出现一般，竟然是被阵法召唤而来。林寒一道电梯飞出，从这只邪魔的身体穿透而过。这个池不简单，看来只要破坏了这个池，一切迎刃而解。刚想出手，背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你现在离开，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对大家都好。这个池是你布置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件事情和你们道家没有关系。你现在离开，刚才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发生，也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惹祸上身。巧了，频道没有别的优点，就是喜欢多管闲事，也不怕惹祸上身。你同样是人族，为何放任这些怪物出来屠戮同族之人？他们也配与我同族，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修为的废物而已。我们踏上修行之路，不就是为了和这些凡夫俗子划清界限？我们本来就要高他们一等，有些修行者脑袋被驴踢了，还费劲的去保护一群没有的家伙，真是可笑。你是邪教徒，凭什么你们道家就是名门正派，我们就得是邪教徒？屠戮无辜百姓，难道不算邪教？我早就说过了，一群无用的，与其在世上浪费粮食，还不如将精血提供给伟大的神职。我最后再说一遍，你赶紧离开，我们相安无事，否则你的下场不会比那些人好到哪里去。说完，蒙面人身边爆发出阵法。你确定不叫你的同伴帮忙？频道觉得你们还是一起上吧，省得我一个个解决，也挺麻烦的。你是怎么发现的？这时候又浮现出2个身影，装扮和黑衣人一模一样。直接动手，这个倒是不简单。让你走你不走，虽然看不透你的气息，但怎么着也是个天阶修炼者的精血，对于龙大神那可是大补之物。龙好歹也是传说中的神兽，你们这些不好的教徒，随便扯个大旗当旗帜。要说你们道家的人就是骨头硬，起到临头了还敢跟我犟？三人一起出手，将阵法能量打向林寒。到底是谁洗到临头，还不好说呢。一股金光爆发，不要再有所保留了，一起上！抓在林寒肩头之上，他瞬间大惊，连皮都没有抓破。你给我挠痒痒啊！黑袍人化身古代人后，身上的气息正在恐怖的攀升。这时候，伟大的龙大神，请赐予我力量吧！要是频道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向龙借来的力量提升，也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我看你们不如跟我信奉道家好了，请我们三清祖师爷，不像这个什么龙大神一样抠门，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竟然敢诋毁伟大的龙大神，就算落得个万年不祥，今日也让你陨落于此！一起嘎吧！龙大神赐予我力量。古代人朝着林寒飞来，体内的能量无比狂暴。开个玩笑，有必要自爆吗？林寒拿出一张符纸，闪现符可以连续5次瞬间闪现到方圆10里任何位置。你自己爆吧，频道可不陪你玩。闪现符很快燃烧殆尽，下一秒钟，林寒消失于原地。古代人一时间懵了。人呢？我他喵！哦吼，这下完大了！龙大人救我！刚才爆炸产生的杀伤力，未免也太恐怖了。还好自己躲得及时。剩下一只古代人正在疯狂逃离，那个东西肯定不简单，居然可以承受别人自爆的威力。古代人疯狂逃窜，一道身影闪现到他前面。别跑啊！刚才不是还说要把频道献祭给龙大神，怎么现在不要了？是怕你家龙大神胃口不好，消化不了频道？像他们这种教徒，龙大神就是他唯一的信仰，不允许别人侮辱。古代人催动体内的能量狂飙起来。你们这些人怎么脾气那么差，动不动就要自爆？你可还不能歇，频道还有事情要问你。你这个臭道士，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信息。他再次疯狂地汇聚体内的能量。妄图再一次自爆，好嘎，不如赖活着。频道都没想要你的命，蝼蚁尚且偷生，你又何必如此？岂有什么好怕的？我死后进入冥界，伟大的龙大神会赐予我无上的荣耀。眼看着对方又要自爆，刚才闪现符还可以再次使用。林寒消失于原地，直接将古代人蓄力再次弄断。来，喂你一颗好东西。空混蛋，让别人乖乖听话。你晚上是不是吃韭菜了？怎么口臭这么严重？你这个妖道，给我喂的什么东西？我连洗都不怕，还会怕你喂了一颗丹药？话刚说完，红毛怪顿时感觉脑海一阵剧烈的疼痛。
仿佛要炸开了一般。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他在剥夺我的意志。此刻，湖岸之上，刚才是地震了吗？地震个屁！这很明显是湖里传来的爆炸，也不知道道长究竟如何了。这时后面传来声音，刘子文转，怎么这副表情？我他喵！陆兄别慌，他们只有2个的尖，剩下的都是一些玄阶的小喽啰。我们挡住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到湖底围攻道长，不然道长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谁慌的？看我怎么收拾这些鬼东西！总算是把他给控制了。不得不说，这招的洗脑功夫确实厉害。服用了控魂丹，也足足花了10几分钟才将他控制。要知道上次保护那个忍者，没几分钟便被控制了。把身上这身皮囊去掉吧。还有，不要喊主人，喊道长。遵命，道长。原本的他境界不过才地阶后进而已，刚才借助阵法的帮助，却提升到天阶的战斗力。你叫什么？刚才变身，这是什么情况？道长，我叫做苏中锋，从小就父母不在了，后来被无神教教主收为义子，抚养长大。刚才是我借用阵法向烛龙大神换取力量，但也会付出代价。除了透支力量，身体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之外，晚年极有可能会不详，意识模糊，成为行尸走肉。原来如此，说一下你们巫神教的情况。教主收养了36个义子，其中大部分实力都达到了地阶，有3个更是突破了天阶。我们从小便信仰龙大神，通过各种献祭来获得龙大神的力量。教主戴在脸上的面具叫做不朽面具，乃是龙大神身体的一部分所化而成。主就是通过这个面具才能够沟通龙大神。不朽面具，难道是你戴的这个？这不过只是一个仿制品，只能够隐藏真面目，让人无法探查。我们想要得到龙大神的力量，还是得依靠阵法。你们那个教主实力如何？深不可测，应当是已经达到了天阶境界的尽头。这和我猜的倒也差不多，毕竟这个巫神教实力如此强大，你的教主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阿猫阿狗。那你们教主是不是也能借用龙大神的力量变身？教主拥有不朽面具，可以获得龙大神更多的力量。贫道交给你一个任务，道长请说。你回去之后为道长干扰徒弟，在所不惜。巫神教作恶多端，残害无辜生灵，我必定帮助道长把他们连根铲除。刚才那些会飞的东西也是麻烦啊，我可以通过阵法控制他们，让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而且不能反抗。那行吧，你把他们都召集到湖边，而且不准乱动，贫道来收拾他们。明白，我这就去。这时候林寒突然收到一道信号，刚才留给陆小佳他们的求救符被点燃了，不好，贫道得去看看。此时湖边，刘子文情况还好，另一边的陆小佳就显得有些惨了，戴在脸上的面具已经被打碎了，一张大黑脸肿了起来。陆兄，你的怒火焚身呢？赶紧开大招啊！我也想啊，灵力不够啊。刚才为了装灯对付那几只小怪，开大招灵气还没有恢复过来。你再坚持，我已经把刚才道长留下的符给烧了。道长要是能抽出身来的话，肯定会来救我们的。我跟你们这些东西拼了！手中出现一枚的丹药。陆兄，真的不至于，别冲动啊，再坚持一下，说不定道长马上就来救我们了。这是神秘调查局给他们每一个人配备的丹药，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慷慨就义。服用这枚丹药能够将体内的力量和灵气10倍增加半个小时，随后灯枯油灭，神仙难救。洗之前，老子也要风光一把。陆居士且慢，贫道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道长你终于来了。道长你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可就要没了。贫道刚刚已经到了，只不过陆居士肤色比较黑，现在又是夜晚，贫道一时间没找到你的位置。这时更多东西汇聚而来，我才还有这么多，没完没了。这些东西都聚集在岸边，但是并未朝他们出手。聚集在岸边之后就不动了。你们先疗伤，不要急，等他们聚在一起，顺便一起收拾了。很快他们聚在一起，林寒掏出10几张雷击符，直接抛出，原本青霭此刻乌云密布，一道道闪电在天空浮现，看起来像是要打雷。道长你别装了，这分明和我们上次在2中抓古代人时你用的招数一样。这次不一样，这次好像有点用力过猛。雷电持续了10几分钟，岸上方圆数里早已化为一片焦土。刚才的雷电应该是局部极端天气，实在是太诡异了。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身穿道袍的人是道长啊，网上很出名的，能够御剑飞行。雷电，刚才肯定是他的手段。道长回来了。道长，湖里面的邪魔真的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吗？这些东西作恶多端，一直都不能放过。应当是全部都被清理了，明天再去探查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刚才林寒让苏中锋继续在巫神教当中潜伏。陆兄，你为何这样打扮？这哥们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没什么，这只不过是本座的行事风格而已，不要大惊小怪。3位辛苦了，不知道3位有没有受伤？我这边有一种神奇的金疮药。林寒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该不会是……只见刘铁林拿出一个药品，神奇的金疮药能有多神奇？道长，这可真不是跟你吹牛，这个药的效果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你要是不信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演示一下。别，不至于，贫道相信了。别啊，道长，你这相信的太敷衍了。别拦着我，我一定让你看看效果。只需要10几分钟，伤口就能结痂，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恢复如初。林寒一时间哭笑不得。看来交给国药集团的药方，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生产了，并且已经在特殊部门当中使用。不用这样，其实这个金疮药贫道也有。这怎么可能？道长，你别开玩笑了，这是我们特供的。你看是不是这个？道长，你们是特殊机构，有这个药也属正常。不过这真是个神药，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神仙，竟然能够研究出这么神奇的药。这时陆小佳看不下去。你说的这位神仙，就是你眼前这位道长，就是他把药方提供给国药集团的。在林寒直播间看到身体，他却说：思密达，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道长的修仙法术是我们高离国传过去的，我们高离国才是真正的修仙起源地。林寒直接御剑飞行到他家。
却没想到直接惊动最高级别部门。这个巫神教的事情搞得这么大，加上现在网络传播如此迅速，想要掩盖过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网友们都是3分钟热度，这件事情只要在网络上消除，没过多久他们就会忘的。真的有必要掩盖吗？那不然呢？将修炼者的事情公布于众，不会引发骚乱吗？现在不比以前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持社会治安。更何况我听说米国的基因药物研究又有新的进展，我们华夏在基因上面的研究本来就落后他们一大截，想要超越他们，还是得靠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同意这个说法，这件事情没什么好掩盖的，这样说不定还更能够发现一些修仙的好苗子，将他们集中培养起来，又是一股中坚力量。不用再争了，公布吧。半个小时之后，中书院下达了一个文件，在文件当中首次提及修炼者。谁还敢说修仙是假的？道长出来挨打！这个消息都传到了外网上面。哦，麦改，我就说我华夏人会修仙，你们还不相信？思密达，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华夏的修仙文化是从我们高丽国传过去的，我们高丽国才是真正的修仙起源地。第二天清晨，神秘调查局派来的2个天阶高手终于赶到了。恭喜林寒道有册封之人，可惜未能亲自去现场观摩，不过是虚名而已。我们已经来了，那些奇怪的东西在哪里？老子去砍了他们。刘子文跟他们2个说明情况。什么？已经全部解决了？赶路赶得这么辛苦，结果你告诉我们已经完事了？这不可能啊！我听说在伏仙湖出没的巫神教教徒，可是有着天阶实力的。昨晚我已经通知上面这边的情况了，应该给你们发了消息了吧？赶路太急，压根没看手机啊！对了，昨晚局长他们也去执行任务了，基本上巫神教的据点都已经被拿下来了。可惜的是，有一些邪教徒早早的就跑了，根本抓不到他们。巫神教始终是个隐患，还是得先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岳山，让神秘调查局有个准备，否则被打得措手不及。遭殃的还是平民百姓。这时他们去检查湖是否余留邪魔。林寒来到山里，系统查看传道积分，恭喜宿主累积传道积分2635万。系统直接来2发至尊抽奖，剩下的都用作顿悟。恭喜宿主获得神仙剑典，以气主灵神心5大要诀为纲领，共分5层境界，消耗10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虚影部顶尖身法，无形无踪，难觅踪迹。1个小时之后，林寒将所有的传道积分全都顿悟一笔。道长，你这么久不开播，是不是又偷偷背着我们修炼去了？那份文件你们看了没？天地玄黄4大境界，道长肯定是天阶。楼上的你格局小了，小小的天阶算个的。道长说不定人皇幡都已经练好了，道长不知道你的幡里面能不能吐烟，如果不能，我提前借一下。今日修仙不努力，他日万魂幡里做兄弟，结。道长，以后你再也不用装了，官府已经公布修炼者的存在了，以后再跟我们提科学，我们可就要生气了。道长给我们表演一下斗气话嘛，简直恐怖如斯。还有道长赶紧教我们修仙，现在都官宣了，你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其实频道早就将修炼的功法公之于众，只是各位可能没有注意，或者没有放在心上而已。哪有什么修炼功法？我在直播间都蹲了这么久啊，啥也没看到。道长，只要你愿意教我修仙，我可以天天给你穿黑丝。楼上你个傻的，你一个男的穿金毛黑丝，别忍心道长。之前频道给大家普及的太极拳，其实就是修炼功法，大家勤加练习，可以强身健体。要是修炼有所成就的话，踏入修炼者的境界是不难的。太极拳那不是老大爷打的东西吗？道长我不要，我要学御剑飞行。难怪说我练了几个月的太极拳，难怪那些混混现在完全不是我的对手，我一拳就能把他们揍得鼻青脸肿。他喵，真的那么神奇？我也得去练一练。靠太极拳修炼，其实是完全可以达到玄阶甚至是地阶的。当然，这是从理论出发，没有修炼天赋的只能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效果。我的视频陈总思维主播超级火箭 X100。道长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鹅集团副总裁，不知道能否买断您发布在网络上面太极拳教学视频的版权？我们企鹅视频愿意出1000万的版权买断费。你们企鹅视频这是又打算搞垄断，太过分了！等下肯定又开什么付费观看。道长千万不能卖呀，鹅视频太坑了，连最新出的庆不多余年开 VIP 都不能看最新一集，还要开什么 Sweet？ 抱歉，上传太极拳教学视频本身是为了能够让粉丝们强身健体，并不是为了敛财。突然之间，一哥奇异果思维主播超级火箭 X100。道长你好，我是奇异果视频的总监，我们可以出价3000万购买，并且保证所有网友在我们平台观看不用花费1分钱。一王格送给道长航空母舰1000。道长不要卖，要不然道长你卖给我吧，我直接出3000万，免费送给网友们。好了，大家不用激动，太极拳教学视频的版权频道是绝对不会出售的，大家可以随时免费观看和下载，且不能在中途插播广告。突然之间，一道狼笑声传来。大白天的怎么会有狼？这地方这么多野兽的吗？道长小心都不对，狼要小心。卧槽！第一次看到体型这么大的狼，这哥们成精了吧？都说建国之后不许成精，之前有憨憨，现在有这头大狼，果然该成精的还得成精。大家勿近，这头白狼王是频道的朋友。只见山头之上的白狼王很快便来到林寒的位置。如果是在以前，这种时候林寒便会关闭直播间。不过如今官府都已经摊牌了，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道长，昨天晚上那些邪魔都已经被你消灭了吗？他喵，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他刚才开口说话了。
这只白狼王虽然是一只狼妖，但是本性不坏，并不会残害百姓，而且大部分动物成精之后，修炼到一定境界，都是可以开口说话的。贫道也不装了，贫道也摊牌了。一下子有些不习惯，道长竟然突然摊牌了，再也不让我们相信科学。众所周知，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发现了伟大物理定律的牛顿，在晚年可是一个神教徒。道长自言自语是在说些什么？该不会是昨晚降妖除魔消耗有些大，今天走火入魔了吧？贫道刚刚在直播。直播是什么？难道是一种很厉害的仙法？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通过这个设备，贫道同时和成千上万的人沟通。能够同时和成千上万的人沟通，法宝未免也太厉害了。这笔应该算是仙器了吧？原来仙人的沟通手段是这样的。道长，你且跟我来，带你去看样东西。一头狼拿着指南针找到一个会发光的石头，这是灵脉，对于修炼者来说，这可是真正的宝物，能够让修行一日千里。道长真是见识广阔，这正是灵脉，我能够达到如今的境界，这处灵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像这种宝物，你竟然舍得赠予贫道？若不是道长将这白狼身上的邪魔除尽，我们白狼一族也无法在此常住。区区灵脉也难表心中感激之情。白狼王原来是来报恩的，帅气又威武，还知道知恩图报，真是一只好狼。我家的猫天天给它罐头吃，它都不知道撵我一下。看看人家白狼山的洞穴，这个地方我记住了，马上买机票飞过来，里面的石头我来了。地质学家都坐不住了，洞里的石头够你研究一辈子，劝你们这些科学家少看直播，怕你们受不了。哇塞，吸收了天地之灵气的石头，动物会不会跟我一样说人话？还有抱着灵脉睡觉会不会精力十足？灵脉虽然珍贵，但是抱着睡觉除了凉快点之外，就跟抱着石头睡觉没两样。主要是在修炼过程中，灵脉才会发挥作用，大家别一想了。林寒解释完之后，对白狼王说道：“我除掉邪魔确实是举手之劳，若狼王执意要送我灵脉，那我也转赠一个东西给你。”道长，这是妖元丹吗？传闻只有到达天阶顶级境界的炼丹师才有能力给自己的灵兽炼制，炼丹长达极其49天才能完成一颗，用的材料也极其少见和珍惜。送给你，你拿着吧。随后林寒将灵脉取走，那灵脉贫道就带走了。道长，你尽管拿走，还要多谢道长赠予妖元丹，吃下一颗妖元丹，境界可以挺高2重，这一波稳赚不亏呀。晚饭时间到，大家都去吃饭吧，我也回到馆了。第二天林寒刚直播，观众就看见憨憨在打拳。不是吧，国宝在打拳，谁能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连不用努力的国宝都这么内卷了，卷死我吧！拳练得怎么样了？招式都学会了没有？憨憨就立马摆出一副认真的表情，嘴里嗷嗷2声，打了几招给林寒看。看到憨憨打拳，飘了起来。大家别耍礼物了，谢谢大家喜欢憨憨，就算想投喂憨憨，大家也要量力而行，不要太夸张。他在道观吃得好，睡得好。这时2个老虎跑了过来，你们俩长大不少呀，走去森林看看你们学会自己捕食了没？随后他们来到森林，让我看看你们的捕食功课做得怎么样。你们去林子里捉2只野鸡，就当是今天中午的午餐了。话音刚落，2只老虎朝着森林中跑去。这么听话了吗？我简直怀疑老虎已经成精了。不用怀疑兄弟，道长这里什么都有可能。不过我好想知道虎子们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可以去动物园里跳进去，冲着他们大声喊几声，他们要是盯上你了，可能就是听懂了。道长什么时候可以进山里修行呀？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修仙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你才去修炼。咱们要学出世的人生态度。我们可以养生修心，可以崇尚自然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要完善自身，兼善他人。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卧槽，道长我悟了。林寒趁着大家不注意，打开系统传到积分，足足有3320万积分。系统给我来3次至尊抽奖，消耗10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傲寒6绝顶级寒冰功法，共分6层，适合寒气体质修炼。一部寒冰功法，看来神雪的功法有着落了。如果这个功法交给他的话，想必能够解决他的寒气隐患。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修炼的资质，能不能将这部功法入门。消耗10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农桑通诀，地球上所有植物的栽种技术大百科，农民田耕不发愁。林寒瞬间变脸，没好气的说道：“系统，我怀疑你故意的，至尊抽奖就这，行吧？这抽奖就不抽了。”道长，大王村的村长给我们总台致电，希望入驻我们鲨鱼平台直播助农。直播助农很好啊，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贫道帮忙？道长真是耳听八方，的确是遇到了困难需要道长帮忙，希望道长您帮助大王村的村民脱贫致富。可以，我明天就剩下看看。第二天早上，林寒开着直播联系功法，浑身冒出金光，像是天上的圣光笼罩在林寒身上一般，直播间内瞬间沸腾了。我就说道长平时是忽悠我们的吧，他就是神仙下凡，修仙的最高境界就是羽化成仙，今天是要见证这一幕了吗？兄弟们，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一种自然现象？林寒打完作弊之后，看了一眼评论区，你们这些家伙修道成仙的确有一些祥瑞迹象出现，但这是天际放射下来的光线，是一种自然现象，叫做丁达尔效应，是太阳的光线通过雾气或者云层中的颗粒，就看起来有了一条一条的形状。没错，我这个权威人士都觉得道长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啊，朋友们要相信光呀，光是有形状的。这时熊猫打拳的视频已经传到外国，华夏国果然有功夫熊猫呀，我们黑宫感觉到危机。以前就听我爸说，华夏人人都修炼会功夫，现在他们的动物也都开始打坐了。3游戏，我们小日子国最喜欢熊猫了，我要进去看看。
思密达，我们思密达有会走钢丝的棕熊。你们那是毫无人性的杂技团。这时林寒来到大王村，腾飞居士，大王村现在种的作物都有哪些？目前村里种小麦、玉米比较多，前面村委会前面还有一些蔬菜大棚，柿子、椒、番茄这些也有，但是咱们这收成就是不好。林寒蹲下来看了看泥土，道长，怎么了？是这土地有问题，还是说我们村委会前面这片地风水不好？怎么动不动就说风水的？我这是在看土质成分，咱们得相信科学。腾飞居士，亏你还是读书人。道长就是个大忽悠，下一秒凭空变出个东西我都相信。现在谁都知道道长那都是法术，就他还在麻痹自己。这边这几亩地适合种玉米，因为这里的土层深厚，是比较疏松的土壤。随后林寒将村里适合种植的东西都告诉他。好的，道长，我已经录好音。这桑农通菊花的1000传导，积分不亏。对了，还有个金格拉化肥，符合这里使用。腾飞居士，我这里有一大金格拉化肥。没等沈腾飞反应，林寒就将化肥放在地上。你从哪变出来一袋化肥的？我来的时候就带来了呀。你没发现而已，我把它弄出来的时候用了魔术，你没发现也算正常。我就说道长这里没有科学吧。我才关注道长，道长就给我看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我要疯。以我看小说里的经验来看，道长绝对有一个空间戒指。腾飞居士，这个金格拉化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只见沈腾飞一脸懵逼的摇摇头，这下林寒就好忽悠沈腾飞了。这是我在我祖师爷的床底下找出来的，他托梦给我说的。这个金格拉化肥啊，可以和普通化肥掺和在一起用，1亩只需要20粒，来年量产1800，营养成分和能量相当于1颗原子弹，还能吸收土地2米下的氮磷钾。道长，那你道观的桃子树不需要撒点这个化肥吗？贫道不需要这个化肥，我那果树也不需要量产。蟠桃可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我等它种出来，要么去世了，要么成仙了。林寒跟腾飞来到村里，听到别人说，我弟他们家住在10公里外的城乡村，他们那边有个公园，最近不太平，说是好几天晚上都听到公园里面传出嘤嘤呀呀的声音，有时候像女人哭，有时候又像小孩在笑，哎呦，那是搞得人都不敢从公园路过。铁定是什么邪祟！俺们小时候天水池公园那一片还是村子，听说有个贼匪放火烧村里几户人，估计是有冤魂。对，俺也记得有这事，30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咧。俺们听说那个公园那个女古代人厉害得很呢。前几天我弟媳妇说见有个男的从公园路过，第2天竟然光溜着躺在假山那边。兄弟们，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咱们虽然浑身都是肌肉，但是也害怕清白不保呀。话说道长要是区古代人，这女古代人会不会缠上道长？毕竟道长这颜值出去就很危险，快保护我方道长。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当地官府早就去解决了。他们腰间配的那可是真枪火药，火药可是阳气极重之物，枪炮一响杀邪乎玩意儿全得吓跑。真的咧，当天早上就有官府的人把人给拖走了，那应该邪祟也不敢肆意妄为。道长，要不晚上你去看看，公园离咱们大王村不远。可以，等太阳下山就去水天池看看。道长，我们天天看憨憨视频，也跟着练拳，我感觉我们也可以。居士们，开始修行是好事，但是还没有到能与邪祟抗衡的程度。贫道觉得大家还是在村里等候消息便好，在家里看频道直播，16K 画质，8D 全方位视角，跟身临其境没有区别。对，道长说的没错，咱们看直播是一样的。这样，晚上我给大家把咱们村的露天幕布电影给拉出来，大家围着热热闹闹的看，也不害怕。随后众人散去，林寒打开系统查看了一下传道积分，来2发黄金抽奖。消耗2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黄符纸不普通毛笔，符纸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盒中的黄符纸皆有神力，可换任何符咒，神笔需配合黄符纸一起使用，红黑墨体随意切换。再来2发白金抽奖，获得妖元丹1枚，获得6盒寻妖诀，配合符咒使用口诀。随后林寒来到公园，道长你好，今天晚上人比较多，所以我们被派来管理秩序，上级吩咐全力协助道长捉古代人。好的，辛苦大家。直接从衣袖里取出符纸和毛笔，挥笔画下符咒。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林道长现场画符咒，我们都是这一刻的见证者。只见林寒写下了一个字去，道长又不讲武德，写得这么认真就写了一个字，我眼睛都要瞪出来了。你给我看这个，这符真是略显草绿。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符咒翻译成汉字的意思啊？重要的不是符，是追踪咒语。念出法术之后，符纸飞出能帮你找到附近妖灵的位置。随后林寒念出法术，陆河之间，四海之内，妖灵逆踪，一符寻迹。随后符纸迅速飞出，贴在公园建筑后变成了灰色。刚才道长说了是妖灵，可能是个女妖。越来越清晰的嘤嘤呀呀的叫声传出，探头一望，林寒直接傻眼，直接伸手一捞，一只修炼到地阶的洞猿。大家别怕，不是什么女古代人，是一只罕见的洞猿。什么？这么可爱的小家伙，叫声居然这么惊悚！这小家伙长得也太好看了吧！你是怎么流落在此的？我得知道长威名，从昆仑山古洞特意前来，赶路的途中想休息一回，就找了这个水池休息。随后林寒笑着解释道：“他说他是从昆仑山古洞来。昆仑山脉又叫昆仑溪，是华夏西部山系的主干山脉，古代众多修仙故事都在昆仑山发生。另外，昆仑山曾经可是西王母的故乡，西王母乃是道教女神。昆仑山古洞，我听我考古学的朋友说过这个地方，说那里还出现过龙脉。没错，昆仑山的确也是龙脉之祖，古时候的老百姓都是这样称昆仑山。另外那里也有道家流派，以前被称作混元派，现在应该就是指的昆仑道观吧。
等等，它的气息独特，跟普通的妖兽不一样。这只小可爱可能不是动猿，而是动猿形态的幼龙，应该是在修行过程中真气不足，导致修到一半，龙角长得这么不伦不类，而且还有他那叫声，估计也是修行时嗓子废了。林寒掏出一颗妖元丹，我好像明白你来找我是为何了。这是妖元丹，你先服下吧。妈呀，这么大一颗，道长你可别把小可爱撑死啊！道长你就不能给人家分成2半吗？幼龙吞下妖元丹，突然全身放出极强的亮光，只见强光向上空旋转着，又降落回了林寒的手上。道长，我变身了！我敲，什么情况？小神龙，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老祖宗诚不欺我呀，咱们华夏真的有龙呀！小神龙也太好看了吧！谁能告诉我哪里有动员？我也去找一找，万一是条龙呢？道长，网友们想知道他为什么在公园里面吓人。我这周一直听到广场上面有音乐，感觉这个旋律好激动龙心，所以没忍住自己也想学着唱几句，奈何嗓子没进换好，嘿嘿。什么？感情你嘤嘤呀呀的怪叫是在唱歌？你这一唱自己倒是开心了，难受的是别人。果然有人唱歌挣钱，你唱歌要命。还有官府在前几日的早晨从公园带走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我记得那个男子，他喝了8+1，抱着垃圾桶说了好久的话，然后又炒着热自己将衣服脱个精光，然后就躺地上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顶多算一个目击证龙。是的，当天我们就查了监控，发现是居民是自己醉酒误事，但不知道怎么的就传成了公园有古代人。我们也在官方辟过谣，但没人相信，估计是小神龙往后这几天晚上还在这里唱歌吧。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就各自打道回府吧。道长，你要回家了吗？能不能带我一起回去啊？你们龙族的其他龙呢？你不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吗？龙族现在就只剩我了。小鬼子忍者悄咪咪的过来送你，被林寒发现后却加倍送回去。来，这个超级加倍给你们拿回去。李青青一直不好客气啊。道长，紧急情况，神调局需要支援，速回。系统使用闪现符。林寒嗖的一下出现在神调局会议上，连台上坐着的老天师都忍不住冒出一句：卧槽！林道长到底是天阶修者还是神仙呀？不是说10万火急吗？我这不就加快步伐赶过来了？既然林寒道长及时赶到，我就开始说明一下这一次的情况。我们安排在岛国的线人告诉我，原本鬼子计划在后天晚上派出3个的接忍者炸掉我们英雄纪念碑，但是他们突然改时间，今晚就会按照计划进行。什么东西？收了他们神策，还没长教训，有本事白天来，怎么全是晚上行动？这忍者真是个老六，这次一定要再让他们长教训。诸位虽英勇，但同样是地阶高手，怎样才有胜算呢？齐也要拉个垫背的，嘎也要把英雄碑守住。局长，你就直接下命令吧，现在我们就赶过去。众道友和义士都前去，实属会打草惊蛇，不如就让贫道我独自前去。还是林寒道友考虑的十分周到，那今晚的英雄碑阻截任务就拜托了。想必是上次刘强火烧神策的事情，一直对此事怀恨在心，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给予还击。林寒趁大家不注意来到角落抽奖，宿主本次传道积分累计1700万，来一个至尊抽奖吧。消耗10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捆仙绳。捆仙绳，这不是太上老君的裤腰带吗？系统再来个3连抽吧。恭喜宿主获得闪现符、妖元丹、火药运用大全，已存放系统空间。在林寒出发之时，岳山派出刘子文和陆小佳一同前去协助。本座现如今就要冲破的街后净屏障，正好想找人试一试身手。那3个忍者分给本座一个定能收拾的跪地喊爹。这次行动，局长说了，我们听你安排，从旁协助，尽量不打乱你的节奏。那长老有什么计划吗？哪有什么计划，上去就开团。上剑，贫道带你们飞过去。来到英雄碑后，林寒派陆小佳和刘子文来到景区办公室。我们就待在这里吧，道长万一需要我们帮忙呢？这下可好，没有耍帅的机会了。刚想着试一试自己2.0版本的火焰流星石。道长需要你那几个火弹应援吗？不要进去签断就很不错了。那可是的阶高手，听说这回派来的忍者可是他们岛国专门训练出来用来保护黑宫那几位。林寒这边正照着隐身衣在纪念碑前，只见2个人影跳出来，两人来到纪念碑，拿出火药。只见林寒拿出一把香蕉，然后伸出一只手拿住炸药包。忍者拿着手中的炸药包，感觉一股莫名的力量对抗着自己。拿着炸药包的这个小矮子忍者，怎么使劲炸药包都拽不动，然后缓缓地松开了自己的手，发现直接悬浮在空中。那你只见矮个子忍者颤抖着手指着面前，随后只见包上的蓝色引爆线凸起，啪的一声，在他们眼前断裂开来。林寒解决完包之后也不装了，显现出真身。哈喽啊，我就在这儿。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叫林寒？他可是天阶强者，我们该怎么办？36级走为上策。高个子往东西，瞬间这2人周围冒出了一阵浓烟。好家伙，这俩货想跑啊！林寒一个闪现出现在他们面前。怎么不多玩一会儿啊？现在就走了？来都来了，怎么能空手回去呢？把你的同伙都叫来，我好一起收拾。杀鸡抵脸，这都能被你发现我？3人顿时被浓烟笼罩，瞬间安静了下来。林寒完全能感受到那3个人的气息还留在附近。果然忍者术有很多地方都跟我们道教传统的招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天经地义，兵随意抓，将逐令行。很快3个忍者就因为受不住黄符纸贴在皮肤上的灼烧感，暴露了自己。这3人的伪装术修炼的也不行了，你们是从何人？他要是知道教出你们仨这样的徒弟，怕是要被气嘎。 3人还不敢信，竟然同时使出了分身术。林寒掏出捆牵绳，好了，贫道不跟你们玩了，该结束了。3个黑衣忍者已经被捆得严严实实。长老不愧是你呀，这么快人就抓到了，这才不过20分钟，还敢来炸我们的英雄纪念碑？谁给你们的胆子？静茹吗？不对，你们可能不知道梁是谁。贫道暂且不伤你们的性命，但既然来都来了，那总得带点东西回去吧。
你们也好交差。是可嘎不可辱，你这样将我们捆起来，不如一刀把我嘎了。你们岛国的战败习俗不就是切腹自尽吗？但说实话，没哪一次是来真的。没关系，我可以放你回去，你回去之后再切腹自尽也不迟。不过放你回去有条件。啥级别给？什么条件？你们最近在计划什么？把你知道告诉我们，不管是安插蟹人也好，还是贸易战也好，无论大小。也没有特别任务，只有这一次派我们过来炸掉你们的英雄纪念碑而已。你要是不说真话，我旁边这位高手待会就用火球烫你大腿，你想尝一尝啥滋味吗？2小时后。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放过我们吧。等等，我们的神策重新开始修建了，不知道算不算是？这时林寒掏出工具现场制作。林寒道友，你这是要做什么？说话算话，当然得送他们回去。我只不过要给他们准备一点礼物。莫非林寒道友画的是傀儡符？没错，你竟然能看出来，这个是我师傅教我最后一个术。画好后，林寒将纸贴在他们脑门后。引线我已经接好，你们带着火药回去复命吧。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完成使命。这些忍者真不文明，制造这么大的烟雾。林寒道友，您的这根绳子，莫非就是鬼仙绳吗？没错没错，刘居士真是好眼力。不过就是贫道用普通绳子制作而成，也并不是什么厉害的法器，总不能说是从系统里面抽奖抽到的吧？这3个岛国的地阶忍者估计会在后天到达东瀛，既然他们要重建神策，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片刻之后。3人回到调查局，忍者怎么解决的？3名的接忍者的爆炸任务失败，被林寒道友遣送回老家了。听到这里，岳山有些不解了。林道长放了他们，这是为何啊？岛国又与其罪当诛。从他们的口中得知，那群败鬼的人要重新修建神策，贫道也答应他们放一条生路。另外，他们也不是空手回去的，贫道将他们带来炸弹，改了定时之后，让他们带回神策。后天估计就会传来岛国爆炸的新闻。年轻人，好样的！对了，之前可能没有跟你介绍过谢灵，这一次阳城爆炸的机密消息就是他从岛国传送回来的。那么谢灵的间谍身份迟早会被暴露。局长，今晚阳城没有爆炸，岛国一定知道任务失败了。我建议让谢居士立马脱身为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联系谢灵。局长立马打开了机密通信装置。局长好，各位道友好，我是武当山大弟子谢灵。各请长老您好，久仰大名，多亏了您和2位道友，不然我们英雄纪念碑怕是不保啊。谢居士太谦虚了，你冒着风险传递消息回来更英勇。今晚没有被炸，岛国那边一定会有所警觉，你找准时机，今晚就回国吧。局长，今晚他们会议上的气氛已经不对，恐怕我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连夜逃跑估计也没有这么容易了。师们，他们要重修神策，怪不得我在内部没有收到消息，果然是开始怀疑我了。行，老子走之前烧了你丫的厕所。你最好不要擅自行动，万一被抓住，我们可就损失1名高手，这得不偿失啊！你现在立即启程回国，我跟有关部门协调一下，你们在渤海休整片刻。只见视频那头的谢灵摇摇头，要走我也要等把神策烧干净了再走，如果逃不了，那我就听天由命，多嘎几个带到阎王殿去。谢居士如果已经想好，那就放心去做，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林寒一定第一时间赶到援助。啊，那诸位道友，局长和长老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此刻岛国神秘局内，大哥，为什么秘密任务都能够被泄露出去？你们都是做什么吃的？武士和忍者们低着头不敢开枪。到现在华夏的英雄纪念碑一点炸毁的消息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任务失败了。不如我先切腹自尽吧。在座的所有武士和忍者们都惊慌失措地上前拦住他。局长，亚达有。亚达切腹啊，局长！一番拉扯之后，小龟子坂田终于冷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到这儿了吗？团，今晚所有人都在这。你们全部都在这儿，谁去看着松本？松本是谢灵在外国的名字。然而谢灵将神策洒满了汽油，他手指间的符纸立刻燃起了火焰，随手一丢，整个神策瞬间被点燃。谢灵转身潇洒离开。让你们见一次我烧一次。就在谢灵走后不到5分钟，他们到达了现场。松本竟然敢小瞧我们大岛国，松本想逃没那么容易。坂田龟拿起打了电话，坂田龟请求岛防部派出天界武士支援，请求援助。坂田，你这局长的位置是不想做了吧？你跟他接触这么久都没发现他是华夏县人吗？巴卡亚路，你坏坏的！我已经派出3位天界武士前去缉拿松本，你就一旁待着吧。只听西瓜太龟挂完电话，这回坂田是真的要切腹了。华夏的新闻，岛国喜提热搜第1名，震惊！午夜12点，岛国神策自燃。刘强家中，喂，你好，哪位啊？刘强先生你好，请问您现在人在岛国吗？您是怎么做到又烧一次神策的？什么神策又被烧了？真是人在家中坐，好事从天上掉啊！我没在岛国呀，这次不是我干的，你们从哪知道的消息啊？外网都传遍了，你真不知道呀？好家伙，是谁跟我一样这么有种？刘强先生，你就跟我透露一下吧，我们知道你比较低调，不好意思承认。这火就不是我放的，但这次英雄的名号我不能拿了别人的。刘强说完就把电话挂掉。哈，这不是好事儿吗？烧得好，烧得妙。克钦长老，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来支援我了。咱虽然不怂，但是对方派了3个天阶武士来抓我一个的街道士，多少有点不讲武德吧？那你现在已经飞到什么方位了？我现在还能撑2小时，马上就到公海无人岛了。谢居士，夜色茫茫，多加小心。贫道这就启程助你。看了只能等待凌寒的援助，已经预见飞行2个小时了，不能过度运用真气，疲劳驾驶啊。林道长，不如老夫也同你一同前去。局长，你还需留在神调局主持大局，干架的事就交由贫道去做吧。凌寒一个闪身来到空中，手机居然响了起来。道长，你在呢？神策被烧了，你知道吧？贫道现在正为了这事前去支援。道长，你不会是在天上吧？牛皮！
闪现符不够，只能在危急时刻使用，所以贫道正在预见风行，希望能及时赶到公海了。刘居士，麻烦你一个事，贫道可能还要耽误一些时日，道观的小动物们麻烦你照顾2天。岛国这边派出的3位天阶武士化为巨型天狗，朝着谢灵的方向穷追不舍。谢灵给自己设了一个短效结界，阻挡自己的气息被天狗嗅到。这时天狗来到附近，糟糕，这结界只能维持10来分钟，结界一散就危险了，只能快速恢复灵气了。只见3个黑狗怪重新变回了武士的模样。走吧，你无处可藏，乖乖出来吧，还能让你嘎得不那么难受。看着下方穿着盔甲的鬼武士离他越来越近，直到他来到这根树下，他拿出怀中备好的符纸，急速俯冲下去。只见他边尖叫着，边飞快地朝大海冲过去。吱，看着都疼。我原本是想贴你的后背，谁让你把脸抬起啊？这不能怪我啊。走吧，你除了会这些暗算人的伎俩以外，还会什么？怎么？你怕了我这个老六？我告诉你，宫本有的时候就是要靠智取，谁想你蛮力取胜？就算聊得再多，今天也是你的死期。我的个乖，吓死我了！下一秒，武士刀刃的寒光从谢灵的面前划过。你走投无路了，嘎在我的香蕉下，还能有个痛快？谢灵胳膊疼得他表情都有些扭曲，他终于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克勤长老，你什么时候来呀？我撑不住了！”话音刚落，天上就出现了一道光芒，说：“曹操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还好吧？托您的福，还嘎不了。好了，你休息吧，在旁边看戏就行。你就是林寒，那个下过修仙天阶道士。原来你认识贫道啊！想不到岛国的修行者竟然还时刻关注我呀！要不你们也接触一下道家，修身养性，别一天搞事儿。你们那些什么道家都是旁门左道的阴邪之术，有本事你就跟我比一下刀法，我岛国的武士刀法乃世界第一。好大的口气！华夏的宝剑从古至今不胜枚举，各个门派还可以千秋，区武士刀不过都是华夏老祖宗。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伊藤云鹤？听说你们伊藤神社里也有很多高手啊。你是说云鹤剑圣？好家伙，伊藤云鹤现在直接变成剑圣了，想不到给他天元丹，竟然助他成为天阶的武士。这俩傻缺还不知道伊藤云鹤已经是安插在伊藤神社的间谍。当时在国内跟他交过手，确实挺厉害，一招把他搞趴下。现在就不知道你们俩到底厉不厉害。你找个！2个鬼武士飞速的朝他涌来，突然间冲出那个面具烧坏的鬼武士，朝谢灵奔去。当谢灵反应过来时，林寒已经挡在他面前，还说不当老六，这不就是搞偷袭吗？只见这一拳直接从他的胸口穿透过去，骨骼俱碎。2人看到林寒恐怖，36级走为上，2人变身成狗，想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你惯的。你们可能不知道，贫道可是动物园园长，训狗太简单不过，毕竟家里这么多动物，经验多的是。林寒一个闪身。2人躺在地上变回原形。克勤长老，他们都嘎了吗？现在还嘎不了，我有轻重的，只不过他们能不能活到天亮，就看岛国那边什么时候支援他们。我先带你回去，你的胳膊需要止血。克勤长老，你就别管我了，我是没有办法回去了。谢灵失血过多，体内的真气也因为刚才的打斗而流失不少，现在的确是没办法赶路了。放心吧，小问题而已。长老，这个是什么符咒啊？你就别说话了，没见过你这样气若游丝的话痨。林寒立刻用神瞬间转移到了大王村。怎么回事啊？这是呢？长老，这不是大王村吗？我们怎么就来到大王村的呢？刚才不还在岛上吗？卧槽，林寒到底是何方神圣？贫道只不过是使出了闪现符咒，不足为奇，不足为奇。这系统有 bug 呀，是想带着谢灵回到神道局，结果就出现在这。下一次抽奖一定要抽个闪现术，符咒自己画。随后2人来到腾飞屋内，腾飞居士是这位是谢灵，火烧神策的人就是他。哎呦，谢灵兄弟，你这个伤不轻呀！不碍事嘎不了，多谢居士了。这时响起系统的声音：叮咚，恭喜宿主累计传道积分1200万，来3次白金抽奖好了。恭喜宿主抽到2颗天元丹和1颗妖元丹。哎呦我去，刚好缺颗天元丹给谢灵治伤，系统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呀。再也不说你是奸商了，关键时候能出。谢居士，这枚天元丹你服下，或许能助你突破到天阶前期。如此珍贵的天元丹，必须得用紫气顶炼至7749天06小时6分钟，多1秒都不行。谢灵接过天元丹，克勤长老，这么珍贵的丹药，当真给我？当然，你与贫道年龄相仿，称呼我林寒就行。克勤长老这名号说出去，别人还以为我7老80了呢。随后谢灵一口将天元丹吞下，手臂上的伤口迅速愈合。道长，我突破天阶了，这感觉也太好了。伤口虽然已经痊愈，但最好还是静心休养几天，有助于天阶中期的修行。第2天，林寒正常开启直播。谢居士，介意入境吗？能在道长直播间出境，那我岂不是要火？我一点都不介意。旁边这位帅气靓仔是谁？难不成是道长给我介绍的男听？早上好啊，各位居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嘉宾，这位是武当山大弟子谢灵，同时也是神雕局的高人。这位哥哥怎么没有出现在昨天晚上的照片里？我猜道长昨天晚上一定有什么秘密行动。你们在说什么神秘任务？我是一点都没有听懂。天一亮，岛防部的部长就将昨晚神策的监控画面提供给了记者，一定要将这个下过间谍公之于众。虽然神策被烧极其耻辱，但也要让全岛国的人民知道松本是间谍。这时林寒直播间，我的妈呀，潜伏在岛国当也太酷了吧！我已经脑补了一整期谍匪片。这个哥哥昨天烧了神策，今天怎么就在我们林道长的直播间了？卧槽，细思极恐呀！上一次刘强也是烧完之后直接出现在道场直播间的。你
你以为道长修仙是白修的吗？天真，谢灵道友就是咱们夏国。贫道昨晚遇见前去相助，所以今日谢灵道友才会跟贫道在一起。既然岛国那边已经公布了视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网友的。大家不必惊慌，岛国到大王村也不远，御剑飞行完全能到。你被道长坑了，道长他会闪现，根本不用御剑就能到，他还带着你跑这么久。林寒一看，赶紧解释道：“这位粉丝还真调皮，贫道使用闪现也是看时机的，怎么能轻易就闪现呢？”只见谢灵巧声跟林寒说道：“伊藤回到岛国之后，因为无意间让我看到了雷击符，在一番盘问下才知道那个家伙竟然是你派过去的卧底。道长，你是怎么做到让他倒戈的？我当时都震惊了。自然是在贫道的苦口婆心之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决定做正确的事情，简直堪比给伊藤洗脑，或者是换了个魂。道长，你这嘴皮子耍的，我是半点都赶不上。”随后，林寒御剑飞行在去神雕局的路上，此时直播还继续开着。剑飞行太他喵的酷了，道长的设备哪买的？竟然能上天，信号还这么好。道长发链接，我要买，我要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并不是设备多好，而是咱们夏国的上空信号也是满级。等大家会遇见了，到天上来试试就知道了。一旁的谢灵好奇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道长，你这忽悠人的本事，谢某算是领教了。妈妈，快看，道长！林寒这时看到飞机尾部居然冒着黑烟。道长，你这是做什么？我也不清楚，总觉得应该给这架飞机贴个平安符。贴上平安符后，瞬间洒着金光。此时岛国千叶神社，这是继晋国神策之后第二个有供奉战犯亡魂的神策。伊藤剑圣，现在不止神秘局的3个忍者下落不明，现在连鬼面武士也都不知去向。你是跟华夏的高人交过手的，现在岛国最牛逼的就属你了。我们岛防部整个国家的安全都需要你。而他却不知道伊藤整是林寒的人。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人居然让我保护岛国，做梦！土肥原二先生，我明白，我会出面援助岛防部。报告，在公海无人岛发现宫本武士他们3人的骨体，什么鬼神？天界中期的高手都不是对手。不光是土肥原二震惊，横川和流川枫也都惊掉了下巴。天狗居然输了，难以置信。松本这么强，他一个的阶后期武士不可能打得过，一定是有人支援。3条天阶中期天狗，10个的阶高手来都是陪玩，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松本干掉？藤川剑圣，这不是松本做的，这一定是那个叫林寒的道士干的。早上从海外传来的视频，松本完好无损的站在那位道士的身后，真强啊！不愧是我家道长。此时3个失联的忍者爆炸 S 来到龟坂田面前，将雷4塞给他。你们干什么？3个忍者脑后的傀儡符立马显现，然后掉下来，紧接着3个恢复正常。局长，快扔掉，是炸弹，炸弹呀！打灭他哟！他赶紧丢了出去。卧槽，道长太他妈的牛逼了，人没来也能把千叶神社炸没，我的雷击符都还没派上用场，等回国了一定要多向道长学习学习。随后小岛国2次爆炸迅速沦为国际笑话。此时华夏神秘调查局，林寒正想利用客卿长老的身份弘扬道教，将三清观发扬光大。师妹，你看师兄的这身武艺和较好的面容，是不是能够在人群中一枝独秀？以为师兄是练功把自己给晒得黝黑黝黑的，后来接触多了，发现陆师兄这爱装逼的习惯居然是与生俱来的。师兄，你要是没事干，师傅说让你去打3套静心拳。等师傅真这样说了，造孽呀！陆小佳走后，月山走了过来。经过这几件事，上面希望我们能让道门修行规范化一些。最近很多人冒充大师骗了老百姓不少钱，国家希望我们能有个标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神调局，招贤纳士。到时候还要跟龙虎山老天师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征聘，到时候会通知林寒小友。好的，没有问题，局长可随时通知频道。熊猫竟然可以让野兽之王听他的话，就连天上的神龙都跟他称兄道弟。常威，你换一只鸡雕不行，非得雕我选的这只。一个熊猫居然说起人话，他却告诉大家这是一件非常科学的原理。我只是利用这个空气通过声带时，声带会震动，从而发出声音。这时林寒带着谢灵出现，憨憨就走上前拍了拍谢灵的肩膀。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我们平时都没有这么皮的，我跟虎子们的关系都很好，没有刚才看到的那么凶。好家伙，我知道，咱们能轻点吗？哎呦，对不起，没想到你这么弱不禁风。这时候小鱼飞了出来，道长，你知道咋养龙吗？这可是神兽，别把人家养嘎了。憨憨，你刚学会说话还挺彪的，神龙怎么可能会嘎？人家经历了5000年之久，说不定不止5000年，哪这么容易就嗝屁？你这熊猫怎么还这么多小烦恼呢？之前也没见你关心过我。你有啥好担心？活着就行。我看你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原来都是在熬夜想这些。你自己问问小玉，你看他需不需要你照顾？大哥，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以后互相照顾哈。小弟，以后在这关里大哥罩你。好家伙，神龙和国宝拜把子。大清早就看到如此真挚的兄弟情，忍不住想要鼓掌。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醋味。虽然神龙很稀有，但是好歹我跟神龙一样，也是个的阶高手耶。哎呦，你也是我兄弟，都是原住民，咱们还计较这些。黄鼠狼也挺可爱。憨憨一跳，把黄皮压在底下。好了，憨憨，黄皮喘不上气了。哎呀，不好意思，你没事吧？道长，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世界上的神物正在陆陆续续的出现呢？既然会有小神龙，那会不会有腾蛇或是勾陈？总之，现在现实真出现了华夏的图腾神兽，那就好好看护，预防有人图谋不轨的好。道长，我要回武当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趁神调局还没有派遣工作，到咱武当山看看。况且我师傅一定也想跟你交流交流。也好，那就随谢道友一同前去吧。随后，林寒带着谢灵和小玉一起飞到天空。道长，你稍等一会，我吃点东西哈。只见他猛吸一口云雾进去。
这就是神龙吞云吐雾。妈呀，我算是开眼了，真稀奇。道长，我怀疑小玉没有20岁学习武。谢道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他丫的跟一个神龙说什么人话？没事，没听他的，你继续吞云吐雾吧。毕竟你就靠吃点云雾，喝点露水填饱肚子了。原来龙不吃东西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还以为他跟老虎一样。春佑呢，长得这么凶狠。龙一点都不凶，谢道长胡说。一气之下朝着谢灵吐了一大口泥，直接砸过去，刹那间口水淋了下来。好家伙，这还真是一口唾沫烟炸人。小神龙才刚到地阶就能控云了，到天阶境界翻云覆雨、上天入海那都不是问题啊。小神龙感情是一只喷水龙，我还以为它是喷火龙。咱们华夏的龙大多都是吸水性的，你说的那个喷火龙都是西方超过去超变形了。黄皮化成人形送完刘强回到了道观中，突然被熊从后面一个泰山压顶，跳下来砸中黄皮，然后大熊回一阵锤。别动我，别打你，你个傻熊，快住手！你打我干什么？哎，有点熟悉啊！拳头停在了空中。哇，憨憨，黄皮，这张脸可是花了不少修为重塑的，伤不得，不然又要浪费修为了。你咋又变样了？你这一天天的换什么脸呀？你在道观就变回黄鼠狼呗？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小偷，吓了我一跳。这要出去见人不得装扮帅一点，就去火车站而已，分分钟就完事儿。你打扮再帅，有人找你合影吗？我出去就不一样了，我就站在大王村门口1分钟，合影的粉丝直接排到京都。此时大洋彼岸萝卜头的国家，爸爸，这都是怎么回事？随后便要求土肥原二如实告知，并且交出复仇方案。道长，我们3位勇士没有白白牺牲，我们已经查出来夏国那位高手是谁了，这就在计划派我们3大剑圣之一前去夏国打他。伊藤剑圣之前跟那个叫林寒的人交过手，并且还能全身而退，并且伊藤剑圣修为提升了1阶，所以我们是非常有胜算的。我不管是那位剑圣举，反正就是要让夏国付出一点代价，不能吃亏的总是我们，简直就是偷鸡不成倒舍一把米。这次一定会计划周全，万无一失。随后命人将3位剑客找来。部长，这么着急将我们召集过来是什么事情？又发现了间谍需要我们去收拾吗？间谍的事情，神秘局会自己在内部排查。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摸清楚夏国那个叫林寒的功底，我们才好对症下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喵的，放什么屁呢？你还想把林寒道长看透，简直就是矮冬瓜想登天，痴人说梦。林寒道长的修为那怕是天花板级别的，世界第一我都信。现在就需要你们3位前去夏国找到林寒的住所。我们既然暂时对付不了他，那可以从他真实的人或者东西下手。那部长，你的计划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前往华夏跟林寒动一架。你怕不是个傻瞪儿，赶着去送嘎？你这一出头，倒显得我怂似的。卷什么卷？卷成寿司得了。这个林寒是在自己家直播，家中还有很多他养的宠物，你们直接去这里把他的宠物们全给干了，也算是我们萝卜头出了一口恶气。我熟悉华夏的林寒，就让流川枫跟着我去吧。没问题，部长，我也十分愿意出征。藤川一脸黑线，傻愣住。这2人排挤我啊，商都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决定了，没你们这么内政的。这个我觉得吧，咱们道国不能一下子去3个剑圣，也要留下1位处理突发状况，对不对？所以部长我自愿请命留在国内，提防着又有间谍烧神社。现在我们要好好保护流川神社。流川神社就让流川枫保护好了，那你跟我去夏国。伊藤想着带一个菜鸡过去更好汤鸡，谁知道菜鸡是个怂货。不了，你们2人的修为更高，林寒可不是好对付的，你们配合成功几率更大。我在国内为你们2人加油，守护好岛国，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好家伙，纯属扯淡，他嘎还说的这么义正言辞。藤川剑圣，我被你的深思熟虑感动，还谦虚的说自己实力不强，那我们岛国唯一完好的神社就交给你了。神社在人在，神社亡人亡。现在土肥原二的计划提前了，流川神社被雷劈的宿命也要提上日程了，终于能够完成任务，早日回家了。此时天上的林寒和谢灵前面竟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雨。小玉，你就说那是不是你干的？我才没有这么无聊，这是自然界决定的。我们龙虽然能控云控水，但也是有职业操守的，好吧？小玉懂得还真多，还知道职业操守整个词，完全不像是在古洞中待了1000年的龙。嘿嘿，本石龙在黑漆漆的洞里什么都看不见，眼睛虽然不能观6路，但是耳听8方是没问题的，不然我也不会知道外面的人们都在讨论一位神仙般的道长。好了，抓紧赶时间。师兄回来了，明道长也来了，大家快看呀！道长，给我签个名，我爸说有一天能见到你就找你签名。御剑之术一定很难学吧？那我还是坐飞机吧，我也要个签名。直到掌门出来，这玩笑才停止。好了，都松开，林寒道长来做客，连坐都不让人家坐下。陈掌门，小道林寒，久仰您大名。哪里，你能到武当山来，真是稀客呀！对了，林寒小友，我看谢灵的御剑之术是你教的吧？贫道一直很好奇，这失传已久的御剑法门，你是从何而来？陈掌门，这御剑之术的确是失传了，我也是无意之间才得到了。道友展开说说。观中有3清祖师爷的泥塑，这泥塑惟妙惟肖，颇有神韵。有一天我在睡梦之中发现观中金光四射，就是在那天我去到祖师爷的脚下望坐，脑海中就出现了御剑法门。当我从望坐中睁开眼之后，我发现御剑之术我已经学会了。那林寒道友这御剑之术也教贫道如何？贫道这腿脚不方便，下山去一趟湖北神钓局看望这小子都麻烦。明明就是下山跟公园的老太太打太极，非得说是去看我。我之后御剑上下班来回也就1个多小时，我保证每天都回来，你不用这么想我。我哪是去玩，我是早上去晨练，顺便也学习林寒道友去弘扬一下我们道家文化。再说了，是公园里的那群人让我教他们打太极，我岂能推辞？陈掌门，我这边先关一下直播间，随后便教你。道长，你居然藏私货，为什么要关直播间啊？所以爱会消失嘛。道长当
我们是外人。道长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我相信道长。御剑术首先是难学，其次网络传播太快，贫道怕御剑之术流落在有心之人的手中，这岂不是让坏人得意？你们要是想学，就好好修行，争取能晋升调局，之后贫道定会教大家御剑之术。随后林寒教会陈掌门御剑飞行，居然发现小玉在看书。我操！小玉既然识字，林寒道长，小玉说不定之后会化成人形。五龙宫之前有个传说，有道长发现池底有条游龙，于是将这池里的水放干。就在那位道长抽干即将露出池底的时候，那游龙在水中的倒影越来越清晰。就在要露出池底的时候，一阵金光一闪，丛林出现了一个长着龙角的男人。正要仔细找他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敢问道友，这个传说一直都在武当山流传吗？没有啊，我是听来上香的游客说的。好家伙，你这小道消息还讲得跟真的似的。这时林寒重新开启直播间。道长，湖发洪水了，武当山倒霉事，下面的青县的放牛村遭大水了。道长，我们放牛村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您能来看看我们吗？各位稍等一会，贫道马上就到。小奶龙，有事需要你帮忙。小玉还在抱着经书悠闲地看着，突然被叫外号，一时有些错愕。要我帮什么？对，这里可是有条龙啊，翻云覆雨的高手就在自己面前啊，那还等什么？扛起来就走。山下的放牛村遭到大雨袭击，待会我带你到天上去，你试试能将云雾驱散开吗？如果小玉解决不了，就只好下去多救援一些村民试一些。事不宜迟，我们先走吧。道长，小神龙能行吗？你不是也没见过他运功吗？虽然是这样没错，但是可以让小玉试试。地阶的神兽我还没见过实力到底如何，但我相信小玉。谢道长，本神龙的实力待会就展示给你看，你到时候可别惊掉下巴。随后小玉跟谢灵又开始进行小学生吵架模式。系统查看传道积分，目前传道积分剩余1100万，抽个白金10连抽，咱就是说扩抽一回，消耗1000万传道积分，恭喜宿主获得擎天咒术。嗨，老子真巧赶着去抗洪，你就送我擎天术。系统，我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故意的，不过就喜欢你这故意的样子。恭喜宿主获得神兽宝典，上古神兽的习性特点、爱好、进化形态、修行注意事项等详细解读。恭喜宿主获得异形幻影，瞬时空间移动，躲避伤害之可近战使用。好家伙，老子这下光躲都能把对面给耗嘎。众所周知，进攻的人更累。抽到3次顿悟，2瓶灵气水，1颗天元丹和1颗药元丹，已放入系统空间。使用2次顿悟，异形幻影和神兽宝典给悟了。道长，就是那边。妈呀，这云也太黑了。顿悟了神兽宝典，地阶小神龙目前是能够控云的，但是还不能做到将云层驱散。小玉，贫道有个提议，我们2人一起努力解救放牛村的村民，这样效率更快，也不耽误我们待会下去救援。好的，没问题，道长。这边一群人站在高地上看着这位高人在雨中施法。马师傅，你能不能行呀？这雨这么大，你要是真能让雨停下来，连韩道长都要退却3分。马大宝，你少在这里忽悠人！我儿在你那学校学了1年气功，现在官方都说的确是能修仙，但我儿怎么一点都没进阶，甚至连一丁点入门的迹象都没有。你就是骗子，还钱！马大宝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在雨中施法。我们师傅那可是逍遥派正统气功大师，炸天帮的帮助都是我师傅的故交，你们知道吗？明明是你儿的资质尚浅，才学1年就想突破玄阶，那怎么可能？大伙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是吧？对呀，我是见过马师傅隔山打牛，透视穿墙的，厉害得很啊！施法的马大师感觉到雨势小了，赶紧吸引一波眼球呀！嘿，我操，这是大事啊！我操，神了！连韩道长见了都要惊呼一声：我操！你敢信？天晴了，这老骗子真有本事，我还是不信。此时小玉不停地朝着乌云吐气，希望能把乌云吹走。我敲，就这样干吹啊？这怎么跟我想象的龙王不一样呢？不过小玉这一口气还真持久，并且风力不小，果然是能在1小时之后就停雨呢。天气专家都说了，会在晚上6、7点才会停，已经很不错了。随后林寒拿出擎天符朝着空中一丢，口中默念了一段咒语，瞬间擎天符散发出了金光，不出片刻露出了朗朗晴空。这时林寒手机响了起来。道长，现在现场的情况大家都很关注，因为积水还没有退去，电视台记者这边也进不去，你能开一下直播吗？如果本场有粉丝刷礼物，我们鲨鱼平台这边全部收益都捐给放牛村，你看怎么样？直播可以开，但是粉丝们刷不刷礼物是他们自己决定，就不宣传了。对了，麻烦沈总监帮我联系一下刘强居士，让他在基金会拨3000万出来，捐赠给放牛村。好的，没问题，我们会密切关注你直播间的情况的。小玉雨停了，我们就下去参与救援吧。哎呀，道长，哇呜，是道长真人呐！我的天，道长真的来了！道长，我有给你发私信。道长，我家儿子可喜欢修仙了，去年给他在我们这的大师那报了一气功班学习，但是一直没有入门。上周他的那些师兄说他资质平庸才没有入门，都给我儿整 emo 了。今天他妈还去找那个气功大师理论。你知道他是什么门派的吗？他说他们是逍遥派，还跟什么炸天帮帮主很熟。他本是天上的神龙，却直播教大家怎么学法术驱散雷电。我只不过是将雷与云中变鹤分开，不是什么法术。却没想到被闪电10连鞭的马老师捡个功劳。马大师你好，我是官府的，我这边建议你改个名字，叫马大哈。看了您的做法现场，跳得不错，下次别跳了。马老师，现在你有新的身份了，叫做捡漏王，不知道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表演一个求雨啊？
胡说八道！明明就是我这功法将大雨停住，怎么就成了他那宠物龙的功劳了？笑话！此时林寒这边，小玉刚吃饱烧鸡飞了过来，我不行，我自己一动就想吐。一大股清水从小玉的龙嘴里喷出，像个高压水枪一样。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谢灵道长变了一个高压水枪在洗地呢，原来是小神龙吐了，真是活久见啊！就在这时，不远处有马大宝的徒弟在街上发传单。走，我们也去看看。我们气功操能让人永葆青春，延年益寿。我们这好多大爷都说练了比肾宝还强。好，明天就去山腰上看看你起气功馆。今晚跟儿子他们说一说，让他们明天也来。对，我也跟我女儿说说，让他们也来气功馆看看大师的法术，也可以长长见识。这时刘三转过身来派传单。林寒道长，好你个刘三，你又来坑骗老人！你不要在那边造谣，大家不要信他一面之词啊！我们气功馆是学习气功的地方，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再说了，是你儿子自己没有天赋也不努力，教了他1年的气功操，还是没有长进。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啊！蒋振国刚想冲上去破口大骂，林寒挡在他面前，别跟他讲道理，没用。我操，林寒道长就是不一样啊！这是要准备直接动手吗？我们明天直接去砸场子。果然还得是道长，牛的！第二天，林寒带着众人来到现场。大师，我跟你提到的，昨晚那个道士林寒他们也来了，他空中直播，听说是360度的，万一穿帮了怎么办？气功大师又不是你，你怕什么？我都说不会穿帮，你就好好的给我安排好道具就行了。他那7个徒弟怎么不教7个葫芦娃呢？气功大师配7个葫芦娃，不是更牛的？哈哈哈哈！谢灵道长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林寒，我就静静看着你装，反正最后也装不过我。随后一堆忽悠人的表演后，林寒开口：今日得见马居士再次表演，贫道表示看不懂，但是大为震惊。接下来马居士要使出的隔山打牛恐怕是有杀伤力的，不如让贫道代为体验，如何？我知道你对我们马家气功馆有偏见，也不知道你是从何人，竟然公然来我们这里砸场子。贫道所说，的确为了上了年岁且没有修行的居士着想。你若说这位曹贵芳居士不是你的托，那你就让贫道来替他体验。刚才还没有说他的名字呀，这道士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我叫曹贵芳的？这正是林寒动用传统文化算出来的。既然林寒道长对马大师的隔山打牛有非议，那我们就先展示另外的气功招式，暂且先不展示隔山打牛，接下来为大家表演铁砂掌。这时林寒瞬移到了台上，用脚轻轻一碰场上的木头，立马裂开。诸位请看，木块分明是已经提前切割好了，做了手脚的木头，贫道一碰就断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穿着制服的人。大家好，我们是叔叔，大家不必惊慌啊，你们被骗的钱能找回来的，我们一定给大家找回来。就在这时，刘三想跑，林寒闪身来到他面前，让贫道教你什么是隔山打牛。随后一行人被带走。道长，你肯定猜不到是谁报的警，我悄悄告诉你，是马大宝的老婆。不是吧？大义灭亲呀，所以千万别惹女人，亲老公都能举报，看来还是个能分是非的人。道长你好，这位就是马大宝的妻子沈存芳。林寒道长，我都了解过你们3清官了，戒律不严格的，不知道长是否想过婚嫁之事？小女子倾心道长已久，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随后林寒就回到道观，却发现有个女子在道观当中。道长，你回来了。这位居士你是？是我呀，白蛇。白蛇，啥时候精进成了人形？贫道可是有点猝不及防呀，许久未见你，既然已经修成人形，那你今日前来是为何？我有2件事情想拜托道长。没事，你说。我想请道长给我取一个名字。主要是我也不识字，所以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好。有了不如问一下网友。居士们集思广益了，白蛇想要一个名字，发挥你们聪明才智的时候到了。在动物世界里，白蛇其实是一种白化病的黄金蟒，所以可以取名叫做金家人，也符合美丽的外表。要不叫白月光吧，多言简意赅。算了，就叫丽白吧。要不就叫金家人吧。道长这个名字我喜欢。对了，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小青前几日在须臾山脉上修行，见到了龙须草，他冒着摔下悬崖的风险帮我带回来，结果摔了下去，被蝎子草割伤了。我已经将他体内的毒素逼了出来，但是伤口还是不愈合，实在没法子，想来问问道长有什么办法。龙须草可是千年灵草，吸收山灵之灵气才能长成的药材，千年的天地灵气能够助长自身修为。这金疮药和妖元丹拿去吧。妖元丹太珍贵了，道长上次赠予我已经很感激了，不好再麻烦道长，况且我也没有什么珍宝能够回馈道长的。贫道明日要去趟京都，可能会晚些10日回来，你帮照顾一下道观的小动物，就当报答贫道了。没问题，那道长我去就回。对了，宝典里面记载龙须草和灵气水可以炼出神兽丹，那岂不是可以给小神龙加餐了？林寒直接掏出一个丹炉，牛皮！道长的乾坤袖还有什么宝贝？这么大一个都能装，兄弟们来看科幻片了。道长不会是要把黄皮炼了吧？道长，你这是要做什么？是要炼妖元丹吗？那我能不能白嫖一颗？你就别想偷懒了，自己好好练功，多念清心诀。木鱼就在大殿，你去敲吧，8遍清心诀，去吧。3遍吧，8遍太多了，嗓子都哑了。8遍1遍不能少，你好好敲敲，网友们都看着。贫道把直播间留在道观，我去一趟须臾山脉。我靠，道长这是要炼什么丹？这么着急？不会是升级版的妖元丹吧？难道吃了能直接突破天阶？此时林寒已经来到山脉，龙须草的味道有一股香樟木的味道，但是没有现成的植物，使用千里追踪术也没用啊。这时树上掉一个水果下来，只见一个猴子对林寒叽叽叫。
叫了起来。居然会有人类出现在这里，真是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好了。快回去吧，再不走我待会恐吓你啊！快走，离开这。猴子不知道林涵可是精通动物语言的，可以听懂他的话。在离开之前，贫道还要找东西。猴子，你知道龙须草在哪吗？不是吧？你能听懂我说话？我的天，这个世界上除了叶师傅，没人能听懂我的口语，你居然能懂？臭道士，你是什么人？贫道是来自云顶山脉3清关的林涵。猴子，你说的师傅是谁？这须臾山上还有其他人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还有你找龙须草干什么？你不会是要干什么坏事吧？贫道没有什么恶意，我采龙须草主要是想要炼丹喂养我道观中的小神龙。什么小神龙？有龙？这世界真的有龙啊！林涵一见猴子感兴趣，于是在自己的袖子里开始翻找。你干什么？我劝你不要开枪呀，否则师傅来找你算账。他只是给手机的照片给猴子看，猴子就送颗臭草送给他。没想到林涵将这颗臭草炼出绝世神丹，看到神丹后，神龙一口把它吃掉，突然间直冲云霄，只见一阵一条巨大龙显现出来。小玉啊，你这么大就别下来了，贫道这房子可不能踩踏了。只见小玉便飞下来变小。道长，我突破到地阶后期了。不错不错，不要骄傲。叮咚，当前雷击2000万传到积分，来个至尊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的御龙诀召唤神龙，纵横天际，作战途中完美配合，最强辅助。我他喵，系统你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人家小玉还是孩子，再来黄金5连抽。耗费500万传到积分，恭喜宿主获得这么多。将顿悟用在御龙诀上。第二天，修仙认证考核场地函。进行修仙认证考核，本次考核就是33人依次上擂台进行1对1实战对抗。只见一身黑色衣服男人和一个和尚站在台上。我还想第一个出去出风头，这下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这么好的装逼机会，你居然放弃了？不再像你，我只是经过了这些时日成长了而已，知道冲动是魔鬼，所以我要观察一下，稍后就上，看着吧。待会这货要是打赢了比赛，准会嘚瑟半天。这一上来就是佛到2家动手，好刺激！应该不会吧？不至于，都是高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吧？比赛刚开始，和尚一个二阳指朝他第3只眼刺过去，顷刻间，好你个老秃驴，竟然背后暗算！要不是我反应快，指不定我现在菊花不保。阿弥陀佛，贫僧怎会下手不知轻重？局长，这算偷袭吧，还是阴招？这怎么算？之前说了，任何招式都可行，这人有没有认真开会呀？而正当神调局进行省级小队长考核的时候，伊藤云霍和流川枫已经来到华夏。这就是祖国的味道啊，空气都是香的，太感动了，老子终于可以回家了。伊藤剑圣，你为何流泪？故乡的樱花已经1天没有见了，你想他吗？没事，就是有点想家。走吧，去云顶山脉。就在半小时前，总台报道的消息，瞬间全网的网友们纷纷沸腾起来。不过还有岛民觉得这是咱们夏国的雷公电母跑去 P 的吧？我咋感觉这里有点似曾相识呢？你们觉得呢？还真别说，有点像林涵道长上次 P 红毛怪的那次。好家伙，楼上的记得这么清楚，连啥雷都能分辨出来。其实不难看出来呀，上一次道长 P 的没有照片的，直播间截图了。这次岛国报道的照片上看，相似度90%。哟呵，伊藤把雷击服用了呀，这回怕是够让那边的老大气个半嘎了。不过想让他们安分，估计是不可能的，指不定已经派人来暗嘎了。这时林涵收到伊藤发来的消息：道长，我伊藤，岛国派我和另一位剑圣前来你的家中屠杀小动物，不过请道长放心，此人非常信任我，并且我认为他极有被策反的可能。不知道道长有没有什么功法能让这货直接洗脑得了？那之后我们还可以利用他，将他培养成我们的手下，对付岛国。好家伙，系统给的控魂丹威力这么大呀，直接让伊藤这个岛国人深信不疑夏国是他爹。跟你同行的剑圣是什么修为？是个地阶后期的蠢货。放心，道长，上次你已经帮我突破了天阶，对付他还是非常轻松的。行，贫道知道了，找机会把他捆了。我这会儿有点事情，晚上我回观你说。随后林涵又给黄皮发了消息过去，伊藤带着一个地阶剑圣来观里，办了他。老子终于可以活动筋骨了。什么事？怎么了？岛国竟然派了2个的阶级之上的剑圣到我们道观搞事情，那必定让他有来无回。我们要不要部署一下？万一打斗的时候伤到动物们怎么办？大不了你们打不过他了，我就载着大家跑。不如到时候岛国那个人来了，我们就把兔孙丢出去迷惑他们，然后乘机折磨他一番。都说了是可嘎不可辱，现在还要给人折磨一番才让嘎，多少有点刺激啊。剑圣，我的刀不见了。没事，我的也不见了，没事，就在高铁站安检员那里，等你回去的时候再去拿就行。可是没有刀我们怎么跟人度假呀？第二，没武器上战场，那不等于找嘎吗？咱们现在是去探灵涵道观里的情况的，说白了就是当老六，不被发现怎么可能动起架来呢？对吧？都不想跟你多费口舌，赶快跟我上山，我好找个地方把你绑了。我伊藤剑圣可是天阶强者，还会怕那些动物和一个道士吗？你忘了上次我都能全身而退，我也会保你能全身而退。不，剑圣，你听围墙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没人在家？可能没人在家，也可能是单纯隔音效果比较好。就在2人交流的时候，殊不知就在此刻围墙外，小青盯着他们。剑圣，这里好像是后院，没人也没动物。只见一大坨东西朝他飞来，太三亚的，直接给他砸晕过去了。怎么样，帅吧？怎么没声了？不会这就砸嘎了吧？不是说是地阶高手啊，我就跳高一些，估计力量太大砸晕了，不至于嘎了。黄皮兄，
我终于回来了，终于不用装了。我在岛国超级想你们。我去，这货的脑袋被洗得彻底呀！这控混蛋实属上品，一路上辛苦了，呵呵呵。不辛苦，这一路上我再次见识了我们祖国的美丽和繁荣，我真的感动，心里有自豪。呜呜，妈呀，这太恐怖了！一个岛国人竟然在这里感叹华夏绝美，中文还说得挺溜，这控混蛋堪比灵魂反转呀！好了好了，带你认识一下你的前辈们哈。随后将各种动物介绍给他认识。现在你算是新入住的室友了，等道长回来了再具体给你安排。目前你就先听我的吩咐。你们岛国的修为评级是不是有问题哇？你的那个同伴太不经动了，还没开始就被扣了。谁是他的同伴啊？我是纯夏国人。行，你说是就是。这时流川枫醒了过来，伊藤剑圣，快救我！你怎么跟他们站在一起啊？不用看了，伊藤是我们的人，就让你在答之前答个明白吧。哎，小日子过得不错的这位武士，本想留你一命，但是你这凶狠的态度，已经失去了活着的机会。等等，还是等道长回来再处置吧，万一道长另有打算呢？好了，你们这些小动物全都散了吧，别看接下来残暴的画面。只见黄皮利用黄鼠狼的臭脾气，一股浓烟扑面而来，顿时熏了流川枫一脸。此时考核时间也快到了，就等最后一个人上来挑战谢灵了。谢灵道友，我来跟你动。好啊，那最后一场考核就让我们俩来结束吧。只见陆小佳手中渐渐生成了一团火球。哎呀，不错，我就是想见识见识你那火球是个什么招数。还别说，这一招用来耍帅，真的炫酷。我回去也钻研一个炫酷的功法。随后两人功法碰撞一起，陆小佳摔在了地上。这次就算你赢吧，我本来是找到破你的招数了，就是慢了点。行，下次你再来破解吧，说不定下次我也改良一下。恭喜考核成功的修者，明天将举行各省队员的考核，会再有一批人向上走或者淘汰。另外，本次考核省级前5的修者将成为后期甄聘会的考官，跟我们林寒道长一起在全民中选择优秀的民间高人。是的，另外神调局最后全员重新编排好之时，频道会将御剑之术交于神调局的修士们，当然这是自愿原则，主要是方便大家之后出任务。蠢货才不学，御剑飞行是我能学的吗？天哪，这福利太好了！果然册封林寒小有为真人，这是一点没错。有如此胸怀和胆识，真是我道门之光呀！现在能跟老天师在神调局就共事也是极好的缘分了。况且张一鸣道友已经是老天师特别出色的徒弟了，林寒愧不敢当呀。罢了，那林寒小友可否也教我这老头子御剑之术，也让老头子感受一下飞的感觉？当然没问题。不一会，老天师就学会御剑飞行。老天师果然是前辈啊，不到20分钟就已经完全掌握了。龟子仅是在道关门口吐了一口水，竟然被黄鼠狼一枪打完。神策的人还不喜心，竟然跟巫神教联合起来打击灵寒。就在修仙比赛场上，巫师教直接派出3个毒人，只见一个修者口倒在了地上。道长，这人居然直接放毒物捅人，这行为太诡异了。林寒掏出捆仙绳，给你见识真正的捆仙绳。捆仙绳瞬间将3人捆了起来，将他们面具摘下。这个人就是那位第5名队长程永才。原来你说你有事不能参加，就是为了潜伏在这里，敢不奇奇？他不过是正好成为了擂主，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要被我们毒害的修者而已。你们竟然想要将全场的修者毒害，到底是什么组织的？局长，你就看着吧。现在那些倒地的修者全部都会身体逐渐羸弱，到时候修者少了一半，你们就动不过巫神教了。哈哈哈哈哈！巫神教？你什么时候跟巫神教扯上关系的？昨天考核的时候不是还挺正常的吗？月山担忧的神情让程永才眼神闪躲，立马被林寒捕捉到。看来还是想活的嘛。程永才，你先说你跟巫神教有什么关系？贫道可不想用占卜术算你命格，要是让我自己知道你们的计划，到时候你想活都晚了。你们3兄弟是被巫神教抓住了什么把柄？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说，是不是巫神教用家人威胁你们了？突然3人嘴角一动，不好，他们要自裁。林寒一个闪身，1秒3拳直接将他们嘴里的毒打了出来，横得2人哇哇直叫。不好意思啊，我要是动作不快一点，你们就嘎了。贫道这是救了你们一命。别想着怎么嘎，在神调局升嘎不由你们说了算，这你们是知道的。 3人绝望地哭了起来。林寒掏出一张纸，真人，这是真画符，贴上100%听话，就连今天穿什么颜色都会说。林寒念动咒语，真挚用心，须知用嘴，句句真言，谨记于心。符纸直接贴上去。你们3人为何要做出今日的举动？修者都是中的什么毒？1五1十交代清楚。是巫神教挟持了我们程家一家老小，还给我们注射了蝎子草的毒剂，逼我们就范，让我们也用蝎子草祸害神调局的修者，让神调局实力锐减，他们好有更多时间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如果我们行动败露，他们就让我们自裁，说这样才能保住家人性命。那解药呢？我要是有解药，就自己吹了，还能干出这种混账事吗？局长人是好人，就是有时候脑子转不快。 不是局长，我怎么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不妨事，既然没有解药，那这蝎子草中毒之后有什么后果？轻者常年患病，重者修为尽失。我们兄弟3人昨天注射的是最大剂量，如今气虚开始，修为已经在逐渐衰败了，并且越是发功，掉得越快。不好，千万不能让他们自己发功闭气。局长不必担心，贫道在之前就交代了刘子文他们去给中毒的修者们闭气。你是如何知道巫神教用的这蝎子草的？贫道对于世间存在的草本植物属性都略知一二，自然知晓。另外，贫道这里有一颗万能解毒丸，是我炼制了
期是49天之长，还以为上次系统抽到的东西又是吃灰的玩意儿，没想到还真的有用。林寒掏出6瓶初级灵气水和4瓶中级灵气水。贫道前几日结识一位饮食高人白鹿先生，如果贫道这解毒丸化灵气水的法子不够用，贫道就去找那位白鹿先生。好，都听克钦长老的安排。局长，也救救我们吧！还有我程氏全家都被关在香血的家中，被2个戴面具的巫神教邪魔看着，求求道长和各位队长相救，怕是去晚了他们都变成红毛怪了呀！你们在这好好待着，我们会去解救你父母。谢灵和刘子文，你们能遇见就速速去老王村解救程少才的家人，那边有巫神教的2个邪魔，但不知对方修为，你们行事多加小心，小心他们手中还有毒计。那贫道就去寻来白鹿先生。白鹿先生正是猴子的师傅。此时巫神教马上到15月元日，记得准备祭4场，捉活人祭祀之后，这样献祭人就能获得烛龙大神给予的神力，周围的小鬼也能被炼成邪魔。好的，我知道了，义父。巫师，我带着义子来了，你得帮忙看看有没有学黑魔法的潜质啊！这是苏屠神找的借口，利用巫师测试苏中锋的忠诚度。巫师一把抓住了苏中锋的肩膀，直接利用摄魂术侦查他。在控魂丹的作用下，巫师开始剧烈抽搐。巫师，你没事吧？你这义子怎么？他是不是对我不忠心？你这义子太忠心了，满脑子都是巫神教，他差点我的意志给吸进去，真是个孝子呀！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为父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学习黑魔法的资质，想不到他就跟你对视了一眼，就说有事儿在身，先走了。靠啊，这资质也不必看了，我们巫神教肯定比他信伏地魔的厉害。没错，义父说的对，再厉害林寒道长来了也是要投降的，看我早晚把你们巫神教解决了，这一劫算是逃过了，找个机会赶紧给道长寄信回去。此时须臾山脉，林寒小友，你为何在此啊？贫道这次不请自来，是有要事寻求白鹿先生指点，还有这位居士一身侠气，不知道怎么称呼呢？林寒道长，久仰大名，叫我远山就好。何事？道长不妨直说。神调局今日遭暗算，30余人中了蝎子草毒，虽毒素已经被抑制住扩散，但因为贫道的药丸数量有限，无法跟着修者。想着当日白鹿先生说有研制的解药，所以特此前来求助。林寒道长，老夫今年没有熬煮龙须草的解药，因为龙须草是100年长好一株，这是须臾山最后一株龙须草，老夫将它赠予你。另外这一大袋干草，你也都拿去。林寒拿出一根精品钓鱼竿，先生在这山中想必也喜欢垂钓吧？这点钓鱼竿我就将它赠予先生了。哈哈哈，好，小友真是真性情，多谢先生。那贫道就告辞了。对了，远山居士，日后的神调局定会欢迎你，征聘会记得去报名参加。林寒立马飞道观。道长，你来这地里做什么？我刚把龙须草的种子种下去。顷刻间一株株龙须草便发着悠悠蓝光长了出来。道长，咱们院子的土地原来这么肥呀，从来没听你说到。你又不种地，贫道跟你说这些干嘛？那之后院子里种地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多什么嘴呀，直接给自己又揽上一个活儿。种地也是修行，有助于修为。后院菜地的那株龙须草一定要看好，它的异香很容易吸引周围的鸟兽，注意看管。随后林寒将龙须草熬好带去神调局。这边的谢灵与刘子文2人遇见来到程永才家。咱们还不知道对方的修为，这样贸然闯入怕是会措手不及。放心，我还没有这般鲁莽，我刚刚感受到里面的人才地界初期修为嘛，还怕什么？话音未落，2人飞了出来，身边冒着阵法的光。这都是什么玩意儿？抄袭我道家的阵法？他们最善于以多敌寡，主要是长得恶心，看着瘆人。不可能比天狗那张烂脸恶心吧？我倒看看这巫神教到底是怎么个写法。 2个小东西小小地界也敢过来送卡？哎呀，你们2个很搞笑，你们才地阶初级，好意思嘲笑我们？等下让你们一手一脚。突然阵法的2个黑袍面具怪人直接化为怪物，身上的气息正在恐怖的攀升。好家伙，这地阶实力直接变成天阶中后境了，比我还高上一阶。伟大的出笼大神，请赐予我力量吧！啪，这又是在干啥？这2个人上一秒还是个小卡拉米，下一秒就利用科学回报，却没有想到他只是喊了一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快去东方请林寒道长。”结果只是别人的宠物龙飞过来，这2个 boss 直接跪地参拜。是神龙？难道是龙大神现世了？这怕不是了吧？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可是你们龙大神的老祖宗。不好意思，认错了，再来。竟然冒充龙大神，走嘎！2个怪发动阵法，数十条链子向林寒身后飞去。小玉，你得回去学点技能了，还是我来吧。林寒身后浮现八卦图，身前浮现出数把若隐若现的器剑，一甩手，数把器剑快速斩断链条。卧槽，道长牛皮啊！做道士，你就是林寒。贫道威名不足挂齿，倒是想提醒2位，你们信奉的龙大神不过是巫神教教主的邪术将你们洗脑罢了，还不如拜入我道门，帮助各位洗心去浊，这才是正道。臭道士少废话，今日你们全都得嘎！说完之后，地底下瞬间冒出无数的小古代人，疯狂朝林寒飞过去，结果撞在林寒金光神咒全部都消散。好了，装完到贫道了，镇魔剑一剑飞出，瞬间贯彻穿2人。林寒，你们神调局等着，巫神教万岁，龙大神万岁！道长，不愧是你呀！你们2人没事吧？没事，不过道长，一场仗下来，你怎么这袍子一点褶子都没有？贫道这袍子是我师傅传下来的，蚕丝制成，不染尘土，平时我也倍加珍惜，主要还是护理的好，我总不能说是系统抽奖抽的吧？说了谁信啊？这时刘子文从房间走出来，道长，程永才的家人全嘎的身体都扁干，还是晚了一步。巫神教怎么可能留活口？这程永才真是愚笨。结束老王村的事情之后，3人回到了神调局。这巫神教不除尽，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残害。听说巫神教因为上次被挫伤，士气大减，所以跑到国外去了。但今日这些祸
或许就只是残党。这巫神教还有点东西啊，竟然能通过阵法召唤小鬼为他们做事，居然连自己都不放过，不惜变成恶心的红毛怪物，我可真是开眼了。他们的实力其实多数在地阶，天阶实力也不过是阵法形成之后短时内无敌。频道认为要将巫神教彻底铲除，还是需要将洗脑的教主擒获才行。我们应该加快招募国内高手的进度，不能让这些高手成为邪教的信徒啊！真人说的是，重整神刀局之后，一定加大修炼课程。既然那些红毛怪是天阶中后进实力，咱们神条局今后的强度就往天阶后进靠。师傅，程氏兄弟已经送往罗刹监狱了。好，我知道了。那今日之事，各省队长更需谨慎，戒备之心不可无。那今日大家就早些回去休息吧。岳局长，频道有一事想问，这罗刹监狱是？就是关押修者的地方，里面那些张狂之徒都被封印在佛经印记下。里面的除了狱长是罗刹之外，其他看管凡人的都是僧人，诵读经书洗心革面。说到罗刹监狱，10年前，当时因为佛门的经文不顶用，不小心将放监狱里的一个修者放跑了，结果发现那修者已经成了怪物。事情结束后，林寒回到道观。道长，是我沈雪，你终于有空了。沈总监，什么事情？上次您不是说可以担任帅气道长爱上我剧组的武术指导吗？我这边已经帮您看好合同了。另外还有金家人小姐的徐霞客导演，我在魔都修仙的，我也一并谈好了。明天剧组开机仪式，想请道长前来。这是前阵子林寒跟沈雪谈的，要带白蛇去拍戏。好的，剧组那边我会和白蛇一同前去的。剧组那岂不是美女如云的地方？道长，你明天是要去剧组吗？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了？带上你做什么？我可都听到了，白蛇要去演戏，那我这风度翩翩的就不能去吗？到时候导演见到我，说不定就看上我了，给我一个角色，那我就有薪水了，到时候也能为咱们道观做点贡献。你何时听到郭道长说缺钱呢？再说你去凑什么热闹？今天菜地的土都还没有翻呢。龙须草你可得看好了，下次带你去吧，明天就算了。让黄皮抱住林寒的大腿。道长，我去给蛇姐做经纪人，她自己在剧组肯定应付不来，我跟她一起有个照应。今日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明天下午才去。你早上去给白蛇带话，明日让她来三清观，时间不早了，全部熄灯睡觉。第二天，林寒从系统空间取出庞大的紫气虚鼎，瞬间燃起了熊熊烈火。道长大清早就开始炼丹了，果然勤奋的人早起都有事情做，不像我躺着玩手机都能玩到午饭时间，舒服啊。林寒掏出2颗妖元丹，肠胃来福，张嘴。这红色药丸我太熟了，终于干活的不止我一个喽。吃完药丸后，老虎已经可以说话。道长，我能说话了，来福，你说2句话呀。真的跟韩兄一样，我也能说话了，哈哈哈。是母的母老虎，我是没想到来福进化之后是女生，一个女生叫来福也是没谁了。名字就是个长火，好不好听都无所谓，主要是能区分。道长，黄皮都跟我说了要进剧组拍戏的事情，我这几日也研读了很多书籍，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不会让道长和网友们失望的。影视剧居然拍摄修仙画面，而你可以帮助他们，都是各取所需。白蛇姐姐，赶快换个好听的艺名，火起来更容易。对，千万不要用直男道长选的那名字，火不起来。有一说一，白素清好听，就当艺名不也挺好的？白蛇，你看看网友们都很期待你去当演员，都在给你想艺名了。既然白素清这个名字这么多网友支持，那之后进组之后就用这个名字吧。行，那你在剧组的日子就让小青来当观主吧，这里有胡子和憨憨他们在，安全一些。这时憨憨跟黄皮在密谋事情，你确定这样没问题？那施之言，本兄就是靠着卖的一手好萌，博得女人的欢心吗？撒娇男人最好命，你懂了吧？这招数百试不爽，管用极了，并且老少通吃。那行，我去试试。去吧，记得你说的，我的主子。韩雄，你都教黄皮什么了？网上的居士们差点就被你带坏，什么秘籍？快说！你也想听？我看你还想揍熊？什么我想听？网友们都给你刷这么多礼物了，你好意思不讲出来？快说吧！好吧，那我就言简意赅一点，就7个字：撒娇猛男最好命。憨憨敢教，你们就敢学，我算是明白你们这群男人了。不过这憨憨这话没毛病，我的确觉得男朋友撒娇很可爱，啊哈哈哈！这么多猛男居然要让一只熊教你们泡妞，真是失败。而这时黄皮信心十足的向白蛇走了过去。白蛇姐姐，你就带我去剧组吧，好不好嘛？行不行嘛？卧槽！我直接一口盐汽水喷出来，笑死我了！果然是黄皮。白蛇姐姐真的忍得好辛苦，笑嘎我了。黄皮这动作和加子音绝了，我能笑1年。白蛇此时高举着拳头，然后深吸一口气。林寒一看墙角身负重伤的黄皮，黄皮啊，黄皮，谁让你没事跟憨憨学什么泡妞秘籍？你难道不知道憨憨天生就是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吗？我可是认真的教你了，可能这方法因人而异，你约定好的事情别忘了。白蛇想了想，自己好像下手是有点重。好吧，我就带你一起去，在小青化成人之前，你就当我经纪人吧。真的。随后林寒带着他们来到剧场。道长终于等到你们了，徐导演坚持说你们若是没到就坚决不举行开机仪式。哎呀，终于等到道长了，欢迎莅临我们魔都修仙剧组啊！还有白素清小姐，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我非常相信你，咱们一定能让电影大火。原来剧组的开机还要拜拜神仙呀，好庄严的感觉。让地区演艺圈流传下来的开机仪式习俗，好像是祭拜华光大帝，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懂了。这个我知道，传说当时玉皇大帝得知下界出现了交戏剧的东西，认为他亵渎神明，于是一气之下便命华光下界烧了戏班的棚子，但是华光详查之后发现并没有亵渎神明，于是就没有烧，所以那时候的艺人就觉得华光大帝是粤剧的保护神了。我们这部剧中就是大女主在都市嘎古代人的剧，所以还是想讨个吉利，不知道道长能不能站上一手。那就应了大家的期许，测一测这地界的凶吉，避避邪气。
脚下便出现了一个八卦阵图样。我靠，第一次见道长的八卦阵，牛呀！请告诉我这不是在看科幻片，这不是特效。他一个招式就将600万坏人弄大。看到他懂科学，立马向他发出求救信号。民寒您好，我们导师到西域勘察地质，已经失联36小时了，想请民寒帮忙。刚说完，系统就送来无敌大礼包。恭喜宿主累积1900万传导积分，那就抽5次白金抽奖，希望能抽到点好东西。系统消耗5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精品通讯引领，无论何时、何地、何物中都能通过此令联系宿主，此令与宿主的黑科技手机连接。不错不错，这个东西好，放在道观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交流了。恭喜宿主获得精品主斗笠，遮挡烈日、暴雪、强风、暴雨，无坚不摧并有一定防御作用，运用功法能使其变成武器或盾牌。只见林寒手里出现了一定斗笠戴在头上。林寒变魔术了，袖里乾坤居然还藏着这么大一顶帽子。本魔术师澄清世上没有魔术，都是障眼法。林寒这是仙法。好家伙，林寒自从补妆了之后，真的不把观众的心理承受力放眼里，兴奋来了之后自行安抚自己啊！恭喜宿主获得1次千里追踪术，来抽一轮至尊抽奖吧！恭喜宿主获得超能卫星系统内核，全球所有位置精准测量无误，并且无意遗漏，使用国之地界信号极强，可应用在军事、互联网、农业等。这岂不是能更加精准的部署国防导弹？那岂不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么高逼格的武器放在兜里也没用，必须交给国家，这下玩必回归。随后林寒使你们好，频道已经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待会神调局的另外一位修者也会过来帮忙。我是救援队长督办，目前我们已经派出无人机在群山周围搜寻了，目前还没有消息。这时林寒的身后传来一阵风声，随后就听到本队来也。只见陆小佳耍着帅，哎，明明就挺黑的，非要穿一身白，这回陆小佳又黑出一个高度了。不是，这精神小伙，我在直播间见过他3回了，每回我都忍住了想揍他的冲动。你瞅瞅，有没有人理你？除了我们看见你俩眼睛的造型了，就没人注意了。这大荒漠风沙这么大，还穿白色，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刚才遇见在附近仔细转悠过了，没见到失踪的这位老师啊。陆局师来了，这位是罗布泊消防救援支队的督巴队长，这位是神调局京都总局的陆小佳。那陆小佳同志，遇见都没有发现失踪者的话，我们这无人机也没有什么作用啊，这可如何是好？陆队长莫担心，频道有办法能找到这位老师，不过需要这位科研老师的贴身之物作为引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此处留下什么东西。林寒，这个是张老师的图库包，我们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就发现只剩这个包在原地。包里的东西倒是没有丢失。林寒拿在手里，感受了一番施主的气息。陆小佳在看着林寒，想看要施展什么功法，说不定能偷个势。陆居士，现在也快到了日落时分，这荒野附近很容易遇到狼群，你就留在此处照看好大家，频道去就回。话音刚落，林寒就御剑起飞，追寻着气息扬长而去。这时张老师这边，若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掉到这底下来，水还分你喝了一半，现在可好，我们2个都要嘎在这里了。2天前，他与学生们走散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一只狼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勾勾的盯着他看。小东西，你可别过来啊，我们就此别过，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只能跑了。我也没有准备攻击你啊，只不过你挡在我回家的路啊。就在这时，张老师发现这狼后腿的地方一直滴着血，然而这男人拿个东西朝着他缓缓走来，吓得孤狼后退，他没有站稳，就要掉下岩壁。张老师抓住狼，结果一起掉了下去。早知道吃胖一点，应该会被卡在这缝隙间，搞不好自己要是嘎了，就成了唯一一个掉在这洞里的人类，嘎后出名。随后他帮狼包扎好伤口，喝吧，反正也就这么点水了，等我不疼了，再带你找找出路。今日张老师同孤狼走到洞的出口，老张倒了下去。就在这时，飞到狼上空的林寒往下大吼一声：“住手！”在林寒的角度，以为这头狼是要吃人。我操，什么神仙居然会飞？哎，这不是林寒吗？怎么来大漠了？难不成是来找老姜的？林寒迅速降落下来，才发现这狼气质不凡。我是雅丹狼王之子林寒，久仰大名。卧槽，这二哈口吐人言。这哪里是二哈呀？人家都说了是戈壁滩的狼王子，二哈的眼神才没这么精明。地上的那个就是科研老师吧？他怎么一动不动的？待会再说，我先看看张老师。不好，此人已经断气了。这个人类误闯了无人禁区，又在岩壁边上同我一起滚到了山底的洞里，怕是内部脏器有损。对于一个没有一点修为的人来说，确实承受了太多。张老师一路走好啊！感谢你为了科研事业做出的贡献。张老师，我们会铭记你的。张老师走好。大家别急着哭啊，频道有办法能够救张老师。那林寒你还不快救？人都要洗透了，道长这说话大喘气，就不能一下子把话说清楚吗？眼泪都挂在脸上了，怎么说回去？林寒竟然还能将已经逝世的人复活，
只知道林寒干架很厉害，还不知道道长的道法也有通天实力。林寒掏出还魂香，此香名曰还魂香，烧不尽，用不竭，可将2个时辰之结果。当天晚上做梦，三清祖师就说他做前的香炉中有功法和有根烧不尽的紫香，所以也是十分巧合。手中结印念道：魂魄自在，身无挂碍，三魂七魄速速圆满，此地正神，护体神煞。身后冒出八卦阵，这一幕直接将网友们看得一愣一愣的。马上张老师就会醒过来了，大家不必担心。虽然小命是保住了，张老师估计是颅内出血才会突然暴毙。就算是现在立马遇见回到城里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就算及时赶到医院，但这脑子受伤治好了也得是个数先生。对了，狼王子，你这猎户的剑伤是怎么弄的？我去找我阿弟，找完之后在归家的途中不慎踩到了猎户布置的陷阱。这件伤不算重，贫道这里正好有金疮药，我给你涂上，分分钟见效。说着就将瓶拿出，给狼王子撒上，伤口立马恢复如初。多谢林寒，林寒果然跟白狼大伯说的一样，神通广大。白狼王也是贫道的老友，想不到在这荒漠上能遇上白狼王的侄子，贫道也是颇为吃惊。我们狼族也是知恩图报的，现在您说此人很难痊愈，那不如让我将他带回去，或许有方法能将他治好。另外，我父王一定也想好好感谢林寒治好我的腿。这时张老师醒了过来，张老师你不必惊讶，贫道是来解救你的，现在身体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的，就是身体有点重。那是自然会重，毕竟是硬将你的三魂六魄塞回身体，来喝点水吧。道长，这就是灵气水，你那个衣袖就是乾坤袖。老姜，待会我带你回我们狼族部落，我父王手中有一株万年复活草，能将你全身的伤势治好。张老师听到这孤狼居然说话了，顿时瞪大眼睛昏了过去。林寒，老姜他怎么了？不会是又断气了吧？不是，就是吓晕过去了，估计是听到你说话了。那咱们就赶快走吧，老张这都能被吓晕，那身体指定是在恶化，你也赶快随我一同来吧。他已经释放过一次，是林寒道长救了他，他还教会我 rap， 所以父亲，你快用复活草救救老张吧 ，you know。道长莫怪，我这狼族后辈众多，难免会想着将复活草留为己用。不过老狼有个不情之请，希望道长能够答应。狼王不必多言，贫道知道你要说什么，贫道可以护荒漠狼族周全。随后狼王将复活草喂给张老师，张老师身体机能全部恢复。林寒拿出2张平安符，你将这平安符贴在你们巢穴，邪魔便不敢靠近，就能保你们全族安全。真是太感谢道长了。刚才听你大儿子说，你还有个儿子在罗刹殿是吗？贫道有一些事情也想了解一下。罗刹殿是整个无人区最恐怖的存在。连寒道长是想去罗刹殿看看吗？是的，那就劳烦狼王同我一同前去。现在也快迟暮，就劳烦老王子将张老师送到罗布泊救助站。没问题，道长，我这次趁着还没天黑送老张回去。you know。道长多谢了，有缘再见。随后林寒跟狼王来到罗刹殿，这时罗刹正牵着一只二哈，手里还抱着一个大西瓜。爸，你怎么来了？道长，这里就是罗刹殿，那本王就先行离开了，有缘再会。狼王，吃完瓜再走吧，让仔仔带你参观一下。对，仔仔，我的名字。罗，你是林寒吧？还真是大老远跑来了，那你也进来吧。他竟然知道我会来，这位前辈不简单啊！林寒进到里面，竟然没有发现比这楼房更高的建筑，那关押的修者都在哪呢？之前在神调局也有听说过当年监狱发生的事，听说那时候有很多高手都来支援了，有这样的事吗？我其实也是知道一点，当年一个天才修者袁望，那个男人体型矮小瘦弱，但是他佛道2家功法书籍能一目十行，并且无师自通，是真正的修行天才，就跟你这般让人出乎意料。我高赞帅气，怎么会矮小瘦弱？后来失心疯了，研究出一种飞出黑暗的功法，谁知道他是真的把自己修成了一只怪物，就连我这个食人精血的女鬼，在他面前就是大巫见小巫。最后钟道长和方丈足足打了3天3夜，从西域直接打到了他的燕山老家，后袁望跑了，至今下落不明。最近出现的巫神教有点像袁望那时候变成的怪物。就算是当时那几年，老天师等人的实力还没有现在这般强，那人多势众的情况下都没制服，袁望到底是不是现在巫神教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现在是天阶后期，对于现在镇压囚犯是没问题。前辈，我这没见到有监狱的楼啊，都忘了带你参观一下了，走吧，带你看看这监狱里面到底有哪些牛鬼蛇神。林寒跟在罗刹身后，罗刹顺势倒了过去，罗刹尴尬的扑了个你为什么不接住我？你这小道士，我这么大一个大美女，故意让你抱一下，你居然躲开了，不解风情。前辈是僧人，僧人也是有戒律的，小道怕冒犯了。你这小子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大家衣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谁规定了我幸福了就不能喜欢男人了？我靠，这罗刹女是直球呀！前辈要是觉得这监狱自己待着无聊，小道倒是有办法给你弄个男人来。好，你说怎么弄？这是妖元丹，按照现在二王子的修行进度，吃下这妖元丹就能突破地阶，那便能化成人形了。反正你也是女鬼，跟妖在一起好像也能接受吧？你这小子不愿意就算了，还编排我，不跟你开玩笑了，跟我来吧。道长，你这妖元丹都拿出来了，不如就给我吃吧，你再捂着它就化了。好，那就赠给二王子吧。二王子开心的将妖元丹一口吞下。狼王儿孙自有儿孙福，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现在都是修仙的世界了，不能指望他们还跟以前一样野蛮生长，你就放下吧。狼王一听这番话，直接将狼王积郁在心的结打开了。道长能与您谢结识，真是我狼族万幸。道长一语惊醒了我，我也不再执着让他跟我回去了。真的，爸，你不抓我回去了，还以为你今天是来抓我回去的。你给我好好活着就行。你爸，我走了，别让我知道你嘎了。随后两人来到监狱，这人不会是明朝的吧？对，没错，听他自己说，以前他是皇城的厂花，为了保住容颜上山求道炼丹，修行之后因为长得太美被炼丹师强了，最后嘎光炼丹师家中所有人还放了一把火，于是被老天师抓了进来。好家
家伙，这古代还有这么劲爆的事情，那他应该就是吃了长生药才能活这么久的吧？那药方有留下吗？应该没有，不然这么多年早流传出去了。再说他可是将那炼丹师的住所烧个一干二净，啥都没有留下，无从查证。而此时的云顶山脉三清关中，小玉，你是肚子疼？此时的小玉身上的颜色从白玉的样子渐渐的往银色变化。憨憨知道小玉是要进化了，但是这怎么跟他的进化方式不一样？小玉，你这不对呀，进化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吗？你大哥我就睡一觉就进阶，你这咋像生孩子似的？龙破境本来就是痛苦的，神兽跟灵兽是不一样的，大哥别担心，睡觉去吧。这次吃了龙须丹之后，咋这么久都还没有进化？是不是龙须草还不够多啊？憨兄说的在理，不如我们给小玉吃一点龙须草，可能小玉就不这么痛苦了。小玉，你试试吃一株，感受一下。我听道长说，这种草啊，就是专门给你吃的，应该多吃一点没关系。吃药3分毒，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多吃。你这样子都快要死过去，还是先吃吧。憨憨二话没说，将龙须草塞到小玉的嘴里，看着小玉的变化，现在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会不会是草还不够？我们再去喂点。道长种了很多。随后憨憨一个劲的，二话没说，小玉嘴里塞，吃下去20根，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小玉突然就昏洗了过去。第二天，林寒离开无人区，来到老君山。这小子怎么想着来老君山了？都7、8年没有跟三清关联络了。一川道长，林寒来看你了。我猜你一定是去过了无人区，知道贫道受伤了，所以才来探望的吧？我这伤也不只是那一次落下的。就在捉元望之后的第4年，有几个黑袍男人炮打了我老君山附近，不料中他们的毒针，这一回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您到底是中了元望的什么毒？还有那几个黑袍男人又是用的什么毒？这件事你师父本是不让我说的。其实你师父是个天才炼药师。什么？我师父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道士吗？没有什么本事啊，从来没见过师父跟人干架，也没见他采药研究呀。一川道长，会不会不是我师父是别人啊？你记错了吧？这是个事情，还要从我们年轻的时候说起。青阳道长本也是孤儿，与望元相处了1月有余，还教了他不少药学的本事。青阳意外地发现了蝎子草的汁液是剧毒，重则修为尽失，落下病根；轻则晕厥过去，修为大减。你说这个草这么毒，那我就试试，我愿意当你的实验品。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解毒，简直是魔障了。就这样隔了3日之久，青阳道长找到了百年龙须草，得到了解毒的方法，炼成了解药，让元望吃了下去。既然你我都知道这蝎子草的作用，还有龙须草这么宝贝的药材，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起来呢？我们就应该全部找出来给吃了，然后就没有人再跟我们作对了。元望的这番反动言论，于是2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不欢而散。青阳道长又重新踏上了自己的云游之旅。就在他40岁的时候，见到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孩，随后你师父就带着你隐居起来，想让你当个平凡人，不愿意让你步入江湖。林寒，这是你师父让我留给你的。我师父一定很开心，他徒弟没有长邪。现在那个元望已经出逃了10年有余，看情形那个巫神教应该跟元望的关系非常之大。上次在你的直播间见到你在抚仙湖抓怪物的时候，那怪物的外相像极了突变之后元望的样子。一川道长放心，现在不比之前，神调局的高手也非常多，况且解毒之术小道也懂1、2，不必担忧这巫神教的实力有多强劲，尽管来，只能是有去无回。不错不错，你师父要是知道教出这么好的徒弟，他肯定很安慰。说完之后不由自主的，一川道长，带我回去将复活草移栽出来，炼好丹药再来看你，一定把你治好。你都科学修仙了，那我变出个修仙变形金刚不过分吧？那我利用光合作用将黄豆变成人也是很科学的。熊猫喂龙吃竹笋也不奇怪吧？龙实在忍不了就飞上天，结果就招雷劈。道观发生了什么？这野屋顶都给穿破了，这是被强盗洗劫了。道长，你终于回来了！呜呜呜！好家伙，家都拆了，小玉也不见踪影。你先别呜呜，快说到底怎么了？就在半个小时前，不知道为什么小玉有些不受控，然后就不知道飞哪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算是吃了龙须丹进化，也不会出现突变成巨龙的情况。况且龙须草的用量也没问题。你的确用量没出问题。我们只是为了他20几颗龙须草。你这个熊孩子，食过量让身体形态停留在一个阶段万年不变。就在这时，大殿的里面有一个人走出来。你是谁？砸在道观里？道长，我是小玉。卧槽，正太呀，这确定是小玉？好可爱呀，长得好奶哦，快来姐姐怀里抱抱。道长，不好意思，我把房子给捅破了，实在是有点难受，所以我也控制不住，对不起。这不怪你，怪他们给你吃了太多龙须草了，导致你现在就只能是个小模样。你以后要是想要精进你的人形，只能等1万年以后。没有关系，只要技能能继续练习，看上去像小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常威来福，你们就把院子收拾收拾。憨憨，我们去竹林挖点笋，待会做饭。一人一熊一龙来到竹林。道长，我们从哪里开始挖呀？平时都是你挖笋的，我怎么知道从哪开始呢？话音刚落，林寒一掌向着憨憨的胸口推去，憨憨身体里面蹦出一个女子。我靠，怎么回事啊？憨憨怎么还被附体了？天哪，这女人不会就是来搞道长的吧？看上了道长的美色。好家伙，就连竹笋都成精了，看来是三清观的灵气太旺。说吧，你个笋精怎么想着附身在憨憨的身上的？想要做什么？防患于未然吗？这个你拿着，走的时候把这些带回去。真的假的啊？这么多？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还是不信？这是真的，你看这是左下角厂商给林寒的发货名单，都是上一波活动粉丝们领到的。我的华为 Mate 60 Pro 就是左下角领的。
正好我左下角这次有全新链接，名额刷新了，你再下载抢一台苹果15 Pro Max 不限量保底和4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还都是顶配，只要看到视频的都能领。该不会早被抢完了吧？放心吧，都一人一份的，只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填好地址就发货，苹果华为任你选。那我去搞一个，别忘了先领888红包。什么？瞧瞧，多损呀！会不会是憨憨经常吃它们，然后为了报复他啊？真诚发问，孙静还不是妖，是不是有点区别呀？林寒道长，我并没有坏心思，只是仰慕道长，想在道长身边作伴而已。我真没有恶意，就是希望能跟你在夜里探讨诗词经文。频道这该嘎的魅力啊，帅也是罪过，真是困扰。这笋精怕不是个茶精吧？茶里茶气，放过道长吧，来找我，我愿意。你还说你没有害人，憨憨的灵髓你都敢偷吃，还说没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不过是借用一下那熊猫的身体，这样才能跟你亲近的吗？话音刚落，一拳将笋精揍到天上。虽然你未成大器，但你这歪心思可真是多。不除了你，日后成妖还不得下山去吃人？妈呀，这笋精怎么变成是男的？这也不奇怪，有些精怪就是雌雄同体。林寒丢符指了在晕嘎的笋精身上，笋精就变成被啃了一口的笋。还真是一只笋精了。那道长这个笋，我们就把它炒了嘛。这不能吃，得把它立在憨憨的窝旁边，做成标本，让他好好警示自己不要贪吃。到了大殿之后，看了看屋顶上的大洞，林寒查看传道积分，系统花费20万传道积分兑换撒豆成兵技能，再兑换20颗黄豆。林寒拿出黄豆往地上一撒，瞬间队伍出现在林寒面前。那边的屋顶需要修补，另外脏乱的地方整理一下，开始行动。士兵们二话没说，麻利的开始工作。道长布装之后，我每看一会直播都要吃颗速效救心丸。这我还是第一次见，这功法太厉害了吧？老粉表示上一次就见过了，比这个阵势还要大，我还要谢你呢。你看我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都发货了，这真快啊！左下角都是极速链接，必须快，明天等着收货吧。剩下积分抽奖吧！恭喜宿主获得灵手遗血宝典，恭喜宿主获得智能种植土壤，恭喜宿主获得玄门无术一字篇，天朝医术的根基《黄帝内经》为依据，其中详细记载方剂、针灸、灵芝的方法，获得智能变形钢铁人，道士外观的变形金刚，可变化成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电池动力可用9999万年，主要功能逮捕、看家。哈，变形金刚系统，我怀疑你是拿个卖不出去的东西敷衍我。黄金10连抽一放系统空间。这时小玉拖着憨憨来到面前，道长，憨憨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待会他就会醒。笋精为了给自己整治，不但是玷污了憨憨的灵髓，还吸了不少憨憨的心智。林寒拿出灵兽精髓法骨丹，自动进入憨憨体内，随后憨憨醒了过来。你们看我睡觉干嘛？吓我一跳。憨兄，你终于醒了。你看嘛，别个都晓得开始改变了，不能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你看你也，国宝要有国宝的样子，争气点撒。随后林寒走到门口，掏出变形钢铁人。我的妈呀，一看形状是道士变形金刚呀！别跟我说这是你做的。对，没错，大家猜的不错，这是我用废品钢铁垃圾做的一个钢铁人，名字叫三清。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报时。3清1连线华夏网络，现在是华夏时间下午4点51分。它虽然有人工智能系统，但也仅限于一问一答，就是普通的机器人而已。这时岳山打来电话。局长，是不是修仙征聘会要开始了？是的，没错，明天下午3点就开始，各个省会进行海选，也麻烦林寒长老在直播间帮神调局宣传宣传。而在须臾山中，哎呀，我这老花眼也看不见，这智能手机的字太小了，小子我也不太会搞你们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哎，都怪我，当初买这个手机的时候就应该让店员再教我用一下上网软件，结果现在只会接电话和打电话。小子，你也莫急，带你下山去问问别人，让懂这个手机的人帮你报名就是了。我现在下山去，就算我用轻功，要走到有人的地方，也要花上1天1夜，也不知道那时候报名结束了没有？没事，参加不了的话，还会有下次吗？只能辜负了林寒道长的盛情邀请了。你跟我来。他们来到了一口井水旁。陆明先生，带我来井边做什么？跳下去，这口井能将人送往他想要到达的地方，只要打开跳井之人的任督二脉，就能到达想去的地方。那先生，我这一走，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来看你，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多加小心。小友自管顾好自己。神调局是不错的去向，老夫在这山中闲暇自在。再说这黑毛怪就是巫神教的小喽啰，现在巫神教被神调局收拾之后，安分太多了，不会有事的。好，我一定会来看您，那晚辈就先走了。随后远山跳进了井中，一道强光从井口涌上来，瞬间又恢复了宁静。张掌教，何故给贫道打电话呀？打扰了，林寒道友。是这样，现在我们龙虎山门口有很多想要来赞助我徒弟的，我想着这方面的消息你最清楚，就问一下你该选哪个。随后给林寒个报了广告商的名字，选这个红色包装的，瞧瞧广告上说的，两岸好才能真的旺，清醒啊！多谢林寒道友了，青慧、青竹这2人我都没抱太大希望。那行，我这边还有些事，就先挂了。怎么感觉到罐里少点啥？就是想不起来。对呀，小青去哪了？我记得我变回原身冲出去之前，小青一直都在我旁边陪着，但是后来我变身了就没见到小青了。好家伙，白蛇让你们照顾一下小青，你们直接给人妹妹搞丢了。怪那个笋精咬我心智，没有当好大哥，我有责任。那道长，你快收拾一下烂摊子吧。还知道是个烂摊子？你个傻熊！算了，只能贫道出马了。那我利用千里眼找个人不过分吧。大哥，你看见没有？刚才那里有条蛇。那我怎么没看着呢？
只见有个壁虎在小青嘴下。蛇仙，蛇仙，在我嘎之前，我能说句话吗？你要说什么？蛇仙，那2个人类太不是个东西了，我们壁虎家族被他们2人残害，嘎了好多，他们都快把我们赶尽嘎绝了呀！这时林寒闪现出现在他面前。道长，你怎么在这？我来找你的，你突然不见，大家很担心。对不起。没事，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你的同胞们，贫道会救他们，自然法则是不能破坏的。多谢道长，我现在也能嘎了安心了。来吧，蛇仙大人，我准备好了。算了，我不吃你了，你走吧，别再被人抓到了。就在这时，2名抓壁虎的男子发现里面有动静。大的，那只青蛇一定就在里面，我听到沙沙沙的声音了。我们去看看。2人走近，然后看到个大蛇直接吓晕。好了，我已经报告官府了，我们回到观吧。道长，快去抓坏人，别让玄奘寺的那个住持传真法师跑了。道长，快去治了他。壮士为了区3000元钱，按照一位女信众的要求供奉了符上的牌位。好，贫道这就去问问情况。随后林寒就到了玄奘寺门口，此时门口已经聚集官方人员。传真法师的修为只有黄阶，有林寒道长在，想必他也不会怎么样。其实传真法师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谁供奉了这些牌位，这才是要查的。随后传真法师来到，我当时就只是觉得庙里缺钱，所以当时没有仔细查看，就答应给那位女信众供奉什么，我不是故意的。这时林寒在一旁观察这个大殿周围的气场，总觉得这不太对劲。道长怎么了？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这里的杀气特别重。煞气？难不成是有小鬼出现在寺庙里？不过也不可能，这些阴邪的灵魂之物是不可能出现在佛门重地的，除非他欠收拾，自讨没趣。这煞气不是一般的厉害，已经有腐蚀性了。说白了，要么会是害人性命的恶鬼，要么就是此人的心性已经养成了作恶的习惯，他的煞气才会这么重。刚好寺里那位女信众留下的联系方式和住址，我让人查一下这个地址是否存在。说完就掏出手机。道长查出来了，就在附近，我们开车过去吧。在督察开车的过程中间，林寒顺便找系统抽个奖。恭喜宿主累计传导积分2100万，乖，有2000多万的传导积分呀！抽一次至尊抽奖，消耗1000万传导积分，获得过仙桥，连接阳间与地府的重要法器，切记只可到达奈何桥边。这仙界我都还没搞明白，地府已经开始欢迎我了。系统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应该给我一张升到天庭的法器才对吧？消耗1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精品银针，用于针灸理疗，配合功法有奇效。消耗100万传导积分，恭喜宿主获得过仙桥秘术，月满之时阴阳相通，此法奏效。切记一炷香后归来。剩下黄金抽奖已经全部放入系统空间。随后众人来到一栋房子下面，大家接下来的行动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有你们看不见的东西在。我今天第一次出任务，就这么刺激的满？没事，之后就习惯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也不用担心。我们身上有火药，小龟儿怕火药的，也能稍微避邪。这倒是没错，遇到修行上千的小龟倒是没事，遇上那种游荡在世间多年一直不愿意走的，可就要小心了呀。道长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以前喜欢忽悠人，现在喜欢吓唬人。没事，什么鬼都没有，穷鬼可怕，穷鬼远离我，谢谢。那我猪看到这条视频的，穷鬼从你身边消失，剩下的就是报复性大运，问你接不接？随后众人上到房子里，一个光头女子，双眼无神，表情木讷。督警你们好，我就是小平。这个小平的确是被恶人缠身的人，但是为何这恶电脑频道居然没有想到逃跑？而且这个房子没有任何问题。你那个石庙供奉的名字是怎么回事？我每晚都睡不着，每天都能梦见那些战犯，我不想让他们缠着我，所以想着帮他们超度，就供了牌。你这样的行为伤害民族感情，你就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做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非常不可取。在这么庄严的城市供奉犯罪者，难以理解和原谅。那林寒道长我们就带人回去了。等一下，今晚暂时留他在家里住吧，明天再来带走。林寒这话一说出口，督警和岳山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岳山小声地问林寒：林寒道长，是不是这小平身上有什么脏东西跟着？现在没有，不过已经留下了痕迹，并且这恶鬼已经缠上他许久，估计是在吴平当护士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了。能有黑毛怪凶狠吗？黑毛怪在阵法的加持下突破成天阶中后期，但他是跟你硬碰硬，这恶东西不一样，他们最擅长变脸和附身，虽然硬实力不强，但是兑现的时候看着那张脸就会恶心至极，味道还臭。小平居士，你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以前没有过的，现在有改变的事情？我就是看了一些战犯的经历，还有英雄城市的历史故事之后，就有晚上经常做噩梦，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你是从哪里搞的这个像的呢？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高高的摆在供桌上的像。这是我2年前在仙鹤门附近的地里挖到的，冥冥之中觉得应该带回家供着。仙鹤门，据老一辈人说，那里可是乱葬岗，并且也是岛国犯下罪行的地方。你去那里做什么？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一直在了解这些历史事迹，所以就去了那里，然后后来就经常做噩梦。好，频道想知道的大致都了解了，各位就先回去休息吧。林寒这样说是为了将督警都支开，一是为他们安全着想，二是晚上好看看这恶人什么时候出现。随后林寒很岳山来到楼下守着。道长，我查过资料了，那个像所处之处并不是仙鹤门，而是被遗落在仙鹤门的，是东瀛人带过来的。
还有1分钟就12点了，到时候阴阳两界的大门就会打开。局座，我们上去吧。小瓶屋内，只见一团黑雾从黑象上面冒出，涌入小瓶身体。局座，待会可能会更吵，忍着点。两人进入房间。畜生，你还舍得从那象里出来啊？臭道士，你不是走了吗？只有蠢龟才会信任我会走。我警告你，从这女子的身体里出来，否则别怪我将你挫骨扬灰。林寒掏出夺魂箫，一般的小鬼都认识的东西，但是这附身在小瓶身上的见到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就不是本地鬼喽。本地鬼还能不认识这样活的玩意？看来是倭国的鬼魂作祟。道士，我不过就是想供奉个牌位，用得着这么咄咄逼人？我麻烦你看清楚，这里是华夏大地，更是金莲，你们倭国不配出现在这，要出现也应该跪着走。臭道士，找嘎！这恶龟便出了一把武士刀，就朝着林寒和月山扑过去。恶龟重重的砸在心上。臭道士，你就不怕这人会嘎吗？我现在用的是他的身体，就算是他嘎了，我也不会嘎。那就让你出来，总能海扁你了吧？二话没说，吹起了碧海潮生曲。只见箫声一起，小瓶身体里的恶鬼的确开始抱着脑袋开始滋哇乱叫。恶鬼受不了，跑出身体，掉了下去。什么声音这么瘆人？道长在吹箫，那只鬼魅受不了在叫。这时上面掉下一个恐怖的萝卜头。不是吧？这可怎么办？别担心，有我在，他不敢过来的。局座，你看着小瓶，我去追。林寒闪现到楼下，你跑我追你，插翅难飞。小龟子哪里跑？半小时后，月山走了下来。贫道本是想让你灰飞烟灭的，但是那可太便宜你了。林寒，小瓶还没有醒过来。糟了，他的身体被他占用太久，自己的魂不知道走哪去了，怕不是被牛头马面给带了下去。我滴个乖乖，还真有地界呀，真有阴间使者。道长，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么恐怖的？你们也不用害怕，这地府跟咱们人间的官府一样，都要履行职责，也要为人民服务。他们不过是为达去的人民服务而已。林寒转头对月山说：“我现在就去地界追牛头马面。另外，这个恶鬼贫道会把他们送到九幽地狱，永世受折磨。”林寒拿出法器过仙桥，然后坐下。局座，我入定之后，要是快到2小时还未归来，你记得叫醒我。那我要怎么叫醒你？拍我肩膀3下就可以了。闭上眼睛，默念了咒语。不一会，恶龟不见了。这时空中的直播间才移动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道长刚才的动作太快了，根本没看清是在咒谁。这个时候怎么在打坐啊？难道道长受伤了？打坐是恢复精力的，道长肯定受伤了。而这时，林寒来到地府的世界，前面有3个人影。银钗，请留步。这一声可把牛头马面给吓到了。这地府也有人闯，不可能！你们抓错人了，这位女子还没嘎，只是被这恶龟霸占了身体，你们让她回去吧。虽然不知道你是哪位高人，但是这奈何桥边可不是你能多待的地方，你还是回去吧，也不要耽误我们交差。既然身体被别人占了，那也不能让他在人间去霸占其他人的身体吧，不然人间秩序会乱的。贫道这就是给你们送业绩来的呀。业绩是什么？你们就是为了交差，那这小日子的龟总比这个好交差吧。另外，这个龟的人间事迹足以让他们进九幽地狱，那你们后续也不用忙活他们转世的事情，岂不是更省事？那好，这女子就交给你了，那这个我们就带回去交差了。那2位银钗，贫道就告辞了。说完，林寒就带着小瓶的魂往回走。哟呵，小龟子那边来到，等会18层的酷刑都让你们尝一遍。我救你是不想让你就此逃过良心的谴责，能在地府喝了孟婆汤就转世，而是你得回去跟司的住持一样接受斥责，先把人间的牢狱做明白了，再下地府来也不迟。林寒这话说完之后，小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第二天，林寒回到道观打开直播。大家早上好，昨天让大家担心了，不知道昨晚大家有没有休息好？昨天在直播间没看清，昨天镜头都没怎么跟着道长，想知道昨天道长怎么抓的乌龟？也就是下了个地府，跟里面的官员交流了2句，不足为奇，不足为奇。憨憨看向林寒，什么地府？那不是嘎了之后去的地方吗？你是真的道长吧？地府那个地方可是听王村的老人们说过，是个对活人不好的地方。妈呀，道长都能下地狱了，我连修仙都还没入门，道长直接去地府找阎王要的人吗？太他妈的酷了吧！这太震撼了，绝对是科学史上重大的发现。不，这是玄学，不是科学，分错科目了。又一次被这个男人装到，我他喵！好好奇地府长什么样子呀？道长下一次要去的时候记得直播，我看看我未来住的地方环境好不好。这地府也不能去太多次，阳气的耗损很快，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能学哦。嘿嘿，反正你们也学不会。这时一个金丝猴走入林寒道观中。道长这么可爱的猴子哪里来的？每出现一次金丝猴，峨眉山猴子就会被网暴。峨眉山泼猴表示你们礼貌吗？哪有岁月静好，全靠峨眉山老表。林寒动用动物亲和力跟他沟通。这位猴子你怎么跑来这里了？道长，我家被一只猕猴霸，就被赶到了出山里。我也不是打不赢，就是不想跟他打架。猕猴住在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怎么会在4000多米的云顶山脉呢？你不会是欺骗贫道吧？没有的，道长，那个猕猴像是跟人类生活很久了，有点厉害的。那好，待会到了带我看看那鸠占鹊巢的猕猴到底是个什么来路。林寒根据金丝猴的指路来到猕猴的所在地。道长，就是他，抢占我们的食物。道长，你是不是林寒道长？我在动物界这么有名的吗？贫道正是林寒，你这猴孙怎么能霸占别人的巢穴，还抢人家的食物吃呢？我赶路这几天没找到吃的，昨天晚上实在忍不了，就占了他们的地盘。随后猕猴将自己的经历全都说了出来。那你就跟我过来，要想变强，就要修心养性，说不定你会是你们猕猴种群中第一个要修呢。林寒将猕猴安顿好，然后将炼好的仙丹交给一川，后来到神调局。贫道这有些武器，我想将他们捐赠给国家，还想请局座转达。这样啊，可以，没问题。不过都是什么武器啊？我能知晓吗？当然可以。林寒掏出炸弹放在月山
山的手中。这是什么？上面还写着999，这不会是球状的感冒灵吧？这啥玩意儿啊？这是武器，完全看不出来。不是感冒灵，就是个999万吨火药量的智能核弹。就这样拿出来不会爆炸吧？这核弹不会平白无故就爆炸，只有我想让它爆的时候，它才会爆，其他人没办法操控。没想到你还能做出这玩意儿来，你这小子让你去捉妖真是屈才了，不如直接转行给国家的武器科学实验室好了，专门去造火药武器。我就是个普通道士，这些活干不了，只是平时没事在山里造了些小玩意儿而已，那总不能说是系统给的吧？说了也没人信。好小子，真能装。这时传来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累计传到积分3400万，直接来一个白金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青铜八卦钉，获得法器炼制大全，4大天火，5力之探测仪，智能火箭炮。我操，网球小钢炮都还没有用，这又来一个更牛逼的火箭炮。系统是要我们夏国屹立于世界之巅呀！上面部门得知你贡献武器的消息，要亲自见你。随后，林寒安全防御基地内部，林寒道长久仰大名，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卓越的成就，老生真是佩服呀！不知道道长是想要捐赠什么武器给国家呢？第一个要捐的是超能卫星系统内核，它能将全球所有位置精准测量，并且无一遗漏。第二个就是智能火箭炮，里面自带火药9999万余吨，自动换弹，无需人工操作，射程在全球范围内任意空间，而且无烟静音，不会污染环境。第三个是武力值探测仪，修者站在门下，自动读取修者能力，转为武力值数据。此后世界只有我们一个强国，小萝卜头给我等着。孟婆汤是什么味道？只有眼前这个男人知道。孟婆汤加可乐，这个男人连喝了20碗。牛头马面看到都直呼牛马，却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跟牛马抢的。喝孟婆汤是为转移他们注意力，只一切还要从林寒来到剧组探看白蛇，却没想到碰到人求救。道长，求你救救我女儿！局势莫急，你们先平复一下心情，我先看那孩子。有月亮，有圆圆的月亮。这时他醒了，开始啃咬自己的手指。道长，现在要怎么办？别急，当务之急是先保住他的命。林寒掏出符纸，凭空就燃起了蓝色的火焰，然后慢慢掉下一个碗中，给孩子喂下去吧。此时孩子见有东西吃，二话没说，端起碗就一饮而尽。好，旁边放个垃圾桶，孩子会吐。孩子喝完水之后，情绪也稳定了。孩子，你还记得你梦里梦见什么了吗？我梦见我跟爸爸妈妈在露营的地方玩，有个跟我一样大的小朋友就在湖边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玩，然后爸爸妈妈不见了，就只有我跟小朋友2个人在看月亮，突然月亮就没了。你们今天是真有去露营吗？今天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我们今天接到剧组的电话，说要来取景，就带着孩子提前来了，就带他先玩了一会再上山。期间孩子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那边一切都正常。下午回到屋里就把我们吓到了，他居然去啃桌上装饰烛台的蜡烛。后来我跟黄皮知道情况，我们解决不了，只能给你打电话了。你们白天露营的地方在哪里？道长现在要去吗？我马上开车带您过去，不是很远。待会到正午12点的时候，孩子会昏迷过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试图叫醒他，随后他自己会醒来。随后林寒一行人来到露营的地方，这附近的确有尚留在人间但已经亡嘎的孤魂，应该是这一片要开发，牵动了地势脉象，将孤魂惊醒。正好你们经过此地，这里的孤魂跟你的孩子的生辰八字一模一样，所以才会被孤魂给冲撞。是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呀，那个孤魂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等见到他，可能就能知道。现在那孤魂准备过奈何桥投胎去了，你女儿再晚些就会成为替他在世间游荡的孤魂。贫道现在去趟地府，黄皮，我若是2小时之内还未醒来，一定要拍醒我。地府还真有地府这样的地方。好，道长你去吧，我一定扇醒你。我谢谢你啊。随后林寒坐下，过仙桥放在手中。道长一动不动了，怎么我们还有看到地府长什么样？怎么回事？说好的带我们见见地府长啥样的？直播间你就不能懂事点吗？平时给特写还挺懂事，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不懂事。2个阴差正哄着一个人过桥。走吧，前面有好喝的汤，你不是最喜欢吃东西了吗？那我们就快走。林寒闪身出现在他们面前。是我，林寒，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又是你？阴差十分默契的异口同声。你们把他借我一下。女孩立刻躲到了牛头的身后，她知道自己找了一个完好的身体代替他，这件事是错误的，所以心虚。你说借你就借你啊？是啊，你说借你就借你啊，我们是要去交差的。没有不让你们交差，不差这一时半会。你们现在收了他，就会有一个阳寿未尽的人游历人间，那你们不是又要多一份工作了吗？你们细品，是不是这个道理？此时不远处的孟婆说道：是这个道理。你看，是这个道理吧？我这在给你们减负，你们还不领钱？马面一脸认真的思考着，缓缓点点头。这道士好像说的对，很有道理呀。不对，反正人到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去接，那跟你说的这个省事关系不大呀，都不省事。对呀，你个道士少忽悠我们，你要是把这人带走了，不知怎么办。算了算了，别挡我们的路。你们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相信你的理由吧，不然我们怎么将这小鬼交给你？耽误了我们交差，我们可就直接去阎王面前告你。好家伙，还威胁我林寒，直接唤出孔先生，瞬间牛头马面就被捆得严严实实，然后蹲下来跟他说道：是你自己告诉我你的身世，还是我放电影给你看呀？他就看着林寒，就害怕的说答不出话来。林寒只好使用幽冥火将小女孩生前的画面放出来，此火一现，牛头马面大气都不敢出。这可是太上老君才能施展的法术呀，这倒是难道是老君还是人那时候的私生子？不可能吧。总之是惹不起，以后还是不要跟他起冲突的好。就在这时，火中的画面逐渐清晰。小宝，爹妈在弄吃
吃的，一会就有吃的，你不要睡着了哦。此时屋外的妈妈拿了一筐树皮走进来，看着炕上的女儿叹了一口气。大宝，你先去吃点，垫肚子。随后大宝就自己抱着树皮去旁边吃了。大养不活了，早点走，早点解脱吧，孩子。此时看着这个画面的女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没事了没事了，爹妈也不是故意的，贫道可以上去之后为你超度，找到你的家人好好安葬你，但你得跟我回去，这样另外一个小朋友的魂才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当然愿意了，这样人间就有人纪念我了，以后就能够安心转世。道长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先把我们放了吧，落着怪疼。林寒将捆仙绳收回。早晚我都要带小姑娘走，你们死活不干，非要遭罪了才肯放人，没你说你们。是，林寒道长说的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这么厉害。没错，道长你快去办事儿吧，我们在这里等你。不行，你们来要跟我一起去地上，待会直接把小姑娘接走。哦，我们也要上去，那我们出现岂不是就隐藏不了？地府真实存在了，这可如何是好？阎王说了，要跟人类隐瞒有地府这件事，包括有天庭这件事。现在上面的人谁不知道可以修仙了？大家都知道有天地人三界，就你们这些做神仙的还在自欺欺人。我靠，这消息也太劲爆了！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在人家玩手机喽，还可以看直播喽。还有20分钟就2个小时了，道长怎么还没醒过来？就在黄皮准备扇人的时候，林寒睁开了眼睛。我去，差一点就扇上去了，那要是被知道不得被揍嘎！大家先不要被吓到，出来吧，光之巨人！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林寒面前的方向，顿时空地上便出现了身上散着灰色光亮的2个巨人。卧槽，牛头马面！嗨！此时姚星涛直接瞪大眼睛，吓得直接一个腿软躺在了地上。淡定，没事的。这时小宝指着脚下的地说道：道长，我就被埋在此处。那道长，现在我女儿就已经醒了吗？是的，已经醒了。小宝，你可以跟牛头马面回去了，贫道答应为你重新安葬和超度，你就放心回去吧，再过不久天就要亮了。道长，我能看看他们现在都长什么样子吗？好，这个要求贫道也答应你，先跟牛头马面回去，后面的事情交给我。那道长，我们就先走了。多谢道长救了我女儿，我们真是无以为报，只能向你学习多做善事。我听说您在魔都有基金会，我能加入您的基金会吗？应该可以，慈善这一块我都是交给刘强在管，贫道将刘强的电话给你，你有这方面的想法就跟他联系。多谢道长。此时虚拟山脉，2个黑衣人正悄悄靠近白鹿先生房子。9块9修仙御剑飞行，你想要报名吗？他只是在地里挖出一块泥土，竟然直播间的人纷纷出天价。我出30万，我出100万，让我舔一口。而他跑回道观关上门，自己偷偷品尝。这时虚于山脉中，2名黑衣男子正悄悄靠近白鹿的房子。站住！你们巫神教的小喽啰！只见远山一个飞身而下，另外一人抓起旁边的火棍就丢了过去，自己转身就跑。还真是跑得飞快。说，你们巫神教来这里做什么？又想来偷些紫草是吗？少废话，嘎了我吧！你们巫神教不是都被着了窝点，怎么还有残党？快说，不然让你生不如死！只见远山用剑一点点地刺入黑衣人。你若是回答了我们问的问题，说不定还能让你嘎得快点；若是不从，那就慢慢折磨你。白鹿先生手上握着一把镰刀，他故作变态看看镰刀。你看看这刀头，要是扎进你的大腿里面，是不是挺合适的？直接多扎几个窟窿，慢慢放血好了。他蹲下来，用镰刀在黑衣人的大腿，吓到黑衣人连连后退。我说，别嘎我说。巫神教有什么计划？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就是底下的一个小人物，知道的并不多。我只知道教主和其余几个据点的高手都去国外了，留在夏国境内的都是我们这些炮灰。巫神教甚至可能会在功法上打不过你们，所以想要利用蝎子草炼制毒针当作暗器。所以就在这时候，嗖的一声，顿时黑衣人的脖子上便多了一支弩箭，当场毙命。看来是嘎人灭口呀！巫神教是在慢慢蓄意谋划，他们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或许他们逃到国外就是为了重整巫神教。此时的凌寒送猕猴来到老君山上，沈腾飞发来视频。腾飞居士，有什么事情吗？道长，我们村里收到一封信，是国际邮件，收件人写的是字母2个缩写 LH， 这2个字我一眼就看出是想要寄给你的。想不到道长还有国外的粉丝呀，都寄邮件寄到山脚下来了。难道是国外的粉丝？不对，虽然国内有网友将直播间的内容录屏出去，但也没有人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所以国外的网友不可能这么详细的知晓他就在大王村附近。凌寒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难不成是苏中锋派他卧底在巫神教？难道是巫神教有了什么新的动向？腾飞居士，我待会就过来，这个邮件先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放心吧，道长，我一定好好收着。半小时，凌寒就直接空降到他门口，迅速将凌寒带了进去，然后关上。腾飞居士，你这是要做贼吗？这保密工作还能做得再明显一点吗？道长，这肯定是给你的机密，不然你怎么会马不停蹄的过来？我担心隔墙有耳，这样严严实实的看才安全，这可是对机密文件最高的礼遇。那邮件在哪？拿出来看看。沈腾飞掏出一个箱子。道长，我跟你说，在这里安全系数贼高，我一般放秘密文件也都是放在这里面。凌寒将箱子打开，特么的还是一个箱子，你搁这儿套娃呢？哈哈，看吧，完好无损，安全。随后，凌寒将信封拆开，只见上面写着：巫神教在海外培养势力，已经洗脑米国巫师族群，望凌寒道长直系。道长，是神调局的事情对吧？上次在小王村的那些黑毛怪，他们准备重新壮大，不过现在在国内的势力非常弱小，他们逃到国外拉帮结派。这时岳山打来电话：凌寒小友，远山刚才给我发来一个视频电话。随后岳山将须臾山脉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凌寒。看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他们的今后可能的毒针偷袭。局座，这个你放心，咱们不是已经有方法解毒了吗？只要批量生产药丸就可以。但是原材料这个龙须草据
据说非常难找到，本座怕是派出所有神调局的高手去找，都难以找到啊。局长，这个不用担心，明日我就给将龙须草带到神调局来。林寒说完就挂了电话。腾飞居士，贫道就先回山上了，改日再见。第二天，林寒来送龙须草，被局长拉来上课。御剑之术本是失传的功法，贫道无意间习得，现在贫道才想着将它传授给大家。当然，佛门的弟子想学也是可以的。你要是觉得佛门为何要学道门的功法，你也可以不学，反正神调局也给各位分局里配了车，也可以开车出任务都行。只见林寒将自己的镇魔剑唤出，直接从身后飞到了他的脚下。首先，你们每个人手中握着的，不管是法剑、宝剑还是木剑，它们都有剑魂，跟剑相处也是需要磨合的。怎么这剑还跟人一样，有脾气吗？剑有剑魂，你爱护它，它自然会在临危时助你。所以我平时不管有没有用它，都会擦拭剑刃剑柄。接下来贫道演示一遍，剩下就看你们领悟了。古灵仙客，修者为气，以气御剑。好了，接下来你们就练习我的手势吧。此时烈日当空，林寒看了看天上，小玉，你控云的技术怎么样了？应该移动一下还是可以的吧？控云自然是没问题，因为云的本质就是水分子 H2O。好家伙，跟我讲起了化学知识。那你看到没有？现在窗练习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在暴晒，高温作业容易中暑，你帮他们把太阳稍微遮住一些。好，我来试试。随后一只手指着天上的云朵，就这样移动手指，这天上的云层就乖乖的挪到了太阳那边，瞬间修炼场变成了阴凉的一片。不错，功法进步了。这时岳山走了过来，带着两人抬着门走了过来。林寒道长，我们将你拿来的那个安检门研究了之后，复刻另外一扇，想请你来试试。没问题，局长，我有个建议，咱们神调局既然有了这项技术，不如做一个便携版的测试仪，想要修仙的市民就能时不时关注自己的修为提升了。这个也是我们准备制造的，并且还能为神调局创造一部分收益，也挺好。这个有必要，省得我隔壁的戴总说自己是的接修为，天天都在门口吹牛，练功还把我家花盆给打碎了。那林寒道长，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吧。林寒从测试门下走了过去，显示屏上出现了数据。好了，快看看，这怎么是个无穷符号？不对呀，我们自己也都测了，都能显示阶段和分数，这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试试。道长，你看，完全没有问题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出来的结果就是个符号。不用说了，铁定是道长有问题，实力太强，机器都检测不出来。道长就算没啥修为，就凭敖玉憨憨这些小动物们都能独霸一方。林寒道长可能表面是个道士，背地里其实有更大的身份，可能是个神。别说了，再说感觉道长是要打算统一地球了。咱们这届网友可真是幽默呀！统治世界这有点太夸张，不过实力超群这一点，大家说的还算比较中肯。哎，我都这么低调了，还是难以掩饰贫道的光芒。完了，又被他装到了。局长，这个测试门没有问题的，贫道的修为可能确实测不出来。道长，你可真是个奇人。这时局长收到消息，虫谷出现大片疑似巫神教活动轨迹，随后将事情跟大家说明，请求林寒道长相助。晚上，山谷只见4个浑身散发着幽幽光亮，只见其中一个缓缓抬起头，吸入一口气，看着月亮说道：“伟大的龙大神，赐给我们力量。”瞬间，他们本来瘦弱的身体瞬间变得强壮起来。这是他们在虫谷吸食动物精血的第3天，已经50只大型动物惨嘎在他们的手里。这个地方人类不敢涉足，所以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隐藏地。兄弟们，等我们巫神教再次踏上故土，就是神调局那帮人成为我们盘中餐的时候，龙大神万岁！他2岁半，就连修仙道长都要叫他一声狗哥。奇怪的是，他奶奶连续2天不吃不喝，人却活得很精神，精神到影子都没了。而此时，林寒正飞行前往消灭巫神界空中上。哟，谢林道长还没到啊，我们都追上你了。我靠，吓了我一跳，知不知道御剑不规范，亲人2行泪。谢林道友，你让我来吧，御剑太慢，勉为其难的让你蹭个顺风车吧。话音刚落，小玉一把抓住谢林，嗖的一下飞走了。随后，林寒一行人来到现场，只见手中罗盘疯狂四处转动。不好，道长，附近有古物被触动，有怨鬼出现了。巫神教的人一定也想到了利用怨鬼，到时候会触发天阶后近10力的黑毛怪，你们小心行事。谢林道友，附近古墓在什么方向？你们知道吗？这哪有人知道？这个丛林没有人进来过，咱们能靠着卫星导航绘制地图能找到出口就不错了。好，我知道。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禅是一重关，关门如有8重险，不出阴阳8卦行。话音刚落，瞬间一道金光迅速形成了一条金线，指引他们墓穴的方向。我靠，寻龙诀道长，原来你是来盗墓的。此时不远处的来到一个古老的城门口，这时里面传来声音：小心有机关。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小心有石头，小心有火箭，我靠还有石锤。陷阱也触发完了，该贫道出手了。这时林寒出现在他们面前。哈喽，各位小卡拉米们，好久不见。臭道士，你坐享其成，你是早就知道我们会来着这。贫道不过就是比你们来晚了一步，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时一个黑衣人朝林寒飞了过来，林寒直接一个气剑将他斩嘎。臭道士，你上当了。其他3人趁他吸引林寒的注意，迅速变身。臭道士，看招！3个怪物飞过来，林寒口中念着咒语，瞬间喷射出无数剑气，3个人的身体都被扎成了筛子。
这几个小卡拉米都还没有接到频道一招，不好玩。解决巫神教后，林寒来到大街，碰到一个人偷东西，林寒便用玄门武术窥探了这孩子的命格，发现他跟阴气极重的人待在一起太长时间。在下林寒，不知道小兄弟可否能告知频道你的江湖名号？你叫我狗蛋儿就行。其实这名字只有我奶这么叫我，我在平时混社会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狗哥的。男孩这时小声嘀咕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哥，我也才当1周大哥而已，就是把偷来的东西拿去黑市换钱之后，买了些包子馒头带回家那边，顺便分了一些给留守儿童。我知道你偷来的东西都换吃的了，对吧？另外家中是不是还有你的奶奶？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道士都会算命吗？所以就算出了你家，还有老人。对，我奶奶还在家里等我，不能这么被抓了。道长，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也要照顾我奶奶。我奶奶在床上病了2天，看了医生，钱都花完了。前天奶奶就醒了，但是一直说不饿也不做饭吃。我实在饿了就出来偷东西换点钱买吃的回去。这种时候你就应该找人民警署寻求帮助，这督察叔叔一定是会帮你的。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回家了吗？我还想快点回去看看奶奶今天有吃东西没有。那你介意道长和警署的叔叔跟你一起回去看看你奶奶吗？当然可以，我们快点回去。走吧，我们一起送狗哥回家。此时来到房子，林寒看向前方的老人，奶奶的眼神开始躲闪。乖孙，你去哪里了？奶奶找你好一阵。奶奶，你看我没事，警署的叔叔来帮我们了。奶奶，你吃饭了吗？我今天给你带了2个包子回来，是督察叔叔请我吃的。督察刚想走上前，林寒立马拦住了。别靠太近，在频道旁边待着就行。督察但很快便明白了道长的意思，下意识地看向了地面。老人和孙子站在一起，但是却只有一个人有影子。不是吧，道长，你别吓我。Oh my god， 道长是要整活吗？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什么。大家看那个奶奶的脚下没有影子，弹幕护体，弹幕护体。狗哥，让频道跟奶奶说些话，你去跟督察说说你家情况，可否？行吧，奶奶你别害怕，道长他们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人，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没事的。等狗蛋走远了，林寒一脸正色地看着老奶。你不应该逗留在这，会害了狗蛋，减他阳寿。道长，我们祖孙俩相依为命，现在我嘎了，他可怎么活呀？我就想待上几天，照顾我孙儿，他以后一个人太苦了。可人鬼殊途，你继续待下去，你孙儿的寿命也是会被你消耗的。他现在才15岁，往后的时光还很多。频道看了他精神气有衰减的迹象，你还是走吧，我可以送你一程。我并不知道变成鬼魂了会对孙儿有害，道长，请你救救我孙子，不能让他阳寿因为我减少呀。频道答应你，但是你也要去你该去的地方。只见奶奶看了一眼孙儿，那就麻烦道长了。随后林寒便把狗蛋叫过来。狗哥，我带你去找你奶奶。我奶不是在这儿吗？说完之后，他往地上一看，发现大家都有影子，只有自己的奶奶没有。他好像懂了什么，便默不作声地看着奶奶。你们跟我来。跟着奶奶来到了田坎上。我本来是看到了一个魔芋，想要挖出来吃的，但当时头突然痛起来，就栽了下去，就嘎了。狗哥顿时无力地坐在了田坎上哭了起来，随后将他奶奶事情处理完成。我想上山修行，之后也要像林寒道长这样厉害。林寒道长在云顶山脉，不在这边，你去这么远的地方，之后怎么祭拜你奶奶？修道不一定非得跟频道学习，不过我倒有一个不错的人选。你知道微宝山上的安仁道长吗？也是十分厉害的人物。我愿意去，我愿意。而此刻身处在米国的巫神教主苏图神，身体表面散发着悠悠红光，正站在嘎球面前，用功法吸食他们的精血。渐渐的，这群人身体消散。苏图神长通过阵法将全世界的教员拉入其中。龙大神请听，信徒愿以身作祭，换得至高无上的力量。龙大神万岁！随后龙业火在体内燃烧，所有人都忍着剧痛，业火烧尽活下来的信徒，实力便提升了一阶，都能变身成为天阶红毛怪。阵法结束，苏图神通过阵法与信徒们进行意念交流。我巫神教战士，不日将是我们重返华夏故土之时，务必将我巫神教教义散播出去。神调局高手云集，我方唯有以众敌寡，胜算几率才能倍增，切记。就在这时，出现了很多对眼镜。教主，他们是狼人族，狼人族是一种人，他们是借助月光的力量的科学怪人，破坏力无敌，不吃人只吃动物，但争强好胜，不服输，一旦输了就会结拜大哥。所以只是变种人呀，看来都是小喽啰。我巫神教包罗万象，收留你们不是不可以，出来吧。狼瞬间变成了人形。我警告你们，别想要踏入这片树林，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狼人这时发现旁边的巫师，没想到黑巫师的教主竟然弃了伏地魔，跟着这是巫神教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任何人，我和他们都只是龙大神的信徒，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龙大神。不过在华夏有个很强的组织，只要击败他们，我们就能成为世界最强。到时候你是想与我们为敌，还是加入我们？我想狼人族的命运就在你的手里了。修仙，我培养的人是变形金刚不？那你修仙了，我把我老婆养成小鬼也是很正常的。你都修仙了，我养一群会变身的狼不过分吧？地狱魔已经给不了我们力量了，只有龙大神这样的东方神秘力量能够使我们更加强大。总之，世界的霸主一定是龙大神。世界本就是一体，一切弱肉强食。那这样的话，我族愿意追随龙大神。好，我巫神教一定毫无保留将龙的力量分给你们。世界各地的教徒听清楚，命令你们将一部分的功法流传出去。第二天，林寒收到月山的消息，接到
到京城警署的委托，神调局协助调查朝阳区北公园乞丐失踪一案，速前往。三清，目的地京城，准备出发。随后，林寒来到犯罪现场。长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需要神调局怎么配合？我们早上接到举报，找了一上午，就在刚才有路人在立交桥洞下发现了一具干尸，一看便知这是巫神教的人干的。巫神教居然还敢在此华夏土地上露面，他们现在可真是胆大妄为。居士可是有什么其他异常的东西？有发现了乞丐和另外一个男人的脚印，所以这乞丐是自愿跟着赶人凶手到这个立交桥下方的。我知道了。这个乞丐被巫神教洗脑了，练起了这邪门的功法，所以自己自愿去这偏僻之地，然后就被巫神教的人给吸食了精血。不对，巫神教吸完精血尸体不是这样的，按照邪道的发展速度，应该不会这么快就修成一个新派系。不过还是要查清楚之后再下结论。林寒这时看到尸体下面有个本子，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乞丐手中都拿着一模一样的书。组长，有朝阳群众的举报电话，说是安宁社区里有一住户家中疑似发生家暴。这等民事纠纷事件怎么分给我们重案组？你是业务还不熟悉吗？不，是因为报警的这位朝阳群众一直说要让重案组的前去调查，说只有道长能解决。随后林寒一行人来到楼下。你好，我们接报案，说你家可能有人被殴打受伤，我们前来调查，不知可有此事？我家夫人不久前亡故，怎么可能今日会有家暴的事发生？督察，你岂不是搞错了？不好意思，吴先生，我们也是秉公办事，收到举报前来查看，请节哀。不过也请让我们进去简单看看情况，也好给周围举报人一个交代。此时林寒感觉出来这位吴先生与众不同的修者气息。他虽说印堂并未无情，但是这疲态的样子，并不像是劳心劳神所致，阳气不盛，阴气极重，但却未伤到精髓，真是好生奇怪。既然您的妻子过世了，贫道可以为她做个简单的法事，能让她安然渡魂，也能让贫道积了一些福德。当林寒说出口之后，吴永恒像是被点燃一般。哦，不必了，我妻子走了之后，我已经请过法师为她超度了，就不劳烦您了。督察，你们要查就快一点，我真的需要休息。吴居士是修行之人吗？我虽是一名小道士，但还能是分辨出修者的气。我的确以前曾是个天阶修者，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今日下午3点，在立交桥洞下发现一具干尸，凶手穿的是皮鞋，你还带着施工地红色泥土的鞋子，居然也没扔，直接就放在门口。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不就是洗了一个乞丐吗？有必要追到我家里？因为此事关乎夏国命运，关乎所有修者的修行环境，你为何会有跟巫神教相似的残杀手段？另外，你被失去的鬼魂缠身，你不知道吗？道士，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们修仙关我什么事？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见吴永恒瞬间变成了长满长毛的黑毛怪，一个飞身朝着林寒扑过来，林寒一抬手不平，直接将他打在了墙上，瞬间口吐鲜血，变回了常人的模样。这时屋子里面响起了一个声音：道长，你放过他吧，我们知道错了。众人吓了一跳。没事，是女主人。女主人不是已经嘎了吗？她应该是被吴居士养了起来。卧槽，还真有人养小鬼呀，不会瘆得慌吗？求道长救救他，不要伤害性命，他并不坏，都是因为我他才这样的。不是，这位老嫂子，你倒是现身之后再说话吧，这样还怪吓人的。被养起来的小鬼，只有那个养他的人能见到，别人是见不到的。林寒拿出铜镜，原来这铜镜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道长，你这个时候整理仪容不太好吧？还是个带把的镜子。林寒白了他一眼，两指指向铜镜，朝着吴永恒身边阴气极重的那团黑气照射去，立马让吴永恒的夫人现身了。林寒此时算是明白了这吴永恒修了邪术，然后用自己修为和精气延续他老婆在阳间时间。你夫人必须得走，逝者已去，希望你放下执念，这样他才能转世。逗留在人间久了，要么被恶鬼吞噬，要么就魂飞魄散，不得超生。你可想清楚？让我走吧，我在这只会拖累你，让你误入歧途修行什么邪教，还嘎人。我可不想到了地狱之后，阎王见我身上有罪，让我去油锅里面滚2圈呢。地府倒是有9重炼狱，比油锅更刺激。贫道跟地府有点关系，这些都很清楚的。我也不想活，道长您让我也去洗吧。当初你妻子去世的时候，怎么不去洗？那你也能跟他在地府重逢。你夫人可不为你对人间留恋，并且自己修炼邪术背锅。这男人真是个甩锅能手。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没想到洗了你也要控制我。我现在是明白了，原来因为那个邪术也能让你长生不息。我呸，你个渣男！我那是为了你修炼的，不然我身体会这么羸弱吗？你怎么能说我有私心呢？夫妻两人直接在客厅里吵起来。原来也不是很相爱啊，看着以为是对苦命鸳鸯呢。道长，地府能不能离婚？我可不想之后去了地府还跟他是夫妻。我算是道喜了才看金渣男的面孔。这问题直接给林寒整蒙圈了。他想了想，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有，应该也有离婚登记处。我下去就马上去离婚。对了，林寒道长，邪教是不好的对吧？邪术是危害我们夏国的命运的。那我跟您检举他，他修炼的邪术功法的本本就在他身上，你不信直接搜他身。好家伙，直接举报亲夫，大义灭亲。道长，那我这算不算是功德？到了地府可以将功补过吗？毕竟那个被他杀了，我也稍微沾点联系，能消除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你下去之后可以问牛头马面。这时督察找出了吴永恒身上的本子。道长，这就是你让我们去查的那个本子。道长，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巫神教的。这个本子是你从乞丐那得到的吗？还是其他人的拿到的？快说。这个本子就是在那个我嘎西的乞丐那得到的。当时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乞丐拿着这个本在我旁边念叨，于是他让我带着他一起修炼。自从我妻子去世之后，我就想用自己的精血留住他，消耗了太多，就想用别人的精气给续命，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事。随后林寒让局长立马销毁市面的书，而这时须臾山，哈哈哈，蝎子草早
早就被老夫铲除了。你们这些狂徒就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趁着神调局的高手还没来，赶紧逃吧。黑衣人先是一怔，才反应过来地上的手机。哼，就算现在他们过来，你也难逃一死。早知道在当年就应该别跟你废话，将你铲除。若不是你当时背弃我巫神教，怎会遭受上头的追杀？我们只听教主苏屠神的吩咐，管你是跟他有什么恩怨，你带我们找到蝎子草尸体，按照我们说的做，或许能洗个痛快。教主是苏屠神，巫神教的教主不应该是冤枉吗？管你什么冤枉，速度带我们找到蝎子草。蝎子草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这里天太黑了，你们找不到的。别耍什么花招，快带路！来到山崖边上，趁他们不注意，小猴子立马蹭的一下跳起来，蒙住了黑衣人头目的眼睛。我去，给我下来！白鹿趁此抓起地上的蝎子草，扒拉了2个黑衣人的手臂。臭老头，找死！这边黑人刚想发功，嘎了白猴。千钧一发之际，白鹿将蝎子草往他的眼睛抓去。这黑衣人利爪从白臀猴转移到了白鹿的身上。啊，我的眼睛！而白鹿口吐鲜血。臭老头，居然这么狠！我要嘎了你！头目施展对策，立马感到浑身灼烧，直接全身剧痛，跪倒在地。师兄，中了蝎子草的毒不能运功，只会消耗修为更加快。这下你们别想变成红毛怪嘎人了，等着神调局来抓你们吧。就在这时，远山朝着黑衣人冲过来，快跑！但中毒的人怎么可能跑得掉？你们跑不到了的，跟我们回去好好交代你们有什么计划，还能放你们一马。我来晚了，对不起。远山，听我说，你一定要把我接下来说的话带回神调局。巫神教的教主不是冤枉。什么？谁是冤枉？你把话带到，自然有人明白。就在先生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他便安静地睡了过去。晚上到关门口，大哥，教主说的那个道士的老巢就在这里，是吗？别忘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菜园偷复活草和龙须草，对于我们之后的修炼一定事半功倍。当然，别忘了也私藏一些。虽然我们跟巫神教合作，只要不说出去，没人知道。此时狼人族还不知道，苏屠神其实就是拿他们当炮灰。三清关是随便能闯的吗？巫神教的黑衣人都知道这地方来了会被雷劈。不知道是不是我许久没有来三清关的缘故，我怎么觉得祖师爷今晚的形象越发的高大呀，特别有神韵，感觉他真的在看我一样，表情好真实。只见犀牛也默默的点点头。哦哟，你居然能懂我的话，果然是三清关的动物啊，都很神。就在此时，狼人在屋外要开始行动了。只见狼人越来越近，就在这刹那间，天上劈下一道惊雷，直接给劈成了焦黑狼。这是巧合吧？这万里无云、晴空万里的夜里，居然还有闪电。随后各个方位的狼人都相继尝试硬闯三清关，全都给雷劈成了黑胶狼，一个个被拖走去山下抢救。想不到这三清关居然有这样的机关，果然不能小看东方的神秘力量。这巫神教难道不知道这个道士的家并不好进吗？难不成是耍我们？这宣策。10分钟后，黄皮和白蛇到关门口遇见上山的王二腿。你怎么上山了？黄皮兄不是在拍戏吗？我想着道长没在家，道观的物品这么多丢了怎么办？所以就上来给道长看家。行吧，你们闻到了吗？什么动物的毛被烧了吧？味真的。耶，这好多被什么东西砸下来的坑呀，旁边还掉了很多黑色的东西。不好，先去看看强哥怎么样了。说着，三人就进入道观的大门。只见刘强正在院子里扫地，什么事儿都像是没有发生一样。强哥，你没事吧？我去，吓我一跳！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怕你一个人在道观应付不来，特意从魔都回来的。二锤也从山下爬上来看院子了。没事啊，我下午到的，到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有事，我们刚才在道观外面发现好多黑洞，像是被雷劈的一样。不是吧？我怎么什么都没听见呢？有声音的，但我没敢去看，就是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还有倒地的声音，而且数量很多。所以说，刚才有什么东西夜袭三清关了。不过刘强大哥没发现，或者说祖师爷没让进。难怪我刚才就觉得祖师爷像是显灵了一样，如有神韵呀。这是神调局，我们本来俘获了他们，但在来的路上全都咬舌自尽了。那有审问出什么吗？没有，不过白鹿先生临终前让我一定要带话给神调局。什么话？他说巫神教的教主不叫袁望，叫苏屠神。当初围剿巫神教老巢的时候，也没有查清巫神教教主到底是何人。至于袁望这修者，他弃正道改修邪术，坠入魔道，危及生灵和百姓。所以神调局成立初期就是为了提防袁望。那这个袁望跟巫神教有什么关系？万一他们根本就是2个不同的邪教派呢？本作也只是猜测，今日从远山那里听到这个名字，估计袁望真是跟巫神教有关。我安插在巫神教的卧底苏中锋曾经跟我提起过，他们现在所有人都管一个叫苏屠神的人为教主，此人已经逃到了米国。而这时巫神教已经回到华夏，只见众人将苏中锋围了起来。义父，这是何意？苏中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内的人通风报信的？说完了，什么时候暴露了？义父，你在说什么呀？我跟谁通风报信？这话说的我一愣一愣的，真是没明白你们这是做什么。你都信？你以为寄出去了吗？你给大王村的地址寄过2次信，别以为我没有派人去查探。若不是黑巫师的撞见了你，你要潜伏在巫神教多久？现在大王村的位置暴露了，这可怎么办？这群天煞的不会冒充我去霍霍大王村吧？早知道当时不要给大王村寄信，现在他们10几人硬是要刚，好像也刚不过啊。既然都被你们发现了，为何到现在才揭穿我？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逼问我是谁让我这么做的吗？苏中锋立马闪身冲出人群，拿出手机。林寒道长，我暴露了，他们在燕山
山山脉，还有外，直接被苏图神变化出的利爪刺穿了胸膛。喜到临头还想通风报信，苏中锋，你以前可是最听话的，但你可不能怪我。局长有情况，刚才有一通举报电话，喊到凌寒道长的名字，他说我暴露了，他们在燕山山脉，后面还有什么没说完，就没音讯了。是苏中锋，巫神教既然知道自己暴露，一定会逃离燕山，但以他们的实力，应该是跑不远的。我们御剑过去，或许能将其抓获。而此时苏图神和众信徒分道离开，去不同的城镇。扶桑回来的柳征带着2个地阶去云顶山脉脚下与狼人族会合，他们的计划就是准备血洗大王村。20分钟之后，林寒等人达到了燕山山脉上空，感受着巫神教的气息，气息十分的微弱，可以说他们是在飞速移动中。想不到巫神教居然变强了，以前他们是不可能跑这么快的，看来是在国外吸了不少人的精血。只见此时林寒的眉头紧锁，思考着这其中奇怪的地方。不对，苏中锋回国之后都没有试图联系过我，他不可能在国内才被他们发现，应该是在国外就被发现了。所以他们故意将人带回了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揭穿他。苏中锋肯定会想着通风报信，骗我们过来。不好，京城会有事发生。不好，京城会有事发生。要是在国外就暴露了，那大王村的地址也会暴露。万一巫神教以为大王村藏了什么神调局的秘密，去屠村那可就完了。远山，你回神调局带上队员去大王村一趟，住1个晚上再走。我跟谢灵夏去追刚才从燕山跑掉的。远山听完指挥之后便启程飞速离去。快看，在哪？2人直接冲了下去。站住！臭道士，劝你们赶紧闪开，不要挡了本座的去路。原本见你是修仙的奇才，假如你当初能加入我巫神教多好，如今非要作死对头，对你有什么好处？自古正邪殊途，贫道乃3清道门正统，怎会跟你们这些邪魔相提并论？你这巫神教教主若是不想被胖揍一顿，最好就听贫道一句劝，好好回答我们的疑问，还能勉强让你们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好，我知道你是个绝顶厉害的道士，但你们是单力薄，怎么能与我众多巫神教徒相比呢？这时苏图神开启了血池阵法。卧槽，真特么的恶心！怎么会有人能忍住修行这样的功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血池阵法，就好比是一个能量池，红毛怪的力量会因为这血池逐渐攀升，这血池就是他们屠害生灵和无辜人类的证明。这他妈的怎么跟上次在城市家门口的不一样呀？这阵法不是之前那个，那我们还怎么破？这些小东西还不如贫道的眼。这时一堆小卡拉米朝林寒飞过来，结果林寒一个飞剑全部都解决了。这时阵法还不断冒出小卡拉米。臭道士，你们慢慢打吧，龙大神万岁！这时无数的魂将2人围了起来，他们那血池直接跟个充电池一样，打伤了又跑回去。道长，那边的阵法不见了。林寒一招将魂秒杀。这人还挺能跑的，我们速度回大王村，估计他们要去搞事情。林寒回到大王村跟众人隐藏起来。这时巫神教和狼人族已经到达了大王村，现在开始各自行动。巫神教的这帮人则是偷偷挨家挨户的溜进村民的家中，结果发现屋子都没有人。大哥，没人。我这边也是一个人也没有。糟了，有埋伏，快跑！林寒2人跳了出来。哈，想跑呀？没机会喽。没想到这臭道士居然猜到了我们会来大王村，别的不说，先布阵。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搭建起了龙阵形，身体表面开始冒出红色的幽光。我去，巫神教这面具戴着也太他妈的装逼了，这黑色斗衣服看着还挺酷的。13行是不是准备同款来一件啊？不是，这戴面具的感觉怎么让我想起了陆小佳？5Q， 我比他帅，谢谢。就你们这几个，凌寒道长应该自己就能解决，没啥技术含量呀。就在这时，黑衣人通过阵法变成了红毛怪。臭道士，看招！而这是京都公园。老天师，你怎么来了？老道在道观纵观天象，发现今日星运诡异，唯恐京城要天降异象。然后打开直播一看，凌寒小友却不在京城，于是就来看看你们。巫神教这一次归国，的确比之前强上了许多，连踪迹我们都无从寻觅。巫神教结合了黑巫师的伏地术，增加了逃跑成功的几率，让我们在方圆10里之内是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的。看到还没有武神教出现，于是神调局的众人便开始关注林寒的直播。林寒将巫神教等人解决后，臭道士，你把我杀了，休想折磨我！哎，你只要将事情告诉我们，就不用受折磨了呀。贫道就问你一件事，国外有多少邪教组织现在跟巫神教有关系？说还是不说？具体多少我不清楚，我是从扶桑回来，扶桑目前还没有邪教组织加入，但是美洲那边到底有多少，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在巫神教的职级也不高，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知晓。那你们这次回国还有什么计划？说。龙大神准备在京城实验血池召唤大法，将国外的邪魔都召唤过来。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就在今晚。我们来大王村其实就是为了拖延道长的时间。糟了，神调局那边。林寒闪现来到神调局，这时上空乌云密布，是邪魔，他们定是准备吸取至阴之气，邪气将会波及方圆10里地。这招在那些年可是见过，想不到会比当时更加强劲。果然巫神教跟元旺脱不了干系，当年平白消失，今日又出现世间涂炭生灵，此人不出世间便不会风平浪静。天空无数银魂向中心汇聚，苏图神将所有银魂吸收，林寒直接一掌打过去。苏图神直接掉了下来。你们已经失败了，投降吧，神调局会网开一面。你们就算击败了我一个，但还有千千万万个我杀不尽的。你叫苏图神，你是教主，你上面的那人是不是叫冤枉？我教主的身份是实验室的大人安排的。什么实验室？我不知，我本是义父冤枉在美洲收养的义子，早年间义父带我去一个庄园，后来义父便在庄园住下了。所以巫神教是在国外就成立了。将你义父地址给我。苏图神随后将地址告诉林寒。各位在这稍等一下，贫道去就回。林寒闪现来到一个房子，直接一个大招砸下，
一瞬间夷为平地，随后闪现离开。因为真男人永不回头。好了，这下世界上再也没有冤枉了，再也没有无神教。